在萧炎的身边，那虎钳此刻也是静静地站立在石渊身上，他看向内院的目光同样是带着某种期待之色。真是不知道，等这些家伙参与了火能猎捕赛，会令那些老生何等的难受。想到这一届新生的实力，虎钳嘴角便是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老生被新生翻盘，这种事情在学院当中也是有几十年未曾出现了吧？一行人穿过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中间也是遇到过多头魔兽的攻击，不过这些魔兽在虎钳等人面前无疑是送命之举，除了为这几个老家伙多送上几枚魔核之外，便是再没有任何的作用了。石渊速度颇为快捷，短短1个小时的时间，便是已经跨越了上百里的茂密林海，最后来到一处看上去与其他方位并没有什么区别的地方。不过在其他学员疑惑的目光当中，萧炎的双眼却是可以轻松地看到，那看似平静的空间之下有着层层的空间叠嶂，最后将这里给隐匿起来。内院虽然是隐匿在这处地狱当中，却并非是什么斗圣强者自我开辟的小世界，而仅仅只是斗尊强者施展出的一种屏蔽遮盖周围环境的一种障眼法罢了。其本质倒是与星陨格外的空间有着异曲同工的味道。以萧炎如今恢复的实力，加上他对空间运用的熟练程度，倒是也可以小范围的做出这种空间屏蔽了。当然他的实力恢复的还是太少，想要做到覆盖整个迦南学院这样的规模还是差了太多。很快在众人惊异的目光当中，虎钳便是催动秘法，将周围的空间扭动，最后出现了一道7、8丈高的银色空间大门。当众人跟着虎钳进入其中的时候，都是不由得对迦南学院的手笔忍不住感到啧啧称奇。显然他们当中虽然很多人的家境都相当不错，但比起迦南学院还是差了太远，唯一没有什么波动的恐怕也只有轩儿和萧炎了。而在此刻，那原本的森林入口处已经是不知何时出现了2名长老和几名地阶导师，在他们的身后还跟着一群年轻人。见到这么一群人，为首的2个老头都是咧嘴一笑，与虎钳笑着寒暄了几句，最后目光落在虎钳身后的一批学员之时，脸上才露出了些许的郑重。尤其是当他们的目光落在那最为年轻却被一群新人学员众星拱月的少年少女身上之时，眼中也是闪过一抹好奇与炽热。这2个小家伙就是萧炎与萧轩吧？听到老者的话，虎钳也是忍不住咧嘴一笑，不由得说道：看来这2个小家伙的名声就算是在内院都是传开了，毕竟随意一人都是我迦南学院100年都未必能遇到一次的超级天才，这般天赋自然是受到了大长老的重视。听到大长老3个字，虎钳的神色也是略微郑重了些许，而他身后的萧炎眼中也是闪过一缕金光。好了，废话就不要多说了，不管这些小家伙何等的天才，今年的火能猎捕赛都是不能被避免的，这是规矩。言语落下，那2名长老的神色也是略微的严肃了些许。火能猎捕赛是对每一届内院新生的一场考核，是不能被避开的。不过在他们说完这句话之后，却是见到虎钳脸上没有丝毫的凝重，反倒是一脸的戏谑。你对这些小家伙就这么有信心？望着虎钳这副模样，那2名长老有些诧异的看了一眼虎钳身后的众人。虎钳却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桀桀一笑，有些兴奋的说道：你们看着吧，今年这些小家伙一定会让你们惊掉下巴的。听到苏谦的说法之后，那2名长老也是神色有些好奇，不过还是很快将一大把漆黑色的晶片丢给了萧炎等人。这是火晶卡，是你们将来进入内院之后最为重要的东西。一位长老耐心地解释了一些事情，最后也是简单的将火能猎捕赛的缘由告诉了众人。接下来你们需要进入森林，然后成功到达森林尽头的内院。苏长老手指依然停留在那群年轻人身上，淡淡的道：而在你们穿梭过这片森林时，要小心他们按照内院的规矩，在这片森林中他们能够随便出手。当他说完火能猎捕赛的具体注意事项之后，萧炎身后的林修雅等人脸色略微凝重，却没有丝毫的紧张之感。望着这一幕，那些来自内院的老生却是有些惊讶，旋即都是有些不善地盯着这些新生。听说这一届新生实力挺强，所以他们这次出动虽然算不上什么精锐，但也都不是太弱的人了，就不信还真的会被这些新生翻盘了不成。望着2方人马跃跃欲试的模样，那2位长老脸上也是露出一抹笑容。现在我宣布，这一届的火能猎捕赛正式开始，同学们开始逃亡吧。话音落下，他身后的一群年轻人在此刻已经纷纷消失在茂密的丛林当中。不过在这些老生消失的那一刻，虎钳脸上的期待之色却是越发的浓郁。只见下一刻，随着萧炎轻笑着走出虎钳的身后，那浩浩荡荡的50名新生此刻竟然是统一的从萧炎的身后走出。望着这一幕，那2名长老和其他几位导师都是面露懵逼之色。这小家伙竟然将外院这一届的所有天才都给整合在一起了吗？望着这些老家伙的表情，虎钳嘴角微微扬起，脸上带着一抹得意的笑容。嘿嘿，这还只是开始而已。萧炎，带着你这帮子弟兄们给内院这些家伙一点小小的震惊吧。
听到虎钳的话语，萧炎也是忍不住笑着摇了摇头，这才笑着看向身后的一群人。各位，还记得我跟你们说过火能的重要性吧？只要得到足够多的火能，你们在内院的修炼速度将比在外院的时候还要快上许多。所以，要感谢各位学长送上来的第一笔火能了。按照之前的配置，各自行动。萧炎话音落下，他身后的众人此刻便是如同提前有了安排一般，开始纷纷化作一道道提前安排好的队伍，瞬间离开。同样是5人一队，可当他们身上的气息爆发开来之时，那些内院的长老和导师却是忍不住脸色微变。这一届的新生，怎么这么多的大斗师？姐，我早就说过，今年的火能猎捕赛会很有意思，你们还不信？见到这些人脸上的惊讶，虎钳脸上的得意之色却是更加的藏不住了。哼，你可不要高兴得太早了。这些老学员都在天坟炼气塔当中修炼了1年的时间，早就听说你们这一届很强，他们所派来的人也都是大斗师级别的。更何况那黑白双煞2支队伍的队长，今年可都是斗灵级别的强者啊！一名长老有些不悦地说道，他倒不是对新生有意见，就是看不得虎钳这么拽，这副模样简直是令人想要给他一拳头。听到那长老的话语，虎钳却是不屑地笑了一声，然后便是不再多说，那副洋洋得意的模样，另一旁的长老更是有些郁闷。而在这些老家伙感到无语的时候，盘门的人却是已经分成了10支队伍，朝着4面8方搜寻了过去。之所以分成这样，倒不是因为这样做实力更强，而是因为那些老生大多都是分成5人一队，以此来猎捕新生手中的火能。因为分散的太过散乱，所以也只能是一队队的去寻找。另外，让这些家伙提前与老生交手，也的确是对他们战力的一个新的提升。虽然这些新生当中有很多人经过萧炎半年的打磨，都是一把好手了，但是内院的老生同样是有着天坟炼气塔的帮助，双方的修为斗技差的都不多，倒是一个打磨他们的好机会。林燕带着3位大斗师以及1位内院大赛结束之后刚刚加入盘门的斗师巅峰，漫无目的的走在森林当中。不知过了多久，伴随着一丝丝树叶作响的声音响起，道道人影不知何时已经将他们一行人给包围了起来。在那树枝高处，几名老生都是颇为灼热的看着林燕。新生，把你们手中的火能交出来一份，我们可以让你们免除皮肉之苦。听到这些老生的话语，林燕脸上并没有恼怒的神色，不过她的笑容在此刻却是显得有些狰狞。各位学长，希望你们能够让我打个痛快啊！话音落下，他那5星大斗师的修为在这一刻彻底爆发，紧接着便是如同炮弹一般，朝着一名老生的方向直接弹射过去。在他身后，其余4名新生也都是微笑着爆发出了各自的气息。除去最后1人是斗师巅峰，其他人竟然丝毫不比这些老生要弱。不过，这些老生当中最强的却只是一名3星大斗师而已。一时间，战斗瞬间进入到了火热化的状态。一炷香的时间之后，林燕等人衣衫褴褛地站在地上，而在他们的面前，几名老生却是鼻青脸肿地倒在一棵大树旁。望着几名双眼带着不甘的学长，林燕忍不住咧嘴一笑：姐，把你们的火能交出来。同样的一幕还发生在这片丛林的各个角落当中。虽然双方人数相差不大，实力也彼此差不多，不过总而言之，胜利的天平还是在朝着新生的方向倾斜。除去新生当中有着几个实力强劲，超过普通内院学员很多的好手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新生与老生之间有着一个巨大的区别，那便是新生其实早就团结如一，在发现遇到的某支老生队伍并非是自己可以对付的之后，他们便是立刻掉头逃跑，寻找盘门其他的成员会合。反观这些老生，虽然也都认识，可很多人都并非来自同一个势力，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如果不是被逼到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愿意跟其他老生合作的。先不谈这些家伙有没有仇，单单是火能，他们也是不想过多分享。而这一点便是造成了等到这些老生队伍再度追上对方的时候，人家已经是2支甚至3支队伍汇合在了一起。在没有斗灵强者插手的情况下，人数的优势是难以转换的。哪怕你是一名7星大斗师，但遇到一支配合很好的大斗师队伍之后，也唯有落败的下场。等到这些老生对于这一点反应过来，想要联手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这一边已经有很多队伍被打得没有多少还手力气了。而在掠夺了这些老生手里的火能之后，这些新生也都是咧嘴一笑，纷纷再度朝着密林中央的位置赶路过去。他们心中都是颇为的清楚，自己的首领正在那里等着自己。虽然以萧炎的实力或许并不需要他们的帮助，不过对于这见证自己即将进入内院，新生以绝对优势碾压老生的一幕，他们心中自然都是无比的期待。把你们的火能交出来吧！萧炎随手一挥，将面前这个捂着肚子、面色苍白的青年给丢了出去。看样子，今年自己这一伙人的实力的确是惊动了内院的一些老生。今年的黑煞队首领竟然是一位2星斗灵，好在也只是一个2星斗灵。
在那斗灵强者的身边，一个个老生此刻也是目瞪口呆，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萧炎。方才的一幕着实是有些震撼到他们脆弱的心灵了。黑煞队的首领，一名货真价实的斗灵强者，在萧炎的面前竟然是一个回合都没走过。他那引以为傲的防御斗技，在对方手里的火焰面前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被轻松穿透之后，便是被萧炎一拳打的周身斗气都是难以凝聚，仅仅一招就将一名2星斗灵放倒，这般实力简直是恐怖如斯。这样的风轻云淡的手段，令这些原本打算反抗一下的老学员都是选择了沉默。虽然他们的实力个个都是达到了6、7星大斗师的程度，可在萧炎的面前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反抗，下场似乎也只是与那躺在地上青年一样，捂着肚子轻轻抽搐。想到这里，他们心中不禁有些绝望。而在这些家伙绝望的同时，一道道人影却是陆续不断的从一旁的密林当中不断出现。望着那越来越多的人数，几名老生相互对视一眼，最后无奈的苦笑一声道：“我们给。”半晌之后，盘门的众人终于是陆续的集合完毕。除去少数几人遇到了硬茬子，受了一些伤之外，其余众人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势，只是斗气有着些许的消耗而已。在这般情况下，众人手中的火能卡之上的数额却是翻了2倍还要多。这样的收获令很多人都是心情十分的不错，脸上都是带着些许的笑意。一行人在得到这些资源之后，也是没有丝毫的犹豫，转身便是朝着远处疾驰而去，留下一群神色复杂的老生。很快，这片茂密的丛林便是被一行人径直穿过，在这丛林的尽头是一片显得有些杂乱的碎石堆。在这些碎石之上，倒是有着不少的年轻人都林立在此，双手抱胸，一副看热闹的模样。不过很明显的是，他们的表情此刻却多了些许的凝重。听说黑煞队的队长已经败了。何止是败了，这家伙可是被那个新生的头领一拳打败的。那家伙可是已经达到斗灵层次了，虽然距离强榜还有着一段距离，可在内院也算得上是一把好手了。还没进入内院便是有着如此身手，等他进了内院之后，怕是要掀起不小的浪涛了。哎，听说他的年龄好像还不到15岁，真是个怪胎啊。听到周围众多内院学员的议论纷纷，那站在人群中央的2名内院长老此刻也是神色有些惊诧之余，看向虎钳却是更加的不善。这个老东西果然憋着一肚子坏水。对于周围众人的议论，不光是这2位长老，此刻的丛林尽头，5道身穿白衣的年轻身影此刻也是神色略微有些凝重。不过能够一招败了黑煞队的队长，却也不一定能够赢得了这位白煞队的队长啊。这白煞队的队长王恒可是一位正儿八经的4星斗灵，恐怕再修炼一段时间便是有希望冲击强榜的存在了。难说王恒虽然是4星斗灵，但是他也未必能够一招就直接将那黑煞队的队长放倒。要我看，估计还是那萧炎更胜一筹啊。嘿，你忘了这王恒可是中州王家的人，他哥更是现在内院强榜可以稳定前5的强者，他们家可是号称巨富之家，听说就算是地阶的功法斗技都能倒卖。在众人的议论当中，那白煞队的队长王恒微微皱起了眉头，神色有些不悦。都怪他那个没出息的兄长，一天天的就喜欢用钱砸人，搞得现在整个内院都一提起他们王家就只会骂狗大户。不过他的目光很快便是不再被旁人的议论所影响了，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对面的丛林深处。只见伴随着一阵阵的沙沙作响，一群年轻人终于缓缓出现在了王恒等人的视线当中。当众人的目光落在那为首的一对年轻的有些过分的少年少女身上之时，即便是有些人消息灵通，早已听说过，可此刻依旧是忍不住的有些惊叹。那个少年便是那个传说当中的萧炎了吧？看得出来他真的年轻的有些吓人，可听说他的实力已经达到斗灵层次了。他身边那个女孩听说就是那个萧薰儿，虽然实力没有这么耀眼，但是其表现出的天赋也是令人感到心颤啊。别的我不知道，但是这女孩是真漂亮，还没彻底长开，就已经比内院那些娘们更加吸引别人的目光了。在众人的议论声当中，那名为王恒的青年此刻却是带着4位白煞队的队员缓缓地站起身。望着那缓缓起身的青年，萧炎也是笑着拱了拱手：“学长，不知道能否让我们的人顺利过关呢？”听到萧炎的话语，那王恒却是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萧炎学弟是吧？虽然我很欣赏你们这批新人，不过就让你们这么通过的话，我将来怕是要被内院那些家伙给取笑了啊。所以无论如何都是要战上一场再说吧。”话音落下，他身上4星斗灵的气息已经是毫无保留地爆发出来，而在他身后的4位白煞队成员此刻也是纷纷爆发出7、8星大斗师的实力。这般实力，即便是周围的很多老生在看到之后都是忍不住微微色变。这种力量放在内院当中也能算是一股不弱的势力了。然而当他们目光扫向新生的阵营之时，却发现这些个新生此刻都是没有丝毫的畏惧，
反倒是如同饿狼一般盯着王恒等人，眼中带着一丝丝的贪婪。严哥儿，你来对付这个王学长吧，其余的4位就交给我们了。不等萧炎开口，便是已经有盘门的人悄悄提议了。不过对于后者的提议，萧炎却是轻笑着摇了摇头。算了，你们之前的表现还算不错，这一次就让我提前给内院那些老生立个威吧，免得将来进了内院有些苍蝇要过来烦人。听到萧炎的话，众人略微有些愕然，然后便是纷纷默契地退后了2步。望着独自突出的萧炎，很多内院学员此刻也是一阵愕然，却见萧炎身上不知何时已经有着澎湃的斗气翻腾。学长，请赐教吧。萧炎笑了笑，那王恒脸色变得有些凝重之际，也是多了几分不悦。萧炎学弟未免有些看不起人了吧？不过既然你如此狂傲，那我们就让你知道，天赋高也不能如此的狂傲啊！王恒话音落下，便是已经骤然化作一道白色影子，朝着萧炎疾驰而来。在其手中，不知何时已经出现了2柄小锤，这锤子看似精致小巧，锤头也不过比拳头大不了多少，可是其挥动之间却是带着可怕的惯性。王恒身后，其余4位大斗师也是神色有些阴沉地盯着萧炎，各自拿出了自身的武器。望着这些迎面来的家伙，萧炎嘴角也是终于露出一抹笑容。8级帮！话音落下，萧炎的身形已经是渐渐暗淡虚幻，眨眼之间，他便是已经出现在了王恒的面前。好可怕的速度！望着那骤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少年，王恒神色一变，双锤极为迅速地护在自己的胸口。下一刻，一只铁拳便是狠狠砸在他胸口的铁锤之上。咚！伴随着一声沉闷响声，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当中，王恒当场便是在地面上划过一道长长的沟壑，直到倒飞出7、8米之后，才狼狈地停下身形。不过他如此的狼狈，那萧炎却也是因为这一下倒退了4、5步。望着这一幕，许多内院的学员，包括2位长老，都是神色微变。明眼人都是能够看得出，这一次的交手，那王恒便是已经落入了下风。那萧炎明明只是一个1星斗灵，却是能够直接压着王恒打，即便是有着催动斗技的缘故，那也依旧是显得有些可怕了一些吧。唯有虎钳此刻却是有些开心地看着这一幕。哈，没想到这王恒竟然没有被萧炎一招放倒。自从这小子进了学院之后，几乎对付所有人都是一招放倒，这次终于是被拦住这么一下了。比起其他人，虎钳倒是有些兴奋。不过这种兴奋刚刚升起，虎钳便是惊愕地发现萧炎的身形在卸力之后忽然诡异地扭动了一下，紧接着便是骤然一个转身，没有丝毫停滞地转向了那围攻而来的4名白煞队成员。砰砰砰砰，他的身形在原地仿佛脱落一般的诡异旋转了一圈，3拳一脚迎上，4名白煞队成员身上各自发出一声闷响，最后便是一声不发的朝着后面直挺挺的倒了下去。还不等众人缓过神来，那刚刚调整过状态来的王恒却是神色大变，体内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紧接着便是不受控制的喷出一口鲜血，脸色骤然变得有些苍白。望着这一幕，原本热闹的场间忽然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寂静。这也太他妈的！这一刻，不但是虎钳，就算是那2位内院长老和众多学员，此刻都是怔怔地看着萧炎。在那王恒喷出一口鲜血之后，其气息便是变得迅速萎靡了起来。虽然看似没有重伤，可明眼人却是能够看出这家伙此刻怕是连站着都是颇为吃力了。而在萧炎的身边，其余4位大斗师级别的老生此刻更是直挺挺地躺在地上，面容安详。望着这一幕，很多老生在此刻都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尤其是那些残余火能裂不赛的老生，他们心中都是清楚，萧炎之前便是将那黑煞队的队长一拳打得毫无反抗之力了。本以为这白煞队队长王恒能够与这家伙交手几个回合，却是没有想到，竟然连王恒都是被一拳打得失去了战斗力。望着那新生年轻的有些过分的脸庞，一群人此刻面面相觑，心底却是升起了巨大的忌惮。面前这个家伙还不到15岁啊，等他进了内院，再有了天焚炼气塔的帮助，其进步速度或许会变得更加骇人吧。对于萧炎所表现出的实力和潜力，很多老生依然是心生忌惮，下定决心将来在内院不要招惹到萧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他们身上的火能都给抢过来啊！望着全场的寂静，萧炎却是有些不悦地看了一眼身后的几人。闻言，林修雅等人这才反应过来，旋即便是面露笑容地朝着那白煞队的成员走了过去。此刻的白煞队当中，除去那王恒之外的4人都是倒头就睡，林修雅、柳琴等人很容易的便是从他们的身上摸出了一张火能卡。远处的王恒见到这一幕，不由得脸色一变，身形忍不住的想要倒退几步，可每倒退一步，他的5脏6腑都是传来一种近乎撕裂的痛楚。即便是他已经吞下一颗疗伤药，也只能暂时缓解这种疼痛。至于战斗，他却是再也不敢了。以他体内的暗伤来看，
若是再催动斗气的话，那可就不是现在这个模样了，说不定便是会留下不可治愈的创伤。于是乎，当林修雅等人不怀好意地朝着他围过来的时候，王恒尽管脸色难看，却是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只能任由林燕将他身上的火能卡夺走。滴滴滴，伴随着林燕将2片火金卡碰到一起，他的表情此刻瞬间变得有些精彩了起来。卧槽，800火能！林燕惊呼一声，其余众人也都是忍不住微微一怔，旋即脸上便是露出了狂喜之色。发财了，哈哈哈！林燕有些开心地笑了起来。从火能猎捕赛开始，他们劫掠的那些老生手中的火能大多都是连50都不到，能够破100的都能够算得上是有钱人了。没想到这位白煞队的队长手里竟然有着足足800火能。此刻的萧炎在听到这个数字之后，眼中都是不由得露出一抹诧异。800火能的确不是一个小数字啊，兑换一套玄阶中级功法都是绰绰有余了。与萧炎等人不同的是，那些老学员此刻却是一个个咂着嘴，不由得叹道：不愧是王家的人啊，果然一个个都是富得流油的狗大户。是啊，这王恒手里都有800火能，那王富贵这个家伙手里岂不是有着上万火能不成？听到他们的低叹，即便是萧炎眼中也是露出一抹错愕之色。自己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便是前世的时候韩贤统领要帮的时候，手里恐怕也就几千火能吧。这个叫做王富贵的家伙倒是颇有意思，上万火能，恐怕很多内院长老手里都没有这般庞大的数量。这些火能已经足以兑换到媲美地阶功法斗技的宝物了。想到这里，萧炎都是情不自禁的对这个叫做王富贵的家伙有着些许的好奇。唯有那被扣走火能的王恒，在听到这句话之后，却是嘴角微微抽搐，有些面色不善地盯着那些骂自己有钱的家伙。他最讨厌的就是别人指着自己说自己是狗大户了，明明自己修炼同样是那般的努力，甚至实力也并不弱，可别人一提起他来，所想到的就是有钱，有钱，还是他们的有钱。王恒一直很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可只要那个可恶的哥哥在内院一天，这狗大户的名头他便是无法摆脱的。被人叫做狗大户，简直是比他被抢走了800火能还要痛苦。结，发财了，咱们发财了！一旁的林修崖此刻都是忍不住嘿嘿笑了起来。虽然还不知道火能的实际好处，可看到很多老学员手里的火能都很少，他们便是能够模糊地猜测到这火能的珍贵程度。本来他们一路反杀劫掠，每个学员手中的火能数量也不过是攒了不到50而已，可王恒的出现却是令每位学员都分到了10几天的火能。一时间，每个人手中都是攒到了不小的财富。去了内院，看好你们的火能，你们很快就会知道火能的珍贵了。望着众人这副雀跃的模样，萧炎只是微微笑了笑。而这时，那2位内院长老也是终于反应了过来，一个个都是笑盈盈的看着萧炎一行人。作为这届火能猎捕赛的胜利者，在场的新生可以各自获得20天的火能。话音落下，一群新生本就兴高采烈的神色，此刻也是变得越发的激动了起来。加上这20天的火能，他们每人手中的火能都是足以达到70的水平了。这笔财富可是比很多老生都要富有，不愧是内院长老，出手就是大方。对于众多新生的欢呼，2位长老却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再度弹射出了足足5张卡片，落在萧炎等人的手中。这是5张清火金卡，便是算作你们新生领导者的奖励了。至于这5张清火金卡如何分配，那就看你们自己如何分配了。一名长老详细讲述了一下这清火金卡的好处之后，也是令盘门众人的眼睛微微亮起。对于几人的表现，这位长老却是有些头疼。往年的时候，一批新生当中能出现几位大斗师就很不错了，哪能像今年这样成群结队的足足40位大斗师啊！这样的一股力量，就算是在内院也不可小瞧，或许用不了多久，这些新生就能成为内院新的一流势力了。5张清火金卡最终是分给了林修崖、柳晴、严浩、林燕和韩月5人，倒是萧炎本人并没有领取。倒不是萧炎不需要，而是他赚取火能的手段实在是太多了，更何况他之前完成的天阶任务当中，都是将功劳学分直接兑换成了火能。可以说，他进入内院之后可以兑换的火能绝对不会低于1000。处理完火金卡的问题之后，萧炎带头在山坡上所有目光注视下，跟在2位长老身后，对着阶梯攀爬而上。这碎石阶梯算不得多高，仅仅1-2分钟时间，萧炎等人便是登上最后一层，然后身体一提，便是站在了山坡之上。这就是内院吗？喃喃自语的低声从山坡上那些新生嘴中吐了出来。在这山坡的后面，正是由当初陨落星岩的形成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巨大盆地，就宛如陨石从天而降砸出的一个巨大深坑。在这深坑盆地当中，一道道建筑高耸林立，中间有着一道道如同跳蚤一般的黑影不停跳跃，视线到达尽头，可却依然只能看见高耸建筑以及葱郁绿色。难以想象，
在这处迦南学院身后无尽大山中，居然还是隐藏着这么一处奇地。呵呵，小家伙们，欢迎来到迦南学院的核心地所——内院。见到众人脸上的震撼之色，那位长老只是笑呵呵地说着：“这次的火能猎捕赛，你们这些小家伙收获都是很大。如此数量的火能，怕是足够你们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修炼所用了。走吧，我先带你们去内院安顿下来。等你们彻底地适应了内院的环境，在内院修炼出自己的成果之后，你们就会知道，能够进入这内院对你们是何等正确的选择了。”随着这位长老的话音落下，众多新生的眼中也是露出了浓郁的期待之色。最后，在这位长老的大手一挥之下，宛如蝗虫过境一般的朝着那深坑之下的内院狂奔而去。萧炎，等安排好了自己的事情之后，你还要跟我来一趟。在众人高兴的前进之时，那长老的声音却是传到萧炎的耳中。不等萧炎回答，他便是笑盈盈的说道：“方才刚接到一条通知，大长老说要亲自见你一下。”听到这句话，萧炎原本还带着几分疑惑的脸上顿时露出一抹笑容。自己还愁着如何见到苏千，解决如何接近陨落星岩的问题，却是没想到苏千竟然主动要见自己了。如此一来，他心中最后的一点阻碍也是放下来。毕竟若是没有苏千的同意，萧炎也总不能强闯天坟炼气塔吧。先不说他与迦南学院的关系非常不错，就算是真的想要强抢，那也未必能够做到。毕竟陨落星岩可是内院的根本，若是自己硬抢，还不一定会引来怎样的麻烦。比起外院，内院的人数更少，但是建筑却并不算少，所以每位学员都是能够分配到颇为不错的住处。就比如萧炎与薰儿选择的这处前世曾经居住过的楼阁，便是亭台水榭，颇为俱全，比起他们外院的住处更加宽阔，而且景色更好。本来这栋阁楼是可以供4人居住的，不过萧炎却是很霸道的将其他人都赶走了，只留下自己与薰儿共度2人世界。对于后者这般霸道的行为，众人也只能是无奈的摇了摇头，唯有薰儿俏脸微红的站在那里，俏生生的没有说话。望着这一幕，那些新生当中的男学员们看向萧炎的目光则是多了些许的艳羡。尽管他们对于萧炎十分服气，不过对于后者的艳福也是无比的羡慕。毕竟现在的薰儿已经越发的倾国倾城，或许用不了多少年，便是能够出落成一个足以令天地失色的绝世美人。对于这些家伙的羡慕，萧炎心中却是毫不在意。直到将内院的事情都安排好之后，他才回到自己的阁楼，满意的点了点头。没了萧玉那个烦人的家伙，终于是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2人世界了。虽然还不能跟薰儿做一些大人的事情，但这种2人之间的默默温馨还是令他留念。望着阁楼外熟悉的景象，前世的记忆在此刻也是渐渐重叠。萧炎轻轻将下巴抵在少女光洁的额头上片刻之后，才松开怀中的少女，笑盈盈的说道：“在家等我。”听到他这带着些许暧昧的话语，薰儿顿时俏脸微红，却是没有反驳，而是如蚊蝇一般轻轻嗯了一声。做完这一切之后，萧炎才走出房间，望着那站在门口等着自己的长老，脸上露出一抹笑容道：“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听到萧炎的话，那位长老也是不恼怒。迦南学院对于天才总是有着几分容忍的，尤其是萧炎这样的天才，他有资格让自己对他多上几分耐心。走吧，我带你去见大长老。那位长老笑着点了点头，然后便是带着萧炎漫步走在内院当中。足足过了半个小时之后，他才缓缓地停留在一座古朴的小院之外。大长老，我把萧炎带过来了。这长老敲了敲门，低声道：“辛苦了，你先回去休息吧。”带着些许笑意的声音传来，小院大门自动打开。那名长老却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微微点头，然后便是震动斗气，双翼离开。而萧炎却是没有多少见到大人物的紧张感，反倒是不等苏千的话语，便是笑盈盈地走进了大门。走进这座大门之后不久，他便是看到了一名身穿黑袍、略带诧异与期待的老者，正笑盈盈地望着自己。这黑袍老者除了内院的现任大长老苏千，还能有何人？望着这张熟悉的脸庞，萧炎心中也是怀着几分的感慨。前世的时候，苏千也是随着自己进入了无尽火域，并且最后担任了新迦南学院的副院长，境界达到了地至尊的层次。你就是萧炎？望着那面带笑容看着自己的黑衣少年，苏千先是轻轻笑着点了点头，旋即又感到对方的目光是那般的古怪，那种感觉丝毫没有其他学员看向自己的敬重，反倒是有着一种看待老朋友一般的关怀。听到苏千的问话，萧炎也终于是从回忆当中走了出来，轻声笑道：“小子正是。没有办法，虽然他实际的境界要比现在强了不知道多少，可他现在终究只是一个小小的斗灵。虽然这个斗灵有着不小的把握可以把面前达到斗宗境界的苏千干掉，但他也总不能自称一声本帝就是吧？不错不错，能够在这般年纪就达到斗灵的层次，而且就连战斗力和炼药术都是同级当中堪称翘楚的存在。如你这般的天才，即便是老夫这一辈子也不过见到过那么2、3人而已。
苏千笑盈盈地摸了摸胡子。萧炎这样的天才，虽然在西北大陆堪称百年难得一见，在迦南学院更是可以排到历史上的前3位，可放眼整个斗气大陆的话，虽然稀少，却也不是找不出来。比如中州当中那些顶尖势力的嫡传弟子，在这般年纪，往往也能在修为或者是个别方面达到这一层次。一来是他们本身的资质就堪称是凤毛麟角，二来便是身后有着极为强大的老师负责教导，有着海量的资源用来堆积。对于这样的天才而言，前期的资源从来都不是什么问题，他们要做的就是充分挖掘出自己的天赋就够了。不过饶是如此，也不能否定萧炎的优秀与可怕，毕竟能与萧炎相比较的都是一个时代当中最为逆天的一群人，而这种天才一般是很难流入到迦南学院的，因此迦南学院能够拥有这样的天才，他还是十分开心的。最为关键的是，这小家伙的身上似乎还有着一伙这样的东西。想到这里，苏千看向萧炎的眼神也是更加的明亮了几分。小家伙，我听说你在外院的时候曾经展示过几次极为奇异的火焰，虎钳跟我说那有可能是异火，不知道你能否让我看一下。听到苏千的话语，萧炎却是轻笑着摇了摇头。下一刻，一缕璀璨绚丽的火焰便是从他的指尖升腾而起。在这火焰出现的那一刻，整个小院的温度都是在迅速升高，地面的青草都是在隐隐泛黄。果然是异火。看到这绚丽火焰的那一刻，苏千脸上的欣喜都是有些藏不住的，正要开口，却是被萧炎率先抢先。大长老找我询问异火的事情，我猜应该是有着部分陨落心炎的原因吧。伴随着萧炎的话语落下，苏千原本带着笑容的脸庞骤然凝固，一双瞳孔在此刻都是微微收缩，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你怎么知道陨落心炎的事情？这一刻，苏千的脸上甚至都多出了些许的冷意。如果面前的不是内院的学员，而是黑角域的成员的话，那他脸上出现的或许就是杀意了。大长老，我虽然天赋很好，不过能够在这般年纪走到今天这一步，自然是有我自己的依仗的。萧炎没有直接回答苏千的问题，反倒是有些神秘的笑道：我和我背后的师门有着帮助内院彻底解决陨落心炎问题的方案，不过想要做到这一步，还需要大长老的帮助啊。听到萧炎的话，苏千神色变得更加凝重，但在凝重之下却是多了一分期待。小家伙，你的话的确打动了我，不过你的说法虽然很诱人，但我似乎并没有理由相信你。你既然知道内院拥有陨落心炎，想必也是知道陨落心炎的珍贵程度。我似乎并不能因为你的诱惑，就放任你甚至你的师门去收拾陨落心炎。对于苏千看似质疑的话语，萧炎却是不为所动。无妨，只要大长老给我一个进入天焚炼气塔地底的机会，我便是可以帮助内院彻底的解决陨落心炎的隐患，甚至可以让内院拥有一个全新的温顺听话的陨落心炎。而大长老所需要承担的风险，仅仅只是让我进入天焚炼气塔的底部，如何？听到萧炎的话，苏千沉默片刻，最后才有些狐疑地看着萧炎。虽然你有着一火护身，可你现在终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斗灵而已，没有你师门的庇护，你自己进去可是有些费力啊。听到苏千的话语，萧炎只是轻轻笑着摇了摇头。只要大长老有胆魄放我进去，剩下的交给我便是。见萧炎如此自信，苏千沉吟片刻，终于是轻轻点了点头。虽然不知道萧炎哪来的自信，但他相信能够在这个年纪拥有如此成就的少年，总不可能是个拿性命开玩笑的傻子。沉吟片刻之后，他忽然手掌一翻，将2道紫色的火金卡丢到了萧炎的手里。这时2张紫火金卡，你和你那个小女友都是学院百年难得一遇的超级天才，而且在火能猎捕赛当中又取得了如此强悍的战绩，这便是当做老夫对你们的一点支持吧。每张紫金卡里面有300火能，省着点花。萧炎接过2张紫火金卡，也是略微有些愕然。他也没想到自己与轩儿竟然能够得到苏千的如此重视，竟然一来到内院就被赠予了紫火金卡。看来自己和轩儿这一世所表现出的资质，即便是苏千都是有些坐不住了。多谢大长老。虽然心中并不是很重视这2张紫火金卡，但对于苏千的心意，萧炎还是颇为的感谢。哼，可否告诉我，你何时能够尝试着帮助内院解决陨落心炎的问题？苏千轻轻摇了摇头，笑呵呵地问道。原来这老家伙不光是因为我和轩儿的天赋，更多还是看在陨落心炎的事情上。萧炎微微叹了口气，陨落心炎的确是悬在内院众多长老心头的一块利剑，这玩意儿用着的时候的确是无比的舒服，可一旦反噬爆发起来，那后果也将是不堪想象。前世的时候，这玩意儿爆发起来，可是差点把整个内院都给毁了。想到这里，萧炎嘴角却是露出了一抹笑容。少则半年，多则1年，我便是可以出手解决这个问题。到了那时，药老恐怕已经苏醒了，这点时间你就可以解决。苏千微微一愣，脸上却是露出一抹喜色。很好，从今天开始，
我会吩咐内院的长老们给你一路绿灯。虽然不确定你到底有几成把握，不过有什么需要，尽管过来找我。多谢大长老。闻言，萧炎也是轻轻笑着点了点头。虽然他这一世有着诸多手段可以慢慢的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有了苏谦的这句话，那他今后一段时间在内院也会变得顺利上许多了。无妨，好好修行吧。我倒是很期待我们迦南学院能够再度走出一位超级强者。苏谦脸上露出一抹笑容，旋即便是示意萧炎可以离开了。见到他这副模样，萧炎也是不再犹豫，而是笑着离开了苏谦的院落。不过在萧炎离开苏谦的小院之后不久，正在他缓缓回到盘门地盘的路上，一道娇小的紫色身影却是一路蹦蹦跳跳的朝着苏谦的小院走着。当看到这道娇小身影的那一刻，萧炎先是微微一愣，旋即嘴角之上便是露出了一抹温和的笑容。只见那蹦蹦跳跳过来的小丫头看上去不过10来岁的模样，一头淡紫的长发垂至腰间，她的脸颊极为白嫩，粉雕玉琢般的可爱模样，一对乌黑水灵大眼睛正带着几分不爽。这副模样，除了紫妍那个丫头，还能有何人？看着小丫头这副一脸不爽的模样，萧炎便是有些忍俊不禁，脚步一侧便是直接拦在了紫妍的路上。喂，你是什么人？竟然敢拦住我的去路？小丫头心情显然是不怎么好，忽然感到有人拦住了自己的去路，一张小脸瞬间变得凶巴巴的，看上去仿佛下一刻就要朝着萧炎动手。哼哼，你这妮子又是哪个不长眼的惹怒你了，让你这么生气？望着紫妍可爱小脸上凶巴巴的模样，萧炎下意识的便是想要伸手揉一揉她的脑袋。不过这种想法在伸出一半之后，便是在紫妍那略带几分冰冷的眼神当中收了回去。萧炎忽然想起自己现在虽然已经恢复了斗灵修为，但是单论力量似乎还真不是这小妮子的对手，除非是生死厮杀，被逼得把灵魂手段和佛怒火莲都给施展出来，否则现在的他似乎还真的拿紫妍没有任何办法。趁着姑奶奶现在还有点耐心，你现在从我面前滚开，我还可以不计较。紫妍有些不悦地看着萧炎，声音已经是多了几分冰冷。不过对于这丫头的这副模样，萧炎却只是微微一笑。小样，前世都能够拿捏住你，这一世还对付不了你吗？望着紫妍这副神色不善的模样，萧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手掌一翻，一枚释放着些许血腥味道以及浓郁药香的血红色丹药便是出现在了他的手中。在这奇异丹香扩洒开来的那一刻，紫妍那原本带着几分不爽的大眼睛瞬间瞪得溜圆，一双乌黑瞳孔此刻死死地盯着那枚血红丹药。你这枚丹药哧溜是从哪里搞到的？紫妍张了张嘴，却是发现一抹口水滑落，她随意地用白嫩的手背擦了擦嘴，看向萧炎的目光已经带着了些许的讨好意味。我就知道你这妮子看到这玩意儿之后就会这样。看着她这副没有出息的模样，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最后便是在紫妍惊喜的眼神当中将这枚丹药丢给了紫妍。拿去吃吧，以后要是觉得内院那些药材难吃，就来新生区的盘门过来找我。我是盘门的门主萧炎。轻轻揉了揉紫妍的脑袋，萧炎便是不再多说什么，笑着离开了这里。这枚血红色丹药正是对于白寒白雪兄妹有着巨大帮助，可以提升血脉精纯程度的血神丹。不过这种等级的血神丹对于紫妍而言并不能提升她多少的血脉精纯程度，毕竟这小丫头本来就是太虚古龙的王族血脉，是这天地间最为顶尖的魔兽血脉之一，就算是放在大千世界当中，也只有龙族的真龙才能在血脉上胜过她一筹。不过虽然如此，这丹药当中所蕴含的庞大能量对于这小丫头依旧有着巨大的好处，所以也不怪这小妮子在看到萧炎手中的血神丹之后口水都流下来了。萧炎手里握着那枚血红色丹药，紫妍望着那看上去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黑衣少年，喃喃自语了2声，然后开心的一口将那血神丹吞入口中。紧接着他便是又蹦蹦跳跳的朝着苏谦的院子里走去。老头，伴随着一声带着几分稚气的呼唤，原本懒洋洋的苏谦在这一刻却是扑地坐直了身体，一脸警惕地看着那一头紫发的小女孩。你这丫头又惹出什么事了？哎，你说这种话，你看我像是那种爱闯祸的人吗？像。老头，赶紧说什么事情吧，再废话我可就不管你了。嘻嘻，我就是在内院宝库里偷吃了一颗果子而已嘛。那个好老头又追着我一顿奚落。紫妍小嘴巴巴的让苏谦看着就十分的头疼，他轻轻拍了拍自己的额头，最后才无奈的说道，你又偷吃了什么药材？就只吃了一颗黄棘果而已嘛，这老头也太小气了。紫妍白嫩小手交叉在一起，一双乌黑大眼睛一直盯着苏谦的脸庞。果然他很快就见到苏谦的老脸正在迅速的黑了下来。就一颗黄棘果？苏谦一下子站了起来，一双老眼颇为不善的看着紫妍。你知不知道这一颗黄棘果就价值上百万金币了？这可是炼制黄棘丹的主要材料啊，多少长老费尽心思才能兑换一枚。苏谦痛心疾首，
看到一脸乖巧看着自己的紫妍，他心中没有丝毫的怜悯，抽出鞋底就是追了上去。喂，老头别动手，有话好商量。紫妍小脸一垮，迅速化作一道紫光钻入空间当中。正在返回盘门的萧炎借着庞大的灵魂力量，很快便是察觉到了身后不远处传来的2道能量波动。这2道气息很明显便是苏千和紫妍的。不过对于这2个家伙的动静，萧炎倒是懒得插手。对于这个调皮的小妮子，他一直是将其当成妹妹的。而相对于萧炎，苏千则是已经将这小丫头当成了孙女一般。毕竟这妮子最早便是苏千从外面捡回来的，看她慢慢长大的模样，苏千心中对于这小丫头也是更加的疼爱。后世苏千能够快速晋升到地至尊，虽然萧炎也给了不小的帮助，但是对他更为上心的却是这个小丫头。这也导致苏千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至尊，却是连竹坤这个老龙皇都要敬他3分。离开苏千那里之后，萧炎先是前往内院的任务堂，将自己之前在外院所得到的那些火能点给兑换过来，然后才笑盈盈的朝着盘门的方向走去。之前在外院做任务，他便是积累了不少的火能，加上火能猎捕赛拿了大头，又有着苏千的赠与，他那张紫火金卡当中的火能已经达到了2000这个恐怖的数额。这些火能对于萧炎来说倒是不怎么在意，可对于其他学员，哪怕是强榜上那些家伙，也是一笔不得了的巨款了。那名帮助萧炎领取火能的导师，在看到后者手中那丰厚的火能和年轻的有些过分的年纪之后，也是忍不住的有些呆滞。回到属于自己的小楼之后，萧炎将苏千赠予的2张紫火金卡递给萱儿1张，又跟少女甜言蜜语了一番，直到将萱儿逗弄得俏脸微红，美眸弯成了月牙，这才心满意足的回到自己的房间。在经过最初几天的适应之后，盘门的众人对于内院也早就有了初步的了解。出乎萧炎预料的是，这一次他在率领着众多新生来到内院之后，内院的这些老生却是并没有像自己想象当中的那样过来找事。不过换个角度想想，自己这次带出来的众多新生实力的确是颇为的强大，甚至可以说已经强到了令很多老生都颇为忌惮程度了。足足40位大斗师，而且这个数量在不久之后肯定还会有突破。如此可怕的数量，已经足以堪比很多内院普通一流势力了。而萧炎在火能猎捕赛当中一招将王恒打得失去反抗之力的战绩也是摆在那里，明眼人都是可以从这一战绩当中模糊的推测出萧炎的真正实力，怕是已经可以进入强榜当中了，而且还不是末尾的那种。如此一来，刚刚进入内院的盘门很快便是成为了一股新的一流势力。虽然现在只能在一流势力当中排在普通位置，可这个势力如今可仅仅只是进入内院的第1年啊！难以想象，随着这个势力的茁壮成长，在5年之后的第一批老生毕业的时候，这个叫做盘门的势力到底能够成长到怎样的程度？随着众人对于内院的不断适应，盘门的一行人在几天之后终于开始朝着天坟炼气塔的方向走了过去。显然，手中拥有着不少火能的他们，现在都是对于天坟炼气塔那堪称神奇的修炼效果颇为好奇。当众人第一次进入天坟炼气塔的时候，他们很显然的是对于突兀进入体内的陨落星炎颇为的不适。不过好在有萧炎和一名长老的帮助，他们也是并没有经历太多的危险。之后，萧炎便是带着他们体验了天坟炼气塔那堪称可怕的效果。而在体验了天坟炼气塔的神奇效果之后，那些原本还对火能的珍贵到底有何作用的众人，在这一刻也都是忍不住纷纷眼神变得火热起来。此刻的他们看向萧炎的眼神也是越发的崇拜和感激。如果没有萧炎的话，他们这些人先不说能不能在进入内院之前达到大斗师，恐怕就算是真的达到了，这一团散沙的新生也很容易被那些老生给击败。毕竟其他老生还好说，可那黑煞队和白煞队却并非他们能够轻松对付的。正是因为有了萧炎的帮助，他们不但没有丢失火能，反倒是每人手中都是有了不小的积蓄。仅仅是在这天坟炼气塔的第1层修炼，他们的修炼速度便是堪比涂抹了灵血，而且淬炼出来的斗气甚至是更加的精纯。真是不知道，等到他们进入了天坟炼气塔后面的几层，又该有着怎样可怕的修炼速度。而这一切都是基于火能的帮助，因为先前火能猎捕赛的一场大战，很多人都是在突破的瓶颈上了，又经历了陨落星炎的淬炼，当天便是有着很多人再度突破。盘门原本的10位9星斗师，在当天便是有着3位突破到了大斗师的层次。对于盘门的越发壮大，萧炎只是微微一笑，叮嘱众人在修炼时间过长之后，需要服用冰心丹来和洗髓寒灵液来驱除体内的火毒。直到这一刻，众人才明白，在进入内院之前，萧炎为什么就让韩显等人准备冰心丹和洗髓寒灵液了。果然，在进入这内院之后，这2样丹药果然显现出了其非凡的作用。虽然其成本有些珍贵，但是比起灵血已经降低了不少，而他们的修炼速度却是变得只快不慢。将盘门的事情吩咐好之后，萧炎也是不再犹豫，转而进入天坟炼气塔当中后，一路便是朝着最下方的几层前进着。虽然已经拥有了斗灵的实力，
但很多守在这里的导师在看到他那张年轻的有些吓人的脸庞之后，依旧是将他拦在了外面。到了这时，萧炎也只得无奈地提出了苏谦的名号。我叫萧炎，苏谦大长老跟你打过招呼吧？我叫萧炎。从第3层开始，一直到了第9层，萧炎所遇到的每一层守门人都是有些郑重地看着萧炎。直到萧炎到了第8层，那守门的早已经换成了一名斗王级别的长老。萧炎同学，虽然知道你天赋异禀，不过最下面2层只有学院的长老才能进去，要不你还是再修炼一下吧。那名斗王级别的内院长老开口劝道。能够在这一层修炼的，已经都是内院强榜前20的老生才能做到了。天焚炼气塔一共也就10层而已，过了这第10层便是最底层了。见到那名长老劝谏，萧炎也是不再强求，随意的找了一间修炼室，开始了闭关。屈指一弹，闪烁着尊贵紫色的紫火金卡便是落在了一道卡槽当中。下一刻，他那紫火金卡上便是瞬间少了64天的火能。对于这般消耗，萧炎却是丝毫的不心疼。他现在足足2000火能，足够他在这第8层修炼1个多月了。虽然看似昂贵，可这1个多月的时间却是足够他的修为增加2星都不一定。随着萧炎闭上双眼，一股无形火焰在这一刻也是骤然出现在他的体内。下一刻，周围浓郁的火属性能量便是开始在他的周围迅速汇聚。虽然这火属性能量极为浓郁，可其中的火毒却也是令人忌惮。就算是很多斗王强者，也不敢让这火毒侵入自己身体太久。不过好在萧炎并非常人，他体内的炎神法身微微一颤，一道绚丽火焰便是凭空出现，将那侵入萧炎体内的火毒瞬间吞噬。而在这一道绚丽火焰出现的那一刹，整个天焚炼气塔却是忽然轻微颤抖了起来。在这其中的火属性能量此刻也是变得越发的狂躁。塔内所有学员10分钟内立刻离开天焚炼气塔。刚刚进入修炼状态的萧炎听到这句话，顿时有些不满地睁开了双眼。他的眼瞳深处瞬间燃烧起绚丽火焰，目光穿过最下方的几层空间，落在那巨大的无形火蟒身上。在那地底深处的无尽岩浆当中，那条无形火蟒此刻正有些贪婪焦躁地撞击着那层空间封印。他的一双眼睛此刻都是在死死地注视着萧炎的方向，因为就是在方才，他也是感受到了萧炎体内的异火。这火焰的气息令他有些畏惧，却又不由得有些兴奋。同为异火，他心中无比的清楚，若是能够吞掉这道强大的火焰，对于自己的帮助该是何等的巨大。不过就在陨落心炎躁动不安地扭动着的时候，那盘坐在修炼室当中的萧炎却是忽然冷哼一声。此刻绚丽火焰在萧炎瞳孔当中跳动，2种异火以一种奇异的状态穿过了天焚炼气塔当中的层层封印，最后相互对视了起来。而在这一刻，那陨落心炎在此刻却是身体骤然一颤，变得极为不安了起来。当萧炎将这地眼种子的威压真正爆发开来的时候，那陨落心炎的眼中看到的可并非是萧炎本人，而是一尊身高近乎无边无际，浑身披着绚丽的火焰战甲，宛如火中神灵的伟岸存在。虽然只是一种幻想，一种虚影，但那种至高无上火种帝王的气息，哪怕仅仅只是那么一点，都是令陨落心炎忽然变得无比畏惧，身体都是在微微的颤抖。孽畜，给我老实一点！萧炎冷哼一声，原本还带着几分躁动的陨落心炎在这一刻瞬间变得老实温顺了起来。只见他庞大的无形身躯缓缓转动，一双眼睛当中甚至多了些许的讨好之意，身体缓缓盘旋起来，变得温顺乖巧。身为异火，这片天地之间最为狂暴、最为尊贵的一种特殊存在，陨落心炎有着属于自己的骄傲，这种骄傲便是真正的斗尊强者也难以令他臣服。可面对同为奇异火焰，甚至要比自己高了不知道多少个段位的存在，他却是瞬间变得老老实实了起来。陨落心炎怎么不动弹了？在陨落心炎暴动的那一下之后，很多内院长老都是脸色大变，正准备驱散学员，却是发现那陨落心炎忽然又没了动静。当下一位修为在斗王当中都算得上是名列前茅的长老，也是赶忙到了天焚炼气塔中央查看陨落心炎的情况。不看还好，这么一看，他们都是不由得有些愕然。只见那原本堪称无比暴躁的陨落心炎，在这一刻竟然是如同乖宝宝一般盘踞在那里，甚至其身上的力气都令人感觉似乎是少了那么一些。这是什么情况？那位长老也是有些茫然。不过在见到陨落心炎似乎真的不会再搞出什么乱子之后，他才无奈地摇了摇头，取出一枚传音石，对着各层的长老和导师传递消息。刚才好像是个意外，通知各位学员继续修行吧。他这话说完之后不久，一名身穿黑袍的老者却是诡异的闪身浮现。看到这黑袍老者之后，那名在内院也算颇有权势的老者此刻也是瞬间变得恭敬了起来。大长老，方才陨落心炎又暴动了。苏谦眉头微微皱起，神色有些凝重。陨落心炎的爆发对于整个内院而言可都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
刚才的确是有着暴动的迹象，不过这陨落星岩仅仅暴动了一下就没了动静，而且这家伙现在似乎变得还极为乖巧了。那名长老此刻也是有些茫然的指了指天坟炼气塔下方的无形火焰蟒蛇。闻言，苏谦也是不由得顺着他的手指方向看向了下方。果然，那原本还无比躁动的陨落星岩，此刻竟然是变得颇为温顺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苏谦脸上也是不由得露出一抹茫然之色。他镇守内院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陨落星岩竟然会呈现出这样的状态。这种状态对于这个家伙来说，似乎有些太过不可思议了一些。沉思片刻之后，他才不由得问道：“最近塔内有没有进来什么人，或是有着什么其他的变化？”呵呵，大长老，这天坟炼气塔还能有什么变化？每天都是这些学员人来人往。对了，说起这个来，你亲自吩咐我们关照的那个叫做萧炎的小家伙，倒是真的很厉害啊！他的修为似乎才刚刚进入斗灵吧，竟然已经可以进入最深处修行了。如果不是我们劝阻，这小子竟然还想要进入第9层、第10层修炼。听到这段话之后，苏谦原本还有些紧缩的眉头忽然一变，神色有些严肃地盯着那位长老，不由得问道：“你说什么？萧炎直接来到了第8层修炼？”“是啊。”那长老也是被苏谦吓了一跳，不过好在后者的神色瞬间又变得缓和了起来。“无妨，下次这小家伙若是想要进入天坟炼气塔最下面修炼，你也可以放他过去。”说到最后，苏谦嘴角甚至多了些许的笑意，一双眼睛当中带着几分好奇与惊喜。如果自己没有猜错的话，那这陨落星岩的变化，或许真的就是这个小家伙给搞出来的啊！对于两人的交谈，萧炎此刻自然也是不知道的。他此刻正盘坐在第8层的一间修炼室当中，房间当中浓郁的火属性能量几乎快要凝结成实质。对于火属性修炼者而言，如果抛去火毒这个概念的话，这里简直就是天堂。而萧炎此刻就等于是身处于天堂当中。在随意将陨落星岩给镇住之后，他也是不再理会外界的纷纭，而是一股脑的埋头吸收起天坟炼气塔当中的浓郁能量。此刻的萧炎体内，一彩色一蔚蓝两种火焰快速的旋转着，最后将整座修炼室当中浓郁的火属性能量疯狂汇聚，甚至隐隐在他头顶形成一个淡淡的能量漩涡。如此疯狂的吞吸能量，别说是内院的普通学员，就算是很多长老都不敢如此吞噬。毕竟这能量虽然庞大，可其中的火毒也并非可以无视。只不过火毒对于萧炎而言的确是可以无视，那对于旁人无比麻烦的火毒，在萧炎面前却是什么都算不上。在这般近乎鲸吞一般的修炼当中，短短7天的时间，萧炎的修为便是再度精进了一大截。一口气修炼7天之后，萧炎才离开天坟炼气塔，回到盘门当中暂时休息1天。休息这1天，除了适当的放松一下心情，陪陪轩之外，还要顺便了解一下盘门的情况。不过等到萧炎回到盘门的时候，便是看到一个粉雕玉琢的紫发女孩已经在盘门当中坐了一段时间了。看得出来，整个盘门当中除了轩儿之外，所有人对于这小丫头都是有些敬畏。你终于回来了，我要吃丹药。见到萧炎回来，紫妍很开心地扑了过去，结果却是扑了个空。他回头一看，便是看到萧炎已经抱住了他身边的轩儿。可恶啊，你一回来就欺负轩儿！紫妍叉着个腰，小脸上满是不爽。我跟我老婆亲热，你管这么多干什么？萧炎手指轻轻在他小脑袋上点了点，不等后者发火，几枚药丸却是被他丢到了紫妍的手里。见到这几枚药丸，紫妍原本一脸不爽的小脸瞬间变得喜笑颜开。嘿嘿，应该的，应该的。他笑嘻嘻地抓过一枚药丸吃下，入口香甜，还有十分浓郁的能量进入体内，令他小脸之上多了几分舒爽。怎么没有上次的那枚丹药效果好了？虽然很好吃，但他还是有些疑惑。上次给你的丹药是6品丹药，难不成还能给你当糖豆子吃吗？听到他的话，萧炎也是略微有些无语的敲了敲他的头。听到6品丹药4个字，虽然被萧炎敲了敲脑袋，但是紫妍还是笑嘻嘻的，没有丝毫的恼怒。他虽然性格大大咧咧的，但是也知道6品丹药是多珍贵的东西。如果不是苏千早跟自己说过萧炎的背景不一般，那他此刻必然是十分吃惊的。本姑娘也不白吃你的，今后有什么用得到我的地方，你尽管开口就是了。紫妍豪气的拍了拍自己平平无奇的胸膛，萧炎却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有些宠爱的揉了揉他的脑袋，这才将目光看向被自己搂着的轩儿。最近没出什么事情吧？听到萧炎的话，轩儿只是俏脸微红的摇了摇头，这才轻声笑道：没事，自从体验到天坟炼气塔的好处之后，大家现在都是很积极的往那里跑。那就好。听到轩儿的话，萧炎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目光扫过盘门众人，最后却是在林修崖身上停顿了片刻。你的手怎么了？萧炎望着林修崖的手臂，神色忽然有些阴沉。只见这家伙的手臂此刻竟然打着绷带，以后者大斗师的修为，除非是筋骨受到了重伤，否则怎么还至于打个绷带？
听到萧炎的询问，林修崖先是微微一愣，旋即脸上便是露出一抹尴尬的笑容。不等他开口，紫妍已经是抢先回答道：“他不小心摔了一下，就把手给摔断了。你说是吧，小林？”紫妍笑着看了一眼林修崖，又一脸乖巧的看向萧炎。他一个大斗师，能把手给摔断了？你在跟我开玩笑呢？萧炎嘴角微微抽搐，他此刻自然已经是看出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是这小丫头跑到盘门的地盘找自己的时候，刚好被林修崖碰到。看着这么可爱的小女孩，林修崖也是手贱的想要捏一捏她的脸蛋，结果就被后者小手一捏，当场把手捏断了。听到事情原委之后，萧炎也只能是来怜悯的看了一眼苦笑着的林修崖，最后丢给了对方一瓶疗伤丹药。今后你就暂时待在我这盘门吧，有时间我会经常帮你炼制一些药丸的。萧炎又揉了揉紫妍的脑袋，对方在听到药丸之后眼睛明亮，没有丝毫反抗的意思。望着这片天地几乎最为尊贵的魔兽血脉被自己如此轻松的拿捏，萧炎也是感到有些好笑。一行人在当天夜里简单聚了聚，第二天便是再度恢复到了那种日复一日的苦修当中。天坟炼气塔的效果自然是毋庸置疑的，在这种实力飞速提升的状态下，每个人都是难以拒绝。就比如萧炎，在没有了各种各样的后顾之忧之后，萧炎的修炼速度比起前世还要快了许多。在这般可怕的速度之下，短短1个月的时间里，他的修为便是如同坐火箭一般的，直接从1星斗灵达到了2星斗灵巅峰的程度。想必再有1个星期的时间，便是可以顺利晋升到3星斗灵。按照这样的速度，年底之前，他恐怕便是能够达到斗灵巅峰了。不过，在经过1个月的大肆挥霍之后，盘门的成员虽然各自都有了不小的进步，但他们在此刻却也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那便是火能不够用了。没有了火能，就意味着他们不能再借用天坟炼气塔那可怕无比的修炼速度了。这对已经尝到甜头的众人而言，可并非是一件好事。好在萧炎早有准备，这段时间里，盘门众人所积累的各种材料，已经是炼制出了大量的丹药。这些丹药的品级并不算高，全部都是2品、3品的层次，可其效果却都是颇为的稀奇。若是放在外界，或许并没有多大的价值，可在这内院当中，却是对于很多人有着致命的诱惑。冰心丹、洗髓寒灵液、驱散火毒、净化身体的良药。有了这2种丹药的配合，很多人原本修炼10天半个月之后，便是要休息一段时间来调整状态，但在使用了这2种丹药之后，便是可以将这种情况延长到3个月。这种效果对于很多强榜之上的强者都是有着巨大的诱惑。除此之外，萧炎还将青之火灵膏和素灵风丹的丹方也交给了韩显等一行人。这2种丹药，前者对于火属性功法修炼者有着绝佳效果，而后者则是对所有内院学员，甚至是一些长老都有着不小的吸引力。在这4种丹药售出的那一刻，整个内院都是燃起了巨大的反响，不光是一些学员，就连很多导师，甚至是长老，在此刻都是颇为的心动。就算是对于他们而言，这些丹药也是有着不小的帮助啊。随着这几种丹药的出手，盘门那原本已经开始枯竭的火能，在这一刻又开始迅速恢复起来，甚至变得更加壮大。虽然很多普通盘门成员所得到的火能并不多，但足够他们修炼使用，便已经是颇为令人欣喜的事情了。至于萧炎、韩显等炼药师手里的火能，则是再度飞快地积累起来。只可惜，以萧炎对于火能的消耗，即便是盘门分给他的一些火能都不太够用。好在他也没有完全指望盘门。李长老，这是冰心洗髓丹，1粒即可解决积累半年的火毒。王长老，这是火灵丹。萧炎的客户目标完全是内院的众多长老，这些老头的手中哪个不是积累了数千的火能？随便卖出1枚4品、5品的丹药，便是能够兑换到数百上千点火能。与之相比，盘门的火能的确是不多，因为萧炎与众多长老之间都经常有着交易和交情，因此盘门在这些时日当中，即便是有着极为丰厚的火能收入，也并未引起多少人的不满。即便是有人对此感到不满，甚至有少数几个跑到盘门的地盘上找事，可很快便是身上有几处部位被人打骨折，模样凄惨地回到了自己的地盘之上。直到这时，人们才惊异地发现，那盘门当中竟然还有着一个紫头发的小女孩。很多老生在看到这个小女孩之后，都是神色大变的赶紧离去。直到这时，盘门的众人才发现萧炎所带回来的这个小女孩是何等的可怕。就连很多足以在强榜之上排名前10的强者，在遇到紫妍之后，都是变得毕恭毕敬，笑呵呵地问候一声：“紫妍姐无恙否？”自此，紫妍的地位在盘门瞬间提高，被很多盘门新人当做了靠山一般。有了紫妍的坐镇，如今的盘门虽然平均实力并不算强，但在整个内院却也已经无人敢招惹。平稳的环境，充足的火能，令每一个盘门成员修为都是开始突飞猛进起来。转眼之间，盛夏已过，伴随着树叶泛黄，空气当中已经多了几分的冷意。而伴随着时间的飞快流逝，
众人的修为也是在以近乎每个月1星的修为飞快进步着。这般速度，直接是令很多内院的其他强者都是有些眼红。他们甚至很多人都有了加入盘门的想法。对于这些，萧炎倒是没有过多的理会，只是吩咐炼药师优先，其余的让薰儿等人自己看着办就好。在内院的众人如此的热火朝天之时，外院当中却是已经再度迎来了一批新生。眨眼之间，又是1年的时间过去了。伴随着新生入学，一名少年和少女也是在这段时间当中风尘仆仆地跟着众人来到了迦南学院。等到他们跟着若琳回到学院，看到那已经多了许多成熟气息的萧玉之时，两人的目光也是略微的有些呆滞。姐，你真的修炼到3星斗师了？萧宁一脸不可思议地望着萧玉，他这1年努力修炼，甚至借助着筑基灵液的帮助，到现在距离9段斗之气都是差了一步。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姐姐去年走的时候，好像还只是一个4星斗者吧。一旁的萧妹此刻也是十分羡慕与激动地看着萧玉，她年纪比萧宁小了1岁还要多，不过借助着筑基灵液和略胜一丝的天赋，今年也是侥幸达到了斗之气8段。在这一批新生当中，萧宁、萧妹的年纪算得上是最小的了。不过他们心中也是清楚，如果没有萧炎的帮助，他们在这个年纪根本就来不了迦南学院。望着两人那有些激动的目光，萧玉却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微微笑了笑。下一刻，4星斗师的气势全部爆发出来，令两人险些一屁股坐在地上。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萧宁、萧妹便是跟着萧玉好好的了解了一下这外院，而他们却是诡异的发现，外院这些家伙看向萧玉的目光竟然总是带着几分的敬畏。姐，他们为啥这么怕你啊？萧宁的心中不由得生出几分好奇。你错了，他们怕的并不是我，他们怕的是萧炎。萧玉轻轻笑着摇了摇头。萧宁和萧妹在此刻却是沉默了下来。萧炎的事情，他们在跟随若琳回来的路上也是有所耳闻。虽然当初在乌坦城就知道自己这家伙十分逆天了，可在来到迦南学院之后，他们才发现萧炎到底是走到了怎样的程度。这可是天才如云的迦南学院啊！可即使是在这里，萧炎也依旧是一骑绝尘，令那些来自大陆各地的天才都要仰望。听说他进入迦南学院不到1年的时间就已经是斗灵强者了，还将上一届进入内院的所有天才都收入麾下，更是带着围杀了拥有斗灵强者的佣兵团。这种种的事迹都是令人感到如同神话一般。而在他们为萧炎的事迹惊叹之余，又感到有些复杂的时候，天坟炼气塔的第8层当中，一直紧闭双眼的萧炎在这一刻却是缓缓睁开了眼睛。来到内院之后3个多月的时间，在天坟炼气塔那可怕的加速之下，萧炎的修为终于是达到了5星斗灵的层次。在突破5星斗灵的那一刻，萧炎甚至来不及欣喜，便是忽然感到手指之上的古岩界忽然颤抖了一下。当这古岩界当中传来一丝若有若无的灵魂波动的那一刻，萧炎嘴角的笑容先是微微一僵，旋即便是迅速扩大了几分。若是药老能够在此刻苏醒，那便是意味着他可以立刻前往天坟炼气塔的塔底，真正的收服陨落星岩了。而一旦收服了陨落星岩，他的力量也会发生一个极为可怕的蜕变，从而真正的有资格再度回归到斗气大陆强者的行列。想到这里，即便是以萧炎的心性，此刻也是不由得有些激动。当下他便是借着自己庞大的灵魂力量，朝着古岩界探索过去。在他的感知当中，那古岩界的中央显然是有着一道极为庞大的灵魂力量在轻微波动着，只不过此刻这灵魂之力却是依旧有些昏昏沉沉，看上去距离苏醒似乎还有着一段时间。再给我1个月的时间。似是感受到了萧炎的动静，那庞大灵魂力量传来一丝极为微弱的波动，紧接着便是不再理会萧炎。看得出来，药老现在还是睡得很迷糊。还有1个月的时间。闻言，萧炎也是微微一怔，心中默默计算了一下时间之后，嘴角渐渐勾起了一抹淡淡的笑容。既然还有1个月药老就要苏醒了，那自己在这天坟炼气塔所需要待的时间也就不多了。他现在之所以不敢直接下潜到岩浆海底，倒不是因为他拿陨落星岩的本源火种没有办法，而是拿那陨落星岩积累了成百上千年的庞大火焰没有办法。饶是他如今有着诸多手段，想要在这岩浆海洋当中与爆发起来连斗尊强者的封印都能破开的陨落星岩较劲，也唯有死路一条。毕竟如今只有斗灵实力的萧炎经不起这样的消耗，但是等药老苏醒过来之后，他那至少恢复到天境初期的灵魂力量却是足以堪比5星斗尊。如此实力，想要破开陨落星岩的确是轻松无比。除了这些之外，那岩浆海洋下方的天火尊者也是需要等着自己前去营救一番。不过那里的火蜥蜴族强者数量也不少，萧炎现在全力爆发之下，完全可以拼死一名斗宗初阶的强者，可是并不代表着他能够扛过大量堪比斗皇强者的围攻。而如今随着药老即将苏醒，这些都将不是问题。再修炼一段时间，然后便是可以回去直接炼制一枚3文清灵丹了。萧炎看了一眼还有500多火能的火能卡，
这次却是没有急着回去，而是闭上眼睛继续盘腿修炼了起来。如此又是过去了接近10天的时间，他的修为甚至距离6星斗灵都又近了几步。望着那已经难以令自己修炼1天的紫火金卡，萧炎也是不再犹豫，伸手将紫火金卡直接拔了出来，转身朝着天坟炼气塔的外界走去。萧炎学弟，是萧炎学弟啊！哟，萧炎老弟！一路之上，时不时有着内院强榜上的一些老学员和一些导师、长老冲着萧炎打招呼。能够得到如此的待遇，除了萧炎本身的实力和天赋都令这些人不愿得罪之外，萧炎的为人处事和那炼制丹药的水平也是令这些家伙不由得想要跟他处好关系。虽然萧炎卖的丹药都是颇为的不便宜，可毫无疑问，这些丹药的效果对于他们而言都是有着莫大的帮助，往往能够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萧炎也是笑盈盈的跟这些家伙打着招呼，直到回到盘门之后，才轻笑着抱住大半个月未曾见面的薰儿。萧炎哥哥，这次怎么修炼了这么长的时间？被萧炎这么抱着，薰儿也是早就已经习惯了，倒是并没有过多的反抗，只是轻轻贴在萧炎胸膛上，感受着对方的呼吸。忽然有所感悟，所以就多修炼了一会儿。嗅着少女身上散发的淡雅清香，萧炎心神便是一阵宁静。这清香他已经闻了几千年，可却是一直未曾闻够过。无论遇到怎样的难题，当闻到这香气的那一刻，他的内心都会因为这宛如青莲一般的气息变得无比平静。薰儿，再过半个月，我恐怕会变得很忙，大概率会短暂出去一趟，然后回来便是要前往天坟炼气塔下面闭关了。萧炎轻轻将下巴顶在薰儿额头上，轻声道：或许我们平静的日子马上就要有所改变了。等到他炼化了陨落心炎，大概率便是要真正的再度在斗气大陆上崭露头角了。听到萧炎的话语，薰儿脸上却是没有任何的不适，反倒是抬起头露出一抹温柔的笑容。萧炎哥哥的潜力，薰儿早就看出来了，这小小的迦南学院终归只是一个暂时的跳板而已，只要萧炎哥哥不嫌弃，薰儿便是会一直跟在萧炎哥哥的身边。听着小妮子的自言自语，萧炎嘴角也是露出一抹温纯的笑容，伸出手轻轻撩开那柔顺的青丝，目光略微有着炙热的盯着那精致的红唇之上，似是感受到萧炎的灼热目光，薰儿原本白皙的脸庞也是终于再度红润了起来，俏脸犹豫片刻，便是轻轻闭上了双眼，只是一双睫毛还在微微颤抖。望着这张渐渐长开、越发的倾国倾城的绝美容颜，萧炎嘴角勾起一抹笑容，正要低下头再度品尝，便是被一个大大咧咧的声音打断了。萧炎，你终于回来了，我的药丸早就吃完了，你再不回来，我可就要饿死在你们家了。话音落下，紫妍便是蹦蹦跳跳的甩着紫色的双马尾走了进来。当他看到那一对神色暧昧的年轻男女之时，也是微微一愣，旋即便是有些不好意思的用双手捂住了脸。哎呀，我没有打扰到你们吧？紫妍一边用白嫩小手捂着脸，但是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却是没有被遮挡住丝毫，反倒是一脸好奇的看着两人。被他这么盯着，薰儿早就已经睁开眼睛，当下俏脸变得更加红润，连忙站起身站在了萧炎的身边。呵呵，你说呢？自己的好事被打断，萧炎虽然没有多生气，但此刻也是黑着个脸，有些不好气的瞥了小丫头一眼。这个月没时间给你炼药丸了。听到这句话，紫妍原本还笑盈盈的小脸瞬间便是垮了下来，当下便是冲着萧炎发起了恶龙咆哮。不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呢？萧炎哥哥，你怎么可以这么残忍呢？萧炎，别逼我跪下来求你。对于紫妍的哀嚎，萧炎直接选择了无视，走到楼下之后，却是对着盘门众人吩咐了一声道：明天我会开炉炼丹，你们有兴趣的可以过来看一眼。这句话落下，很多盘门的成员当下便是变得神色炽热了起来，尤其是那些炼药师成员更是满脸的兴奋。观摩萧炎炼丹，对他们而言可是对于炼药术有着不小提升的机会。对于这些炼药师们而言，观看萧炎炼丹对于炼药术的提升速度可是不亚于在天坟炼气塔深处修炼的速度。倒是一旁的紫妍见到对萧炎的死缠烂打没有作用之后，便是连忙找到薰儿说情。萧炎自然也不会狠下心来真的不给这小丫头炼丹，当天晚上便是给她炼制了大量的药丸。这些药丸你要省着点吃，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可是没有时间帮你炼药了。听到萧炎的话，紫妍也是小鸡啄米一般的点着小脑袋，只是乌黑大眼睛当中却是有着些许的遗憾。哎，这家伙一闭关，自己胡吃海喝的日子就要一去不返了。对于这丫头的吐槽，萧炎回应他的只有一个清脆的脑瓜崩。到了第二天早上，等他出现在楼下的时候，已经有很多身穿炼药师长袍的家伙等在这里了。萧炎来到内院这3个多月的时间，武力值的传说还停留在当初进入内院的时候，但是其炼药术却是已经闻名整个内院。很多炼药师都是知道萧炎的炼药术十分强悍，连很多炼药系的长老都自愧不如。也正是这一点，令如今的内院根本没人愿意与他结仇。
15岁不到的年纪，便是令很多五品炼药师都自愧不如了。天晓得这少年未来会成为何等逆天的炼药师，尤其是很多来自中州的二代们，更是清楚这天赋是何等的可怕。恐怕就是在那中州丹塔，也是最为顶尖的天赋。这样的人，只要没有中途陨落，将来必然会成为斗气大陆金字塔最顶尖的那批人。对于众人围观的模样，萧炎倒是早已习以为常，他只是笑着走到一处空地之上，屈指一弹，一座品质不错的药鼎便是出现在他的面前。虽然手里已经有了寒风的万寿鼎，可想到魂殿与寒风的关系，他还是谨慎的，没有选择使用万寿鼎。不过他现在手中也有着大把的资源，弄一座好点的药鼎并非什么难事。掏出药鼎之后，萧炎也是没有犹豫，下一刻便是取出了一份份的药材。只见他屈指一弹，一道绚丽的火焰便是落在了药鼎当中。随着这道绚丽火焰的出现，四周的温度在这一刻也是瞬间增加。对于这一幕，众人并没有什么变化，反倒是都有些羡慕地看着萧炎手中的绚丽火焰。异火啊，这可是斗气大陆最为顶尖的神奇火焰，有了这东西，对人的好处是多方面的。比起普通学员的羡慕，那些炼药师们则是羡慕的几乎流出了口水。天晓得这东西对于炼药师有着怎样的吸引力。随着异火的温度不断的升高，萧炎也是不再犹豫，而是将一道道药材都丢到了药鼎当中。在这一刻，所有炼药师的目光便是从方才的羡慕骤然变得郑重无比，一个个都是聚精会神地看着萧炎炼药。对于他们而言，这可是个不可错过的绝佳机会。这番炼丹一炼便是7天的时间，7天的时间里，萧炎足足炼制了10几种丹药：三文清灵丹、紫星破障丹、冰破阵心丹、龙力丹。也幸亏现在无论是萧炎还是这些观摩的学员实力都不算差，最弱者也是达到了3品炼药师的水平，如此才能这般一观摩便是7天的时间。饶是如此，7天之后，众人的身上也是露出一抹浓郁的疲惫，可他们的眼神在这一刻却是变得越发的明亮。显然他们这7天的时间里收获不小。而反观萧炎，虽然足足炼制了7天的丹药，但每次仅仅休息2个时辰便是恢复过来，这种可怕的持续力也是令得很多人都感到瞠目结舌。炼制完这些丹药之后，他除了一枚三文清灵丹和紫星破障丹留给了轩儿之外，其余丹药便是直接留在了盘门当中，作为盘门未来给一些做出杰出贡献的强者的一些奖励。而盘门的众多炼药师在观摩了萧炎的炼药术之后，也是纷纷选择返回闭关，开始提升自己的炼药术。虽说萧炎只是偶尔会来指点一次，但他的每次指点都是一针见血，令盘门的众多炼药师提升得飞快。将这一切都处理完毕之后，萧炎也是终于不再犹豫，与薰儿相拥告别之后，便是朝着内院之外的无尽灵海冲去。在他的手指之上，古岩界这些时日出现灵魂波动的频率正在不断的增加，想来距离药老复苏的时日也是越来越近了。而药老堪称天境的灵魂力量，一旦复苏，恐怕会造成巨大的动静，那种动静怕是足以惊动整个黑角域。于是乎，萧炎在离开内院之后，便是朝着这近乎无边无际的灵海一路奔波，一路之上甚至遇到了多头魔兽的袭击。好在萧炎如今好歹算是拥有了斗灵级别的实力，各种手段施展下来，击杀一些5阶魔兽并非什么难事。在足足击杀了3头5阶魔兽，进行了3天的连续奔波之后，他已经离开了迦南学院足足上千里的距离。如此距离，哪怕是天境级别的灵魂力量也不会显得太过显眼，甚至就算有人感知到了，也难以在短时间之内赶来。到了此地之后，萧炎这才再度取出万寿鼎，再度炼制起三文清灵丹来。只不过这次的三文清灵丹却是完全不同于之前的炼制。寻常的三文清灵丹理论上有几率让大斗师提升足足2-3星的修为，让斗灵强者提升1到2星的修为的。就比如萧炎所炼制的三文清灵丹，那品质便是足以令轩儿都有着机会晋升足足3星的修为。寻常斗灵强者若是吃下，晋升2星修为的概率也是不小。但是萧炎却是不同于常人，他的焚诀早已进化到了地阶层次，斗气也是远比常人精纯，因此普通的三文清灵丹哪怕是1星的修为都是难以令他提升。所以萧炎这次要炼制的乃是一道比三文清灵丹更加强横的丹药，也可以说是萧炎重新推演出的一种强大配方。只不过这配方只适合于萧炎本人，换作旁人，即便是薰儿这种神品血脉也是难以炼化。而且这种丹药必须是3种异火一起炼制，普天之下除了萧炎似乎也没几个人能这么玩了。这种改进之后的丹药药方名为三文紫玄丹。三文紫玄丹不同于三文清灵丹，可以由3种火焰纹路来区分为3种品级。三文紫玄丹只有1种品级，那便是6品。而且这个6品丹药，就算是很多7品8品的炼药师也是未必能够炼制得出来，因为炼制这枚丹药的第一个条件便是拥有3种异火。
要知道，一种异火都是极为稀有的宝物了，很多炼药师一辈子都未必能够见到异火一次。而3种异火在斗气大陆当中，除了炎族、药族、魂族和古族之外，便是其他远古种族也未必能够拥有3种异火。其次，能够将3种异火如鱼得水的操控起来炼丹，对于控火水平的把握也是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层次。单是这一点，很多7品炼药师恐怕都要尝试多次。之所以只能位列6品系列，主要是这丹药对于斗皇及其以上的强者已经是毫无作用了。不过饶是如此，这丹药依旧堪称是3文清灵丹的加强版本。一枚3文子玄丹入腹，足以令寻常斗灵连续提升3星的实力，并且还会在对方晋升斗王之时提供巨大的帮助。而若是斗王强者服用，则是可以直接提升1星甚至2星的修为。单是这2样药效，这丹药的价值便是比斗灵丹还要更胜一筹。不过这种丹药因为是由3种异火炼制出来，其中的火属性能量实在太过狂暴，哪怕是紫妍那种强横的魔兽肉身想要服用都有着受伤的风险。而平常人的话，更是需要萧炎再为其配置一些辅助丹药才能吞服。不过这丹药对于萧炎本人来说却是完全可以生吃也不要紧，毕竟异火对于他而言从来不是什么威胁，而是补品。心中念及于此，萧炎也是不再犹豫。此刻的他正盘坐在一头4阶魔兽的洞府当中，身边那头4阶魔兽早就被他轻易降服，颤颤巍巍地蹲在山洞入口处给萧炎护法。有了这头4阶魔兽镇守洞府，萧炎也是可以放心炼制丹药，不用担心被打扰了。只见他屈指一弹，通体描绘着各种远古魔兽纹路的万兽鼎便是咚的一声落地。万兽鼎落地之后，萧炎也是没有丝毫的犹豫，屈指一弹，一道森白火焰便是从他指尖弹出，最后落入万兽鼎当中。虽然他的地眼种子当中仅只有一缕古灵冷火的本源，但这一缕本源催发出来的火焰也是足够他炼制一枚丹药了。随着修为的不断增加，萧炎的实力如今想要炼制一枚6品丹药也并非什么困难的事情了。毕竟虽然只有斗灵的修为，但他的灵魂力量却是堪比7品炼药师，而且对于炼药术的理解和对于火焰的掌控都是要帝都难以望其项背的。森白火焰出现之后，萧炎甚至没有丝毫的犹豫，屈指一弹，又是一彩色一蔚蓝2道火焰出现在药鼎当中。3种异火同时出现，刚要互相碰撞，便是被萧炎手掌一握，然后便是乖巧的再度融合在一起。而在这一刻，萧炎也是不再犹豫，迅速将一枚5阶魔兽的魔核丢了进去。这魔核落入万兽鼎之后，先是发出阵阵豪光，抵御着异火的煅烧，但是在萧炎的异火面前，一枚5阶魔核似乎并没有多少反抗的余地。仅半个小时之后，这道魔核便是被煅烧成了一团液体。将魔核成功融化之后，萧炎心念一动，分化出一道火焰丢到一旁，开始缓慢淬炼着魔核当中的杂质。手掌一挥，3道主药材再度落入药鼎当中。精灵果、紫妍草、玄天麻，3种主药材一落入药鼎当中之后，那绚丽的火焰便是将之包裹在一起。伴随着火焰的不断焚烧，3种主药材也是在不断的被提炼，最后被提炼成各种颜色的液体、粉末，然后在萧炎的操纵之下融入到魔核溶液当中。萧炎一心两用，一边分出部分心思继续烘烤着那团最为重要的药液，另一边则是将火焰分出数道，开始不停地提炼着各种辅药的精华。这是他重生以来第一次尽情地挥霍着自己的炼药术，这般场景便是很多7品炼药师见到了都要感到惊讶，但是对于萧炎而言，这却是没有任何的难度。以他纵横大千世界甚至一方宇宙的控火之术，就算是1心10用、1心100用也是轻而易举。他现在之所以极少炼制7品丹药，并非是他的水平不够，而仅只是因为体内的斗气还不够雄浑，支撑不了很多高阶丹药对于斗气的消耗。当然，萧炎若是把回气丹之类的丹药当成豆子吃，炼制7品丹药对他而言也并非难事，只是这样实在太过疲累。而且现在的他对于7品丹药似乎也并不需要太多。伴随着时间的一点一点流逝，诸多辅药的精华早已被萧炎不断地融入到那渐渐的丹药雏形当中。伴随着众多辅药的融入，那原本还是液体大小的丹药雏形，此刻早已化作一团比拳头略大的药丸雏形。当最后一道辅药精华融入其中，萧炎也是瞬间心念一动，原本绚丽无比的火焰再度一分为3，然后以一种3足鼎立的姿势将这枚雏丹包围起来。3种火焰分开的刹那，万兽鼎当中便是骤然出现了3种截然不同的温度。在这温度的骤变之下，雏丹当中的能量都开始变得不稳定了起来，隐隐有着爆开的风险。对于这般变化，萧炎依旧是面无表情，只见他冷哼一声，庞大的灵魂力量骤然镇压而下，令那雏丹当中的能量迅速调节到一个平衡点。而那3道异火此刻也是仿佛受到命令一般，忽然快速旋转起来。伴随着3种火焰的不断旋转，原本混乱的药鼎内部再度恢复到一个奇异的平衡状态。
唯有那拳头大小的雏丹在不断滴溜溜的旋转，然后在3种火焰的炙烤之下快速缩水。当这丹药变得只有乒乓球大小的时候，萧炎这才心念一动，大量火焰被他急速的从万寿鼎当中抽离，只剩下3道指头粗细的火焰小龙在其中盘旋。在其余火焰离去之后，3条火焰小龙便是迅速朝着那乒乓球大小的雏丹缠绕过去。吃，3种火焰缠绕之下，每一次旋转那丹药都发出不稳定的波动，但在萧炎的控制之下，却是没有丝毫爆裂开的迹象。单单是这一手对于火焰的控制和对于药理之间的平衡，便是足以令很多8品甚至9品炼药师见到都要目瞪口呆。而这对于萧炎而言，却并非什么难事。伴随着3条小火龙的缠绕，那雏丹的体积再度缩小。不过与此同时，那3条火龙的体积也是在不断的缩小。不知过了多久之后，古灵龙火所化的火龙第一个消失不见，而那丹药的表面却是已经出现了一条精美的火龙银纹。片刻之后，万寿灵火也是消失不见，化作了一条彩色龙纹。当海星焰化作一道蔚蓝色宛如水浪一般的龙纹之时，那乒乓球大小的雏丹彻底化作一道纹着3色纹路、龙眼大小的丹药。而在这龙眼大小的丹药出现的那一刻，原本颇为平静的万寿鼎当中，此刻却是有着磅礴能量迅速汇聚。眨眼之间，一道粗达1丈的紫色光柱在这一刻也是冲天起。轰隆！在这可怕的光柱之下，萧炎所隐匿的这座山头都是狠狠一颤，隐隐有着几道裂缝在山间浮现。至于萧炎头顶的岩石山洞，此刻更是被轰出了一个大洞，无数碎石纷纷落下，却是在靠近萧炎的那一刻被一道无形的力量抵挡而已。以萧炎如今的实力，若是硬要将那6品丹药成型的光柱挡住，或许会因此受到一些伤，但要将落在头顶的一些碎石驱散，却并非什么难事。丹药已经炼成了，也就没有待在这里的必要了。萧炎微微摇了摇头，手掌一吸，那3文子玄丹便是毫无反抗之力的被他吸入掌心。将这丹药吸入掌心之后，他随手收起万寿鼎，脚下火光一闪，便只剩下一道残影被巨石砸碎。至于萧炎本人，则是在短短1炷香的时间，便是出现在了数十里之外，只留下那原本镇守着山峰魔兽有些瑟瑟发抖的看着山洞里的动静。很快，萧炎便是再度找到了一处闭关之地，此地是一处颇为幽静的山谷，就是里面的猴子有些多。不过在萧炎将其4阶魔兽的首领一拳打得昏睡过去之后，这些猴子便是不再冲着萧炎叽叽喳喳了。见到这些魔兽老舍下来，萧炎也是不再理会，自顾自地找了一棵大树盘坐在了上方。纵然他的炼药术已经出神入化，但炼制一枚6品丹药对现在的他来说依旧是有着不小的消耗。炼制3文子玄丹几乎耗费了他1天1夜的时间，这般消耗已经足以令他的斗气消耗了过半。因此萧炎也是盘坐在一旁大枝干之上，默默恢复起了体内的状态。经过一整个白天的休息，他的状态再度恢复到巅峰状态。到了这一步，萧炎也是丝毫不再犹豫，随手取出那精美无比、上方有着3条火龙纹路的3文子玄丹，张口便是将这一枚丹药拍入口中。丹药一入腹，几乎是在瞬间化作极为庞大精纯的能量，在萧炎的4肢百骸当中游走起来。3种颜色完全不一样，但都是十分庞大的能量，带着炽热、冰冷的感觉在萧炎的经脉当中窜动。这些能量比起萧炎前世吞下的那枚3文清灵丹强了10倍不止，加上那其中极为可怕的火焰属性，即便是以萧炎的肉身之强，此刻都是出现了些许的损伤。他的经脉、血肉都在这3种能量的干扰之下出现了枯竭、焦灼。对于这般变化，萧炎却是面无表情，直接忽视了经脉血肉灼烧的痛楚。小腹气旋当中的炎神法身忽然站了出来，冷哼一声。下一刻，那原本还闹腾无比的3种能量便是瞬间变得老实本分起来。只见炎神法身体型已经如同婴儿大小，他张嘴一吸，那游离在萧炎体内的3道庞大能量便是一道又一道的被其吸入体内。当这些能量再度从炎神法身当中出来的时候，其中那可怕的火焰属性已经变得无比温顺，乖巧地进入到萧炎的经脉当中，任由萧炎驱使。萧炎嘴角这才略微露出一抹笑容，心神控制着这些能量在经脉当中游走。当这一道道庞大的能量在经脉当中游走，最后被转化为一道道精纯斗气，再度回到炎神法身体内的斗气海胆之时，那斗气海胆在这一刻也是开始微微颤抖起来。只见在那一道道庞大精纯斗气的灌注之下，那斗气海胆上的第5根尖刺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缩小。萧炎在晋升5星斗灵之后，本就在天坟炼气塔当中又修炼了半个月的时间，距离突破6星斗灵本就相差不远。而如今有了如此庞大的精纯斗气灌注，他的晋升速度更是变得飞快。只见短短1个时辰的时间，那第5根尖刺便是已经彻底的缩了回去。在这根尖刺完全缩回去的那一刻，斗气海胆与萧炎的身体都是微微一颤，眨眼间一道更为磅礴的气息便是再度释放。
这一刻，萧炎顺利晋级到了6星斗灵。只不过，作为足以堪比6品丹药的三文子玄丹，这枚丹药当中所蕴含的庞大能量是上等三文清灵丹的10倍都不止。如此庞大的能量，便是斗王强者都能提升不少的实力。哪怕萧炎的斗气比普通人雄浑了很多，但三文子玄丹当中的能量依旧是剩下了很多。面对如此庞大的能量，萧炎却是来者不拒。他的肉身本就极为强大，经脉宽阔坚韧，完全能够承受如此庞大的能量在体内长时间运行。而他体内又有着异火的淬炼，有着炎神法身的坐镇，更是丝毫不怕这些斗气是否会出现驳杂的情况。最后，萧炎的修为境界更是放在那里，他根本就不用担心自己晋升太快之后出现一些拿捏不住体内能量的情况。在这般情况之下，那磅礴的能量正在不断的被他疯狂的炼化，而他斗气海胆之上的第6根尖刺也是在快速缩小消融。一枚6品丹药蕴含的庞大能量，饶是萧炎也是足足花费了大半天的时间才完全的消化完。而当他将这枚三文子玄丹当中的庞大能量彻底炼化之后，他的修为已经从5星斗灵的中期直接跳到了7星斗灵的巅峰，距离突破8星斗灵也只差一步之遥。感受着体内越发澎湃的斗气，萧炎又分出一丝心神去观察古岩界当中的动静。虽然药老上次的波动已经过去了20多天，但显然现在的药老依旧没有真正的苏醒。不过虽然没有苏醒，但在萧炎的感知当中，一道极为庞大的灵魂波动正在古岩界当中不断的酝酿。当那可怕的灵魂力量现身的那一刻，不知道会弄出怎样巨大的动静。没有多想，萧炎也是再度闭上眼睛，取出几种可以加速修炼的丹药用上，然后开始再度修炼起来。此刻距离突破8星斗灵也只差一步之遥。等到药老苏醒之后，他便是要直接去猎捕陨落星炎了。虽然心中有着足够的把握，但陨落星炎毕竟不同于前2种异火，这家伙是真的诞生了灵智的异火，虽然智慧不高，却也并非凡物，自然是修为越高一点越稳一点。所谓狮子搏兔，一用全力便是这个道理。在萧炎闭目修炼的这段时间里，黑角域当中却是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黑角域，丰城，这座曾经堪称黑角域最为繁华的城市之一的大城，最近一段时间却是变得有些混乱了起来。一切的一切都指向了一个矛头，那便是丰城的主人，那位名震黑角域的6品巅峰炼药师寒风，已经消失了快要1年的时间了。在黑角域这种混乱的地方，即便是寒风这种顶尖强者，虽然陨落的概率很小，却也并非不能排除。接近1年的时间不曾出现，无论是何人在听闻这种消息之后，都难免会不由得猜测起来。而没有了这位领头羊的坐镇，原本还算团结和睦的丰城也是开始越发的躁动不安了起来。黑角域的这些家伙，说到底都是一些唯利是图的人，原本有着寒风的镇压，他们还不敢有什么大动作，但随着寒风迟迟不出现，他们也是对于丰城这块大蛋糕有了觊觎之心。现在的他们只需要一个寒风陨落的真实消息，便是可以在顷刻间掀起滔天的杀戮。而今天，这位不速之客也是终于将寒风陨落的消息公布于众。傲护法，魂殿的天级护法之一，魔羽尊者的贴身护从，在魂殿分殿被萧炎灭掉之后不久，他便是被魔羽千里迢迢地派到了黑角域调查寒风的死因。没有办法，即便是以魂殿的实力，在那灾难的现场都是未曾发现什么凶手的痕迹。他们唯一能够调查到的，便是那木谷老人所说的那个假弟子，当年的帮着魂殿袭杀药尊者药尘的家伙寒风，在这座分殿被毁掉之前也曾经在那里。傲护法这次的任务，一是确定寒风的生死，二便是如果寒风死了，那便找到他的死因与这件事还有没有什么联系，第3件才是顺手收集一些灵魂。不过他在来到这黑角域的封城之后，很快便是发现了寒风并不在此处，结合种种推测，他几乎100%的确定了寒风已经死了。只是凶手到底是谁，他此刻也依旧是难以猜测出来。不过这些倒也无所谓了，即便是查探不出来，对他的影响也并不算大。他现在更想要的，则是多收集一些灵魂体。于是乎，在出现在封城之后，他当即便是对封城的各方势力宣布寒风已经死了。至于寒风是怎么死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在封城的众人清楚寒风已经死了以后，整个封城甚至其周围的大片领地都很快便是展开了大规模的厮杀。一位斗宗强者说寒风死了，那应该是真的死了。这块大蛋糕可不只是寒风的那些老部下所觊觎的，那些封城周围的势力同样对此地垂涎3尺。结，杀吧杀吧，你们死的越多，本座收集的灵魂也就越发的强大。傲护法站在封城的天空之上，手中拿着一道通体缠绕着漆黑火焰纹路的钵盂，眼中露出一抹残忍的笑意。魂殿虽然强大，可也不能正大光明的到处杀戮收集灵魂，如此一来也难免会遭到整个大陆的围攻和忌惮。不过若是用上这些小手段，那便是没人会追问，也不敢追问了。
在奥护法三言两语将丰城及其周围的势力挑拨的杀戮四起的几天时间里，一直盘坐在那峡谷当中的萧炎，在这一刻却是骤然睁开了双眼。在齐炎神法身的体内，那只剩下不到3道尖刺的斗气海胆再度一颤，倒数第3根尖刺在经过足足7天的修炼之后，也是完全消失。而这一刻，萧炎的修为也是骤然突破，迈入到了8星斗灵的层次。在萧炎突破到8星斗灵之后不久，或许是受到了萧炎的触动，那一直躲在古岩界当中越发庞大的灵魂力量，在此刻也是终于狠狠的一颤。下一刻，一道如渊似海的庞大灵魂波动便是从古岩界之上传来，这道灵魂力量直接越过萧炎的本身，然后其气息便是以一个无比可怕的速度迅速蔓延开来，100丈1000丈，眨眼之间便是掠过了百里千里的遥远距离。顷刻之间，直径数千里的浩瀚土地都在这庞大灵魂力量的覆盖之下，那浩瀚如同天穹的威严，哪怕没有丝毫的动怒之意，在这一刻也是令这灵魂威压覆盖当中的生灵都开始瑟瑟发抖了起来。至于萧炎所在的这处山谷当中的那些猴子，此刻更是一个个吓得直接匍匐在地，目光惊惧地望着萧炎所在的方向。在那里，一道1尺大小、通体晶莹的人影缓缓地从古岩界当中走了出来。几步之后，这道人影已经是恢复到了正常大小。而当萧炎感受到对方身上那磅礴的灵魂气息之后，一张年轻脸庞之上也终于是露出了一抹喜色。恭喜老师，灵魂力量突破到了天境中期。哈哈，真是没有想到，我药尘竟然还能有今天。药老站在天空之上，此刻他的灵魂已经与实体近乎看不出什么差距，那浩瀚如海的灵魂力量随着他的大笑在天地之间荡漾。而几乎是在药老力量爆发之后，这片浩瀚地狱内的诸多强者此刻也是一个个都神色惊骇地看着药老所在的方向。很多被笼罩在药老灵魂波动范围当中的下至凡人蝼蚁，上至一些斗皇强者、7阶魔兽，此刻都是颤颤巍巍，对待那个方向的目光简直是宛如面对神灵一般。他们放在这西北大陆也都能算是颇为庞大的生灵了，可在这般浩瀚的灵魂力量面前，却是感到自己是如此的渺小。而在这范围之外的众多生灵，也是能够模糊地感受到一道令自己灵魂站立的浩瀚气息在某个方向升腾而起。迦南学院当中，苏谦一个闪身便是直接来到了学院的天空上方。与他一同前来的，除了火长老等几个灵魂强大者之外，竟然连藏经阁当中的千百二老都在这一刻走了出来。望着这2人出现，就连苏谦此刻都是无比的诧异。至于其他长老，更是连忙拱手行礼。这般可怕的灵魂波动，到底是何方神圣？千木神色有些凝重，并没有太过在意其他人的行礼。我感觉这道气息的强悍程度，恐怕要比院长还要强大。一旁的百列此刻也是颇为忌惮地看着那个方向，忍不住问道：“要不要把老头子叫回来？”听到百列的话，千木却是微微摇了摇头。我感到这道气息虽然浩瀚庞大，但并没有什么邪意，或许只是某个与院长一级的强者突破了吧。这样的存在，若是诚心要灭了我迦南学院，或许我们也并没有多少反抗的余力，至少在院长赶回来之前就要被屠戮了。听到这2个老家伙的话语，苏谦有些目瞪口呆，而其他人则是更加的骇然。与此同时，丰城上空，那奥护法近些时日心情倒是颇为的不错。面对丰城这块大蛋糕，很多斗王乃至斗皇级别的势力都是虎视眈眈。丰城这些时日以来几乎是血流成河，每天都有斗王级别的强者陨落，至于更弱一些的，则是死了不知道多少。虽然这些灵魂体都算不上强大，可是积少成多之下，倒也是一道不错的功绩。就在奥护法惬意地使用着那神秘黑波吞吸着那些灵魂体的时候，一道浩瀚无比的灵魂气息却是从远处传来。虽然奥护法所在的方位已经脱离了那可怕灵魂气息的爆发范围，可是那浩瀚如海的气息依旧是令他原本笑盈盈的脸庞骤然一僵，旋即一双眼睛便是瞪得滚圆。这道庞大的灵魂力量是天境灵魂。奥护法眼中先是爆发出无穷的金光，紧接着便是露出无尽的忌惮与惧怕。魂殿虽然对于灵魂体无比的贪婪，可天境层次的灵魂可不是他这种小鱼小虾有资格去围猎的。到了这种层次，单凭灵魂力量都可以轻易拍死寻常斗尊，更何况他一个小小的魂殿护法。而且这还是对方没有肉身的情况下，若是这位天境灵魂的强者还存在着肉身，那便是只有魂殿的几位殿主才有希望对付这种层次的强者了。要知道，一旦灵魂力量达到天境，距离那个大陆巅峰的圣境也只差一些机缘了。又或者这位存在本身就是一位圣者也不一定。想到这里，奥护法心中更是无比的骇然。这种层次的强者便是放在中州都是最为顶尖的存在，个个神龙见首不见尾，没想到在这小小的西北大陆竟然还有这样一位存在。等等，这家伙会不会与之前分店被毁的事情有关？奥护法忽然身体微微一僵，
看向那天境灵魂爆发的方向，眼中惊惧之色更浓。罢了，这样的存在可不是我一个小小的护法能够惹得起的，我还是赶紧去找魔羽天尊汇报情况吧。这样的存在，就算是魔羽天尊也招惹不起吧。想到这里，傲护法也是顾不得下方那些厮杀的强者，脚步一踏，以最快的速度朝着那处分殿的方向疾驰而去。可以说，药老的恢复已经惊动了直径万里之内的所有强者。所幸以西北大陆的强者密度，这万里之内连一位斗尊强者都没有。至于斗宗一级的强者，也并没有什么胆子敢前来观察。强者都是颇为重视自己的隐私的，或许对方略微反感，便是能将他们直接抹杀了。在这所有生灵都在惊骇的同时，药老那庞大的灵魂力量终于迅速收回，最后才笑眯眯地摸了摸自己的胡子。当他再度看向萧炎的时候，眼神却是变得无比的柔和。好徒儿，多亏了你。药老嘴角带着笑容，那比他陨落之前还要强横了许多的灵魂力量，让他此刻充满了活力。而这一切都是来自面前这个宛如开挂一般的便宜弟子，这都是弟子该做的。萧炎看着药老也是满怀笑意，这次重生以后，药老终于是没有再跟着自己受了这么多劳碌，甚至还跟着自己享了不少福。一想到前世的药老被自己累得多次灵魂力量几乎耗尽，甚至被魂殿抓取折磨了一段时间，萧炎只觉得这些还远远不够。老师能够恢复完整的灵魂力量，甚至更进一步的突破到天境中期，想必以老师如今的实力，遇到半圣之下的强者应该都不会忌惮多少了吧。萧炎笑盈盈地说道。而听到萧炎的话语之后，药老也是微微一怔，当即也是无奈地苦笑了一下。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啊。不错，以我如今的灵魂力量，半圣之下的强者对我再无威胁可言，除非是围攻。虽然灵魂力量已经完全恢复，甚至还更进一步，可当自己的底细被萧炎看得如此清楚之后，药老心中那本想人前险胜的爽感在这一刻顿时荡然无存。而萧炎似是看出了药老脸上的无奈，当下也只是微微笑了笑。老师若是想要人前险胜的话，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让您体验一把了。胡说，老夫岂是那种喜欢在别人面前显威风的人。药老神色严肃，萧炎却只感到有些好笑。对于天境灵魂到底分为怎样的层次，萧炎实在是太清楚不过了。前世他天境大圆满的时候，灵魂力量大概堪比2星斗圣的战力，而天境后期则是大概相当于半圣到半圣巅峰左右的战力，而天境中期则是相当于斗尊9转左右。随着灵魂力量的不断积累，灵魂力量也是会不断的从1转战力直到9转巅峰。天境初期大概相当于5星斗尊到9星斗尊之间，如药老如今的灵魂力量便是达到初步堪比9转斗尊第1转。不过虽然如此，但若是有萧炎操纵药老的灵魂力量来战斗的话，半圣之下的确无人能够奈何得了他们师徒2人。不过没有肉身的承载，这灵魂力量固然是无比的强大，可终究不如拥有肉身的强者更加持久。等将西北大陆的事情处理完了，我也该立刻前往中州，帮老师找一个真正强大的肉身了。萧炎轻轻摇了摇头，这才笑着看向药老道：既然老师已经完全恢复了，那我们便前往内院，将陨落星炎真正的炼化了吧。说到这里，萧炎的眼中都是多了一些迫不及待。这第3种异火对他而言也实在是太过重要了，一旦炼化了陨落星炎，他将真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听到萧炎的话，药老的神色也是终于变得严肃了些许，轻轻点了点头，身体一钻，便是再度回到了古岩界当中。不过下一刻，极为澎湃的灵魂力量便是从萧炎体内涌出。感受着体内那磅礴的灵魂力量，萧炎嘴角也是泛起一抹笑容。只见他脚步一踏，眨眼之间便是已经到了100里之外。这堪比斗尊巅峰的力量，的确是令人有些陶醉。短短片刻，萧炎便是出现在了距离内院不远的地方。而到了此刻，药老的灵魂力量才缓缓退去。在药老灵魂力量退去的那一瞬间，萧炎体内斗气却是再度爆发，脚尖在树枝上轻点，便是再度化作残影进入迦南学院。论起速度，他现在也不逊色于寻常斗宗强者。仅仅几个呼吸的时间，他便是已经出现在了内院的边缘，再度3个闪身，在内院的建筑上留下3道残影之后，他便是出现在了盘门当中。回到盘门，他只是与虚儿温存了片刻，再将盘门后续的事情安排完毕，又给紫妍留下一些药丸之后，萧炎的身影便是很快出现在了苏谦的小院当中。大长老，我想我已经可以尝试解决陨落星炎的问题了。一走进苏谦的院落，萧炎便是开门见山的笑道。这让本来笑意盈盈的要接待萧炎的苏谦神色微变，旋即便是变得有些激动了起来。你说的是真的？苏谦脸上几乎是出现了狂喜之色。陨落星炎是内院修行的根本，无数年来为内院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堪称修炼的作弊器。但同样的，这道火焰在寻常学员不知道的情况下，给内院长老们造成了诸多的困扰。尤其是苏谦这个现任大长老，
几乎是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陨落星岩的动静，生怕一不合适，这一火当中的可怕威能就彻底爆发了。不错，只要大长老让我进入到天焚炼气塔当中，我便是可以立刻开始着手解决陨落星岩的问题。萧炎淡淡的笑道：“不需要什么准备，不需要什么准备，我师门的人已经帮我准备好了。”萧炎笑着摇了摇头。而苏谦在听到这句话之后，呼吸显然也是更加急促了几分。他仅仅犹豫了片刻，便是果断的点了点头。既然如此，那你就跟我来吧。说罢，他也是雷厉风行的带着萧炎朝着天焚炼气塔的方向走了过去。虽然对于萧炎这年轻的有些过分的脸庞有些懵逼，但想起这小子能够以这个年纪就拥有如此成就，苏谦还是选择了相信萧炎。从逻辑上判断，他也是不相信面前这个少年会拿自己的生死去开玩笑。大长老，大长老！一路之上，很多导师和长老在见到苏谦之后都是笑着拱手，直到两人来到那第10层之后，那名负责镇守最下方的长老在看见两人之后，脸上才露出一抹愕然之色。苏谦来这里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毕竟他是内院大长老，几乎是全权负责内院的事情，对于陨落星岩自然是无比的上心。可萧炎虽然是绝世天才，但现在终究好像只是一个斗灵吧，怎么就这么跟过来了呢？难不成大长老要提前动用星火淬体，帮助萧炎完成斗王的铺垫？就在这名长老头脑中浮现诸多想法之际，苏谦却是神色严肃地说道：“打开封印。”话音落下，那长老先是笑着点了点头，然后才忽然反应过来，有些茫然地看着苏谦：“大长老，您说什么？”“我说让开，我要打开封印，让萧炎进去。”苏谦脸上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此事关系重大，他可开不起这个玩笑。至于打开封印之后将对内院造成怎样的影响，萧炎进去之后又会遇到怎样的危险，他都是提前与萧炎说了个明白。然而对于他的种种担忧，萧炎却都只是淡淡的一笑，示意苏谦放心便是。得到萧炎如此回答，苏谦虽然心中无比困惑，但此刻只能是轻轻点了点头。那名长老在听到苏谦的命令之后，先是出现了片刻的懵逼，但在见到苏谦那严肃无比的表情之后，尽管心中有着无数困惑，此刻却也不敢多问。在迦南学院当中，寻常长老与苏谦这个大长老的地位差距还是很大的，毕竟普通长老也只有斗王修为而已，而苏谦却是货真价实的斗宗强者。当下他也只能是后退了几步，浑身斗气爆发，将自己的身体护住。这封印可是院长亲手布置的，一旦打开，其中所溢散出的能量都令他需要注意防护。至于萧炎，就算他再天才也得很难受吧。此刻的苏谦和萧炎自然不知道这位长老的满肚子牢骚和疑惑，只见苏谦双手之间快速出现了一个个奇异的印结，而在这道印结之下，那道位于天焚炼气塔当中的强大封印在此刻也是微微颤抖了起来。开！片刻之后，苏谦低喝一声，只见那坚固无比的空间封印瞬间便是裂开了一道1人多长的裂缝。在这裂缝出现的瞬间，磅礴的火属性能量便是在这一刻如同小型火山一般喷发出来，令整个天焚炼气塔都是微微一颤。那无比炽热的温度直接令那斗王长老微微眯起了眼睛。不过此刻的他虽然全身斗气都在抵御这股热浪，眼神却是盯在了萧炎的身上。不过他的目光仅仅停留了片刻，便是骤然一缩，只见萧炎体表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层绚丽的彩色火焰，在这绚丽火焰的护持之下，那可怕的火属性能量竟然对他未曾造成丝毫的影响。裂！就在这长老惊愕的瞬间，一道可怕的嘶鸣却是在那封印下方的岩浆海洋当中爆发出来，下一刻便是似乎有着什么东西要从中冲出一般。听到这道声音，不但是那长老神色大变，就连苏谦都是忍不住脸色微变。萧炎，快！10期之内不能进入封印，那陨落星岩就要冲出来了。苏谦神色凝重，一旦让陨落星岩冲出这封印，对于迦南学院而言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听到苏谦的话语，萧炎也是不再犹豫，只见他脚步在地面微微一蹬，下一刻便是在那名长老骇然的目光当中跳进了那道封印裂口当中。大长老，您这不是让他送死去吗？这名长老有些懵逼地看着苏谦，那可是陨落星岩啊，而且是积累了数百年岁月，有着庞大能量的陨落星岩。就算是苏谦对上这陨落星岩，都有着落败甚至陨落的危险。这萧炎再如何逆天，还能在陨落星岩的手中活命不成？对于他的质疑，苏谦却是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手中印结飞速变化，连忙修复着那道封印的裂口。只不过在修复着封印的同时，他的目光也是在死死地盯着萧炎。只见萧炎在跳进封印之后，身形便是化作一道直线，朝着下方的岩浆海洋迅速坠落过去。与此同时，那赤红的岩浆海洋下方此刻却是开始剧烈荡漾，仿佛有着什么庞然大物就要从中涌现。那岩浆海洋下方若隐若现的庞大身影，
即便是苏千看着都不由得生出了几分寒意。在如此涌动了2息的时间之后，伴随着萧炎越发的接近，那岩浆之下的庞然大物在此刻终于是骤然跃出。那时，一道几乎看不见的无形火蟒，但其庞大的身躯却是令周围的岩浆被挤开、炸裂。而在苏千这等强者的眼中，自然还是能够看得出此物的本体是何模样的。此刻，这条长达100丈的无色巨蟒正张开大嘴，朝着萧炎狠狠地咬了过去。一旦被此物吞下，苏千真是想不出来萧炎要怎样才能应对。不过，就在苏千眼中的萧炎即将落入那无形巨蟒口中的前一刻，一道更加庞大的无形力量却是令下方的数百丈的岩浆海洋都是凭空下降了3尺之深。紧接着，苏千便是看到萧炎左手虚握，然后那无形火芒便是仿佛被什么东西一把抓住了一般，最后被极为暴力的再度按了回去。咚！伴随着数十丈的岩浆浪花掀起，萧炎的身形已经消失在了苏千的视线当中，与之一起消失不见的自然是陨落星岩那庞大的火焰躯体。不过虽然消失不见了，可那下方的岩浆海洋却是并未立刻平息，而是仿佛有着2道庞然大物在其中搏斗一般，时不时便是有着10几丈高的浪潮掀起。这种波动足足持续了半炷香的时间，那原本宛如海啸一般的岩浆海洋才再度恢复了些许的平静。炽热的天坟炼气塔底层当中，那名斗王长老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在看到大长老脸上同样有些懵逼的表情之后，他最终识趣的没有再多问什么。唯有一旁观看的苏千此刻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今天的事情可真多啊！那位灵魂力量令我都感到战力的超级强者气息才消失不久，萧炎这小子就又给我来了这样惊人的一幕。苏千沉默半晌，终于是轻轻叹出一口气，脑海中回想起萧炎那竟然足以将陨落星岩都镇压的可怕无形力量，正要摇头，却是仿佛将信息串联起来了一半，苍老身躯骤然僵硬了起来。灵魂力量，无形力量，那位强者才现身不久，萧炎就直接找了上来。苏千目光死死地盯着那逐渐平静的岩浆海面，脑海当中无数信息重新组合排列，最后双眼当中露出一抹骇然之色。莫非今天那道庞大灵魂力量的主人就是萧炎背后的那位神秘老师吗？这位强者的实力恐怕再弱也不会弱于院长，甚至有可能比院长还要强上一些。想到这里，苏千更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热气。难怪这萧炎年纪轻轻就能拥有如此成就，哪怕他天赋再高，没有一个超级强者的教导，也是难以在这个年纪走到这一步吧。原本以为他的老师或许是一位7品炼药师，甚至有可能是某位8品炼药师，如今看来，他这位神秘老师的真实身份或许是在8品炼药师当中都达到巅峰的层次了。难道是丹塔的某位巨头，或是隐藏的大佬不成？苏千穷尽自己的想象力，也没敢继续往下想，因为再往前一步，那个级别的炼药师实在是距离自己的世界太过遥远了。今天这里发生的事情，只需你一人知道便是，万万不可再跟别人多说。等到苏千心神彻底平静下来的时候，那下方的岩浆海面此刻都是已经风平浪静。他深吸一口气，叮嘱了一下那名长老，神色无比的郑重。是，大长老。被苏千如此郑重的吩咐，那长老也是明白事情的重要性，当下甚至不敢多问，只能是连忙点头。看好这里，一旦发生任何风吹草动，立刻向我汇报。记住，这件事或许会影响到整个迦南学院的未来。苏千最后深深地看了一眼岩浆海洋，这才身形一颤，缓缓消失在天坟炼气塔当中。无边赤红的世界里，时不时有岩浆翻滚的声音响起，在这升腾的赤红海洋下方，大概100丈多一些的位置当中，一头长达100丈的无形火蟒，此刻却是拼命挣扎。只不过，任由它如何的挣扎，却也是徒劳无用。在这庞大火蟒的体表，一条条森白火焰化作的修长锁链正将它牢牢地捆住，任由它如何翻滚，却也挣脱不了古灵冷火的束缚。如今的药老早已今非昔比，陨落星岩全力爆发的力量的确是十分可怕，就连斗尊强者也不能无视。但如今药老的灵魂力量却是达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程度，在这样磅礴的灵魂力量之下，哪怕是陨落星岩也唯有被镇压的下场。这个家伙已经服手了，你可以出手去炼化他了。萧炎身边，药老笑盈盈地站在岩浆海洋当中，一道道森白的古灵冷火从他的体内蔓延出来，最后轻松地将那无形火蟒给束缚。听到药老的声音，萧炎的眼中也是露出了一缕金芒，看向陨落星岩的眼中也是多了一抹笑容。既然如此，那便辛苦老师帮我再缠一会儿这陨落星岩了。萧炎微微一笑，脚步一踏，无视周围庞大的岩浆压力，开始朝着陨落星岩的方向走了过去。在他走出的那一刻，其体表的绚丽火焰便是化作一层薄薄的火焰薄膜，将他的身体轻松地保护起来。以斗灵的实力在岩浆海洋当中游走，这若是被其他斗灵强者看到了，恐怕眼珠子都会瞪出来。虽然很多斗灵强者也是初步拥有了进入岩浆的实力了，
但他们那看似不少的斗气，在这般可怕的高温之下，消耗速度会何等之快？寻常斗灵强者能够在这岩浆当中坚持1炷香的时间，便已经是十分不容易了。就算是斗王，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也是不敢多待。不过萧炎与这些人自然是不同的，以他如今8星斗灵的实力，加上斗气的精纯程度和焚诀的强大，他的斗气比起真正的斗王已经相差无几。而他能够在这岩浆世界长期活动的依仗，还是要依赖于他对于火焰，甚至是火属性能量那可怕的掌控力。寻常强者哪怕拥有异火，也需要操心的分出部分心神来控制异火。可萧炎不同，到了他这一步，对火焰大道已经近乎悟透，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驾驭火焰，他是火焰当中的神灵。绚丽火焰紧紧地依附在体表，轻易地将岩浆当中的高温隔离过去。萧炎几个游动，便是已经出现在陨落星岩那庞大的无形躯体面前。烈！见到萧炎游到自己面前，陨落星岩发出一声愤怒的嘶鸣，可这嘶鸣的深处却是带着一种深深的畏惧。虽然药老的力量更加庞大，可也只是在力量上能够压过他而已。而面前这个看似弱小了许多的人类，给他的却是一种本质上的压迫感。那种感觉或许就像是一些普通魔兽遇到紫炎这个太虚古龙的王族血脉一般，是一种本质上的压迫。事实证明，陨落星岩的感觉并没有错。望着面前这庞大的无形火焰，萧炎眼中露出一抹缅怀之色。前世的时候，就是这个家伙困得自己师徒九死一生，没想到这一世竟然被自己跟药老如此轻易地玩弄于股掌之间。可惜了，这次没有把彩铃带过来。萧炎笑着摇了摇头，想起某个高傲冷艳的女王，嘴角却是露出一抹笑意。快了，等把你这家伙炼化了，我也差不多是时候去找彩铃了。萧炎嘴角露出一抹笑容，下一刻，他右手之上的绚丽火焰骤然升腾起来，隐隐有着一种奇异的韵味浮现。在这神奇韵味出现的那一刻，不但是陨落星岩无比忌惮，就连药老手中的古灵冷火都是微微颤抖起来。这是……不远处的药老望着这一幕，也是有些目瞪口呆。虽然萧炎的星翼火势融合了万兽灵火和海星焰2种火焰，论其本质应该比陨落星岩强上一些，甚至可能比古灵冷火还要强上一分，但总不可能因为一点小小的气势就让古灵冷火都感到畏惧吧。他隐隐感觉到那种神奇的韵味并非是那一火本身所拥有的，而是因为萧炎的操纵才令那一火有了这样的韵味。他自然不知道，这种东西唯有到了地境才有资格初步的探索，甚至很多圣品天至尊也只能算是初窥路径。这种神奇的韵味名为道，触摸了大道，便是开始逐步掌握了世界的本质，开始真正的由人向着神来转变。萧炎就是因为掌握了火焰大道，才真正的迈入主宰之境，成为真正的神奇。此刻，在这种火焰本质力量的增幅之下，萧炎手中的地眼种子火焰正在释放着一种神奇无比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于人类而言，或许只是威力增加了许多，但对于火焰而言，那便是会被大大的克制。尤其是当这种火焰本身就超过对方的那一刻，更是会造成一个极为可怕的压制。只见萧炎化掌为刀，对着那庞大的无形火蟒轻轻一划，下一刻，一道1人之高的裂缝便是从陨落星岩的身上出现。不等他一声悲鸣，萧炎已经一步踏出，走到了陨落星岩的体内。四周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无形火焰，若是寻常强者落入其中，先不说那可怕的星火之力，就是这一火本身可怕的温度，都是足以令他们坚持不了1时3刻。而萧炎在走进其中之后，这些无形火焰却仿佛遇到了什么极为可怕的东西一般，纷纷后退到一旁。对于陨落星岩的忌惮，萧炎心中倒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只见他双目当中忽然有着绚丽的火焰跳动，原本无形的陨落星岩，此刻却是在他的眼中无比的清晰。虽然依旧是一片赤红的世界，不过那周围的陨落星岩却是被直接过滤开来。顿时，一团巴掌大小，有些偏向乳白色的火焰小蛇正不断的闪动着，小蛇眼瞳中充斥着无形火焰，眼珠转动间看上去颇为灵动。很明显，这个小蛇具有灵智。而在萧炎注视火焰小蛇时，后者似乎也是发现了他，一双蛇瞳露出惊惧的同时，又爆发出了可怕的凶芒。看这模样，似乎是要与萧炎拼命了。姐姐，你这家伙又被我找到了一次。萧炎咧嘴一笑，脚下一缕火焰闪过，下一刻却是已经出现在了那火焰小蛇的面前。也只有距离接近之后，才能真正的看到这小蛇的色泽，原来是带着一道淡淡的乳白之色。当萧炎身形出现的那一刻，那小蛇便是发出一声畏惧的嘶鸣，下一刻身形便是想要赶紧扭动离开。只是萧炎前世都能将它炼化，这一世又怎么会出现多大的问题？只见萧炎右手之上绚丽火焰开始再度暴涨，眨眼间便是化作了5条火焰锁链，朝着那乳白小蛇爆射而去。5条火焰锁链缠绕之间，令那小蛇发出道道嘶鸣，可却是无济于事。他不停地逃跑，却发现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如此过了片刻之后，
陨落星岩的本源火种却是绝望地发现自己已经落到了一处火焰牢笼当中。这火焰牢笼看似单薄，可任由他如何的冲撞，都是难以冲出这可怕的牢笼。而随着萧炎的手掌渐渐握紧，那火焰牢笼正在不断的压缩，最后化作一道巴掌大小的绚丽火球回到萧炎的掌心之间。感受着火球当中那不断挣扎，甚至在不断求饶的陨落星岩，萧炎的脸上却是没有任何的怜悯之色。只见他五指微微屈伸，5条更加细小的绚丽火焰锁链便是再度涌入这火焰牢笼当中。吃，5条火焰锁链一进入其中，便是如同毒蛇一般狠狠地插入陨落星岩的体内。随着那些火焰锁链的插入，陨落星岩发出一声凄厉的嘶鸣，似是想要疯狂地摆脱这种侵袭，可他却无力地发现自己没有丝毫反抗的力量。在这一道道火焰的侵蚀之下，他的意识正在迅速开始变得模糊起来。那经历了数百年所侥幸诞生的一缕灵智，此刻正在被萧炎迅速的抹除。而在感受到这种侵蚀之后，陨落星岩也是发出了最后的哀求。可惜，对于这种哀求，对于萧炎而言却是没有半点的影响力。只见那绚丽火焰当中不断的释放出一种可怕的威压，然后开始迅速的侵袭起陨落星岩的灵智。比起前世，萧炎这次抹除陨落星岩的速度显然是更快了几分。短短3天的时间，那原本还剧烈挣扎的本源火种便是彻底失去了反抗之力，最后被萧炎抹去了全部的灵智，静静地躺在萧炎的掌心当中。望着那已经变得无比温和，宛如初生一般的本源火种，萧炎嘴角也是终于露出一抹淡淡笑容。下一刻，那一团乳白色的火种便是被他直接吞入口中，不需要借助任何的丹药辅助，在陨落星岩落入萧炎体内的那一刻，便是有着一道道绚丽火焰在萧炎的体内旋转覆盖，将萧炎的经脉保护完整。在地眼种子那本质上的威压之下，加上这本源火种已经没有了多少的反抗意识，萧炎并没有耗费多大力气，便是其彻底炼化成了自己的本源火种。从抹去陨落星岩的灵智到将其炼化为自己的本源火种，前后萧炎也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不过这一切还只是在为这最后的一步做铺垫。萧炎的体内一直闭目不语的炎神法身在这一刻终于是缓缓睁开眼睛，他望着那道悬浮在自己面前的乳白色火种，眼中没有丝毫的犹豫，张口一吸，便是将那乳白色火种吞入口中。而伴随着这道乳白色火种的融入，炎神法身身上的色泽开始再度变化，虽然依旧是一副绚丽的模样，可又隐隐多了几分琉璃一般的色泽。与此同时，伴随着陨落星岩的本源火种被萧炎炼化之后，那围绕在萧炎周围的庞大无形火焰却是正在开始缓缓的消散崩溃。岩浆海洋当中，当药老感受到那原本还需要自己费些心思才能控制的无形火蟒彻底放弃反抗，甚至开始缓缓崩解之后，便是已经若有所思地看着萧炎的方向。看样子这小家伙是真的将陨落星岩降服了啊！药老嘴角露出一抹期待的笑容，真是不知道等到这小家伙将陨落星岩彻底融合之后，实力又会到了怎样的地步。不过在萧炎融合陨落星岩的同时，原本还热闹无比的天焚炼气塔此刻却是出了大动静。怎么回事？那星岩火焰的威能怎么忽然变得虚弱了起来？是啊，这星岩火焰怎么一天比一天虚弱了？许多内院学员的脸上都是露出了茫然和不甘的神色，他们都是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陨落星岩的效果正在慢慢变弱。此事迅速在整个内院都是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毕竟天焚炼气塔可是整个内院的根本，若是天焚炼气塔失去了它的修炼效果，那内院最大的优势自然也是荡然无存了。对于这种情况，身为大长老的苏谦却是在这一刻快速站了出来，一张老脸之上没有任何的表情。大家不用惊慌，这是因为天焚炼气塔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最多3个月的时间就会彻底恢复过来，而且会变得比以前更加稳定，更加适合修行。苏谦只是朝着内院众人发出这样的一则通知，然后便是没有再多说什么。对于天焚炼气塔的这般变故，众人虽然感到有些不满，但在听到大长老如此的攻势之后，也是纷纷有些无奈的接受。只是众人不知道的是，在天焚炼气塔当中修炼效果出现明显下滑的第一天，苏谦便是已经出现在了天焚炼气塔的底部。望着那时不时爆开一个岩浆泡的赤红海洋，苏谦双目当中也是带着些许的担忧。自从萧炎进入这岩浆海洋当中之后的大概第20天，陨落星岩的效果便是开始明显的下降了起来。而事实上，这种下降或许是更早的时间就开始了。时间缓缓流逝，陨落星岩的效果却是在一点一点的消失。在最开始的近1个月当中，很多学员虽然抱怨天焚炼气塔的效果在降低，可依旧经常来此。不过在1个月之后，当很多人甚至有些难以感应到那种神奇的星火之后，天焚炼气塔也是变得越发的冷寂了起来。与之一起冷寂的还有外界的天气。随着时间的流逝，又一个冬天再度降临，只是今年的冬天却是越发的冷淡，不光是天气冷了，连内院的氛围都在渐渐变冷。
这一切，苏千都是看在眼中，其双眼当中也是带着一缕焦灼与担忧。若是萧炎出了什么事，他肯定会自责无比。可若是陨落星炎消失了，那他这个大长老可就要变成内院的大罪人了。因此这段时间里，苏千的压力才是最大的一个。萧炎，你小子可一定得成功啊！苏千望着那岩浆海洋喃喃自语。而在此刻，那岩浆海洋下方的100丈处，原本庞大的陨落星炎，此刻已经只剩下了一层浅浅的薄膜。薄膜之外，药老早已收起了那缠绕束缚的古灵冷火，一双老眼看着那静静盘坐在陨落星炎当中的萧炎，也是露出了一抹期待之色。融合了陨落星炎之后，萧炎可就真的拥有了3种异火了。到了这一刻，他的实力不知道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药老细细打量着这一幕的时候，那一直盘坐的萧炎在这一刻却是终于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在他睁开眼睛的那一刻，一缕若有若无的神光从其双目当中爆射而出。而在感受到这道神光的那一刻，药老也是不知为何，竟然莫名其妙地打了个冷战。那种感觉，比起他当初展现出天境灵魂后那些普通生灵面对自己的感觉，恐怕也不会相差太大。好在这种神光只是惊鸿一现，即便是药老都是没有太过明显的感触。不过，伴随着萧炎的双目睁开，缓缓地站起身来，萧炎的气息在这一刻也是骤然变缓。此刻他体内的那颗斗气海胆早已将所有棱角彻底磨平，而在萧炎站起身的那一刻，那斗气海胆便是轰然碎裂。轰隆，磅礴的斗气宛如开闸的洪水一般轰然爆发，最后在萧炎的经脉当中疯狂涌动。而萧炎的气息也是在顷刻之间突破到了斗王的层次，1星斗王、2星斗王，这可怕的气息一路飙升，一直到了6星斗王才缓缓停止。对于这般突飞猛进的变化，萧炎却是不由得微微皱起了眉头。前世的他在吞噬了陨落星炎之后，修为可是一路飙升到了斗王巅峰的层次，怎么这次吞噬陨落星炎却仅仅只是达到了6星斗王？不过一想到前世的自己曾经在陨落星炎的炙烤当中，身体融入了大量的天材地宝，萧炎也就有些释然了。一来是他的斗气比起前世还要雄厚了许多，二来则是他这次炼化陨落星炎也并未动用任何的宝物。不过虽然他现在只是一个6星斗王，可若是再遇到前世的自己，那如今的萧炎也依旧是有着近乎碾压的胜率。炎神法身现，萧炎咧嘴一笑，下一刻他体内绚丽火焰疯狂涌动，仅仅片刻之后，一道与萧炎长得一模一样但通体都有绚丽火焰铸就，身披战甲的火焰身影便是从萧炎的体内缓缓地走出。此刻的炎神法身，除去身形比起萧炎还要略微虚幻一些，身上披着一层火焰战甲之外，其余方面与萧炎几乎是一模一样。而在这道炎神法身走出来的那一刻，远处的药老也是忍不住瞳孔一缩，露出一抹骇然之色。这小子到底在搞什么？这是什么东西？药老有些目瞪口呆地看着萧炎身边的火焰人影。虽然这道人影现在所表现出的实力并不算如何的强大，可药老却是敏锐地察觉到，一旦让这道人影真正的成长起来，还不知道会出现怎样可怕的战力。望着那已经成长到与自己一般大小的炎神法身，萧炎却是忍不住咧嘴一笑。与自己这副肉身相比，这炎神法身才是他真正的底牌。虽然如今距离成长为真正的至尊法身还有着一段距离，但即便如此，这小小的炎神法身击杀寻常斗宗也是不在话下。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3种异火在手，我的诸多火焰神通终于是可以真正施展了。萧炎哈哈一笑，张嘴一吸，那炎神法身便是迅速收缩，最后再度在其体内化作一道巴掌大小的小人。不过此刻的火焰小人却是比过去要凝实了不知道多少。只见萧炎心念一动，绚丽火焰便是自其体内升腾而起。万兽灵火，海星焰，陨落星炎。萧炎声音宛如神灵，凝聚而成的3色火焰再度分化，然后开始再度快速纠缠。只见这3道火焰时而化作一道火焰长枪，时而化作一道火焰巨齿，甚至有时会化作3道火焰甲式，威风凛凛。而在这种种的变换之后，萧炎却是手掌一合，掌心当中充沛的火属性能量迅速翻腾，最后化作一道巴掌大小的3色火莲。在看到那3色火莲的那一刻，远处的药老神色也是再度凝重了些许，凝聚出一道3色火莲。萧炎却仅仅只是脸色微白，消耗了一部分斗气而已。不过这一切都无所谓，只见下一刻，萧炎掌心再度变换，那原本绚丽的3色火莲在这一刻便是再度变换，最后化作一道色泽绚丽，如同药鼎，却更加霸道、更加壮阔的小鼎。混沌熔炉，炼化万物。萧炎大笑一声，手掌一翻，那巴掌大小的绚丽药鼎便是骤然胀大到1尺、1丈，直到达到近乎10丈的庞大体积之后才缓缓停止。在这绚丽大鼎之上，
正有着3道颜色各异的火焰，宛如拥有灵性一般缓缓旋转。当这绚丽大鼎出现的那一刻，药老甚至感觉，就算是自己一旦冲不破那大鼎的壁障，也会被这可怕的威能给快速炼化。混沌熔炉，萧炎在进入大千世界之后一路征战，结合万千法门，万火归宗，最后参悟火焰大道所开辟出的一道真正的绝世神通。不是炎神之矛这种普通的绝世神通，是可以位列36大绝世神通，甚至要名列最前茅的可怕神通。混沌熔炉之下，吞噬万物，炼化万物。在这道绝世神通之下，死了不止一位天魔帝。给我吞！古老的岩浆海洋当中，萧炎嘴角泛起一抹笑容，手掌一伸，那漂浮在他头顶的混沌熔炉立刻便是爆发出极为可怕的吸力。在这可怕的吸力之下，周围残余的陨落星岩便是直接化作一道无色洪流，疯狂地朝着混沌熔炉当中融入。陨落星岩已经被他炼化为了本源火种，他想要操纵陨落星岩，自然也是无比轻松。随着在萧炎闭关的这段时间里，陨落星岩那庞大的体积已经渐渐消散了许多，但残余的这些火焰依旧是颇为庞大，很快便是被那混沌熔炉彻底装满。而随着这些火焰被吸走，四面八方那滚烫赤红的岩浆在这一刻也是快速的包围过来。只是面对这些可怕的火焰，萧炎的脸上却是再没有任何的变化。如果说之前这些岩浆时间长了还能对他造成一些威胁的话，那现在这些岩浆对他就简直是如鱼得水一般，再无丝毫的威胁。融合了3种异火之后，萧炎甚至可以变相的从这些岩浆当中吸取能量修炼。此刻的他真正的开始渐渐朝着一尊火焰神灵的方向进化着。任由周围岩浆翻滚，萧炎神色不变，头顶的混沌熔炉却是在渐渐缩小。而在这混沌熔炉缩小的同时，其中的陨落星岩却是在不断的被压缩淬炼。当这混沌熔炉的体积浓缩到只有1尺直径的时候，那原本庞大的陨落星岩已经被萧炎给分割成了足足13份鸡蛋大小的淡白色光团。光团当中似是有着可怕火焰燃烧，却对萧炎没有半点威胁。曾经需要内院众多长老辛苦1年都难以凝练出10份的本源星岩，此刻在萧炎的手中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凝练了出来。不知道父亲如今突破到斗王层次了没有？若是没有的话，这一道本源星岩倒是可以帮他跨过这道门槛。萧炎嘴角泛起一抹笑容，心念一动，手中的混沌熔炉便是裹挟着本源星岩迅速缩小，最后落入他的身体内部。在萧炎体内那磅礴的斗气海洋之上，炎神法身再度化作巴掌大小，只是这次却是变得无比凝实。他身披蕴含着火焰大道韵味的绚丽战甲，一双眼睛虽然闭着，却是宝相庄严，如同暂时存放在神龛当中的琉璃色神灵雕塑。在混沌熔炉落入萧炎体内的那一刻，炎神法身再度睁开眼睛，小手一伸，那混沌熔炉便是化作一方精致小巧的炉鼎落在他的手中。庄严的法身左手托着缩小了无数倍的混沌熔炉，13道更加细小的淡白色光点从熔炉当中飘出，最后化作一道佛珠一般的手串落在其手腕之上。有了这般点缀，这法身此刻更是多了几分庄严神圣的意味。等到萧炎做完这些的时候，药老的身影也是终于缓缓地飘到了萧炎的面前。我现在真想知道，你这小家伙的本事到底到了怎样的程度了？药老身形缓缓漂浮，有些好奇地看着萧炎。哼，老师若是想要知道的话，我待会儿便是可以小小的露上一手。萧炎微微一笑，况且老师不是很想人前显生一把吗？听到萧炎的话语，药老却是难得的板起老脸来。胡说八道，为师岂能是这样的人呢？话音落下，他也是不再在乎萧炎的反应，旋即便是化作一道流光钻入到了古岩界当中。见药老如此好面子，萧炎也是不再多说什么，只是嘿嘿一笑，在原地留下一道本源火种之后，便是身形一闪，化作一道流光朝着下方游去。之所以留下一道这样的印记，实在是这岩浆海洋实在是太过庞大深邃。斗气大陆广阔无垠，在远古时期堪称是大千世界下方最为强大的位面之一，诞生的斗帝强者放在那大千世界都是堪比准天至尊的存在。而这种级别的强者在斗气大陆的历史上却是诞生了足足数十位。除此之外，这斗气大陆当中更是蕴含着连大千世界的很多天至尊们都不敢小看的秘密。因此斗气大陆的地底同样是浩瀚无垠，哪怕要老如今恢复了天境中期的灵魂力量，一旦走错了路，依旧会遇到巨大的危险。萧炎虽然恢复了前世的很多记忆，甚至随着跨入到斗王已经恢复了很多大千世界的记忆，但是这近乎无边无际的岩浆海洋当中，他是真的记不住。而他现在的实力虽说已经不错，但还没有到了可以随便浪的程度。伴随着一道陨落星岩的分支出现，萧炎的身形一路下潜，很快就感受到了一股召唤感从陨落星岩身上传来。前世忽然发现这神秘召唤感的时候，萧炎都是被吓了一跳，
以至于多了一段奇妙的岩浆冒险。而这一世，到底是谁要被吓一跳，可就说不准了。心中有些恶趣味地想着，萧炎的身形已经一路下潜，朝着赤红的岩浆深处游动。赤红的世界当中，萧炎身上燃烧着一层淡淡的绚丽火焰，宛如一条灵活的鱼儿一般，在其中轻松地穿梭。四周的岩浆非但不能给他带来多少压力，更是可以源源不断地给他提供斗气。在这般速度之下，萧炎仅仅用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便是一路疾驰，最后在陨落星岩的带领之下，很快就来到了那一处神秘的空间当中。随着他越发的靠近这片神秘空间，其分化出的那一道陨落星岩，在这一刻也是骤然朝着岩浆的某一处一头撞了过去。而随着这道陨落星岩的撞击，原本还平静无奇的岩浆，此刻却是缓缓地蠕动起来，最后出现一层散发着淡淡光芒的透明光圈，从那处旋转着的岩浆漩涡当中浮现出来。望着那光圈当中的一团白骨，萧炎嘴角笑容更加古怪，他甚至没有多少犹豫，当下便是直接冲进了这团光圈内部的空间当中。在萧炎一头冲进这一团光圈的那一刻，他便是感受到了一道无形的灵魂波动开始在他身上扫描了一刻。而在他消失在岩浆当中的那一刻，原本平静的岩浆海洋深处却是有着一道道波动出现，一头头通体赤红，宛如蜥蜴一般的生灵此刻也是纷纷出现在了萧炎消失的地方。身体悬浮在这片白茫茫的空间中，萧炎没有任何的顾忌，进入其中之后便是迅速朝着那神秘骨骸所在的方位走了过去。走到这骨骸面前之后，萧炎的目光便是直接落在了那骨骸上方人头大小的陨落星岩之上。这团幼生期的陨落星岩马上就要成为内院未来的希望了。想到此处，萧炎几乎是忍不住的咧嘴一笑，然后缓步上前，手掌微曲，就欲将那朵幼生体陨落星岩捕获。就在萧炎踏进那神秘骨骸2米距离时，一道璀璨白光突然自骸骨之内爆发而起。面对这突然的变故，萧炎却是神色不变，嘴角怪笑之意更加浓郁。很快，一道强横的空间力量便是朝着他束缚而来。对于这朝着自己束缚而来的空间力量，萧炎甚至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一道磅礴的灵魂力量便是直接将那可怕的巨力直接崩坏。大胆！何方宵小，竟敢偷袭老夫的弟子！药老那磅礴的灵魂力量瞬间喷涌而出，几乎是瞬间就令这薄弱的空间变得摇晃起来。而在他那可怕的灵魂力量面前，原本还隐隐有着一丝念头的白骨之上忽然一颤，一道白光甚至来不及躲闪，就被药老一把抓住，森白火焰燃烧之间，仿佛要将对方一把烧死一般。突然的变故令那一道白色身影神色大变，连忙发出一声求饶之声：“在下并无恶意，还请阁下留手啊！”对于那道白影的求情，药老却是冷哼一声。他恢复实力之后，正愁着没地方人前显圣，结果一来到这里就遇到一个敢欺负自己的残魂，当下便是想要狠狠地教育对方一下。就在他想要催动古灵冷火给这老小子来点痛快的时候，萧炎的声音也是终于响了起来：“老师，手下留情。”听到萧炎的声音，药老身形微微一顿，这才停止了接下来的动作。只见他宛如实体一般的灵魂体伸手一抓，一道被强行压缩到巴掌大小的残魂便是出现了他的掌心当中。此人一身白色袍服，须发皆是雪白之色，面容苍老，看上去倒是与药老年龄相仿，不过以往带着几分金光的老眼，此刻却是满脸的惶恐，望着那同为灵魂体的药老，满脸的惊骇之色。天境灵魂！天火尊者一脸惊慌地看着药老，生怕这个比自己强大了无数倍的灵魂体一把给自己捏死了。他在此地陨落多年，论起灵魂状态，恐怕比起当初吸萧炎斗气之前的药老也强不了多少。如果不出意外，这老家伙再有个8年10年就要彻底消散了。而且能够拥有天境灵魂的强者，便是放眼中州，那也绝对是最为巅峰的一批人。这些家伙即便不是斗圣，也是斗圣之下最强横的一群人了。只是面前这个家伙怎么也是个灵魂体呢？对于他的疑惑，药老并没有多说什么，倒是萧炎此刻倒是感到无比的好笑。前世的时候，自己第一次遇到这天火尊者，对方可是给了自己不小的惊吓，没想到风水轮流转，这次轮到这家伙受到惊吓了。老师，放开这位前辈吧，他不是我们的敌人。萧炎没有跟天火尊者过多解释，只是让药老暂时将他放下来。他重生的秘密实在是太过重要，至今为止也只有药老一人知道而已。听到萧炎的话，药老也没有过多的自作主张，很快便是放开了天火尊者，一个没有多少灵魂力量的残魂。别说是他，就算是现在的萧炎想要将其灭掉，也是轻而易举。简单来说，现在的天火尊者对他们一点威胁都没有。被药老放开之后，天火尊者终于是松了一口气，但是看向药老的目光此刻却是依旧带着浓浓的忌惮之色。他实在想不到自己都快魂飞魄散了，结果一遇到就是这么一个强大无比的灵魂体。对于这老头子如此模样，萧炎嘴角只是带着一抹恶趣味的笑容，然后便是很快跟天火尊者攀谈起来。
聊的内容跟前世倒是也差不了多少，主要就是双方各自介绍一下自己的身份，区别就在于此刻的天火尊者已经没了前世的模样，时不时有些忌惮地看着药老。不过随着萧炎的话语较为温和，天火尊者还是很快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性格颇为开朗，倒是很快与萧炎药老熟络了起来。说起来你可能不知道，你身上这陨落星岩啊，我可是他的上一任主人。天火尊者一边笑着一边朝着萧炎勾了勾手。药老，你跟我勾手干什么？这陨落星岩怎么不听我的话了？天火尊者有些疑惑地看着萧炎，又勾了勾手。药老，你手抽筋了吗？萧炎神色平静，一旁的药老却是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小子是真坏啊！没事，就是觉得太久没有活动身体了。天火尊者有些懵逼，又有些落寞。他不明白陨落星岩为什么不听他的了，原来一找到新主人就把老主人给忘了。罢了，既然你打算救我出去，老头子我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大恩不言谢，今后你们师徒二人有用得到我的地方，尽管吩咐。好在天火尊者是个豁达的性子，见陨落星岩不听自己的也不恼，笑着又将自己尸骨上的那枚雪白纳戒取出，然后将自己的成名斗技五轮离火法递给了萧炎。这可是老夫的成名绝技五轮离火法，修炼到大成之后可以媲美地阶高级斗技，若是能够有4种以上的异火，那更是可以媲美天阶斗技。说到自己的成名绝技，天火尊者的脸上也是难得的露出一抹洋洋得意之色。听到他的话语，就连一旁的药老都是有些忍不住的惊讶了起来，甚至抢先萧炎一把将这五轮离火法夺了过来观摩了一番。不错，这五轮离火法的确是有些东西，在控火一道上的确是很有造诣。药老看着五轮离火法也是有些啧啧称奇，这天火尊者的控火之术在斗尊当中绝对是名列前茅的那一批人，想必也只有自己才能胜过他一筹。对于两人这般模样，萧炎也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笑着将五轮离火法收了起来。理论上说，五轮离火法对于他前世在斗气大陆上的修行的确是有着巨大的引导作用。萧炎后来成圣之后所自创的天阶斗技佛怒轮回，便是根据这五轮离火法所开辟出来的。当然，他在进入大千世界之后，随着实力的不断增长，眼界的不断开拓，早就将这五轮离火法推演到了一个更加可怕的层次。从五轮离火法到佛怒轮回，再到五圣神火法，一步一步的从地阶高级斗技演变到天阶斗技，再到绝世神通。五轮离火法对于萧炎的启发不可谓不大。不过现在的萧炎也是懒得展示这些东西，在将那枚通体雪白的炎雪戒戴在手上之后，他一只右手甚至可以凑出一套纸虎了。5枚颜色各异的高级那戒旗闪闪的释放着奇异的光芒，闪烁着豪华的颜色。药老与天火尊者一人一个戒指，彼此倒是相安无事。不过萧炎很明显的还是感觉到药老看样子是装爽了，对此他也只能是颇为无奈，随手将那枚幼年期的陨落星岩握在手中。那一朵幼年期的陨落星岩在感受到萧炎的气息之后，更是变得无比的乖巧。手里托着那枚幼年体的陨落星岩，萧炎也是咧嘴一笑，下一刻便是钻出了这团空间光圈。不过就在他钻出这道空间屏障片刻，正打算朝着上方前进的时候，远处的岩浆却是一道炽热的火焰劲风，却是朝着萧炎飙射过来。面对这道劲风，萧炎几乎是头也没回，一道绚丽火光激射而出，直接穿透了那道身影的肩膀。这时萧炎才缓缓回过头，看向10几米外的一道红色身影。此物通体赤红，浑身都是红色的鳞片，有着一条约莫半丈长尾巴，双脚直立，脑袋圆滚滚的，仿佛一头可以直立行走的蜥蜴。看到萧炎轻易避开了自己的攻击，火焰蜥蜴叽叽大叫一声，似是要朝着萧炎发动更强的攻击。望着这一幕，萧炎却是没有任何的表情，只见他双目当中绚丽火焰一阵跳动，下一刻炎神法身便是手持混沌熔炉出现在了无尽的岩浆海洋当中。顷刻间，这道原本只有巴掌大小的炎神法身先是化作1人之高，紧接着再度暴涨，化作一道足足10丈高大的虚影。高大虚影身披火焰甲胄，手持混沌熔炉，宝相庄严神圣。在他出现的那一刻，原本还无比凶厉的火蜥蜴人却是发出一声不安的嘶吼，一种源于内心的敬畏从他心底升起。孽畜，还不快快退下！炎神法身发出一声低沉的声音，可怕的波动顷刻间便是令那头火蜥蜴以及周围赶来的数十道身影齐齐倒退。萧炎手上的2枚戒指当中，药老和天火尊者在看到这一幕之后，都是不由自主的微微一震。不过比起药老的习以为常，天火尊者显然是被萧炎这一手给整得有些懵逼了。他本以为萧炎能够在这个年纪修炼到斗王阶别且拥有异火，已经是十分不可思议的事情了。不过在看到他的老师如此强大之后，倒也勉强可以接受。可他这一手又是什么神奇手段？这威严神圣的虚影一出现，连天火尊者都隐隐有着膜拜的冲动。就在萧炎喝退了火蜥蜴一族，正准备转身离去的时候，
那原本平静的岩浆海洋，在这一刻却是诡异的，仿佛忽然凝固了一般。下一刻，一道直径不过数丈，但却瞬间出现在萧炎面前的光柱，却是突兀地照在了萧炎的身上。眨眼之间，这道原本平静温和的光柱再度变换，最后化作了一道有着绚丽火焰作为头发、身穿黑衣的老者模样。而在这老者虚影出现的那一刻，一道颇为缥缈，但却是真实存在的地威，却是在这一刻骤然出现。无形的威压虽然极为淡薄，但却是在这一瞬间令周围所有的生灵都瞬间归附了下来，包括2道戒指当中的2道灵魂体，在这一刻都是情不自禁的想要跪下。药老倒是还好一点，好歹灵魂力量达到了天境中期，可天火尊者就不太好了，他灵魂力量本来就未曾达到天境，此刻更是虚弱至极，在见到这位神秘老者的那一刻，当场便是直接跪了下来。这难道是？天火尊者望着那老者的身影，双眼充斥着难以置信的惊骇。他忽然想到当年自己陨落之前，从这岩浆海洋深处模糊感受到的那道强大气息了。是他，就是他，他是天火尊者。双眼瞪得滚圆。而此刻的老者虽然察觉到了他们，却是并不曾在意。于他而言，这方天地的所有生灵，在没有到达那个境界之前，也终究只是蝼蚁罢了。他的目光始终都是落在了萧炎的身上。至尊法身，你的身上有着类似焚诀却更加强大的气息，你的法身更是有了火之大道的韵味。孩子，你到底是什么人？面对老者的询问，萧炎却只是微微一笑，对着他微微拱了拱手。晚辈是应劫之人，也是将来救出前辈本体之人。听到萧炎的话语，老者眼中金光一闪，那万年不曾动摇的脸庞上竟然是难得的露出了一抹笑容。原来如此，虽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过终究是好事一桩啊。既然如此，本帝便是暂时不打扰你应劫了。话音落下，那老者的身影微微一颤，周围凝固的空间在这一刻再度恢复正常，而他的虚影则是在缓缓的消散。见到老者身影消散，萧炎也是微微一笑，再度冲着那弟弟的方向抱拳一拜，这才再度朝着那岩浆的上方继续游去。萧炎，方才那位老者到底是？在萧炎持续往上游动的时候，药老那骇然的声音终于是在旁边响起。而本就惊恐的天火尊者在听到这一声音之后，也是立刻有所变化，连忙将残存的一丝灵魂力量贴过去倾听。实在是刚才那位神秘老者所带着的威势太过可怕了，明明是极为淡薄的一丝威势，却令他们有着一种自己是蝼蚁一般的感觉。听到药老的询问，萧炎也只是微微一笑，嘴角勾起一个神秘的弧度，缓缓地吐出了几个令天火尊者残魂差点吓散了的名字。他是驼舍古帝，天命人啊！回来的路上，天火尊者跟疯了一样，一路高呼萧炎是天命之人，声称自己是遇到了大造化，将辅佐萧炎干一番大事。对于他这副有点疯癫的模样，萧炎也是感到颇为的无语，只好连忙将当初从魂殿当中缴获的一些恢复灵魂力量的宝物喂给天火尊者。吞下了这些宝物之后，天火尊者这才不再嚷嚷，而是用他那极为虚弱的残魂费力地炼化着这些宝物。如此一来，他也算是陷入到了沉睡当中了。对于天火尊者这副模样，萧炎也是有些无可奈何。在得知那位神秘老人是驼舍古帝之后，不但是天火尊者，就连药老都是隐隐有着一些精神恍惚。哪怕他生前的层面已经极为接近大陆的最巅峰一层，但在见到一位斗帝级别的强者之后，依旧有些震撼。尤其是这位斗帝强者还是一位活着的斗帝强者，谁敢想啊，自远古以来，斗气大陆似乎已经上千年不曾有斗帝强者的动静了吧。在两个老头的茫然当中，萧炎已经是一路前行，噗的一声从那岩浆海洋当中飞了出来。天焚炼气塔的最下方，苏谦望着那一望无际的赤红海洋，老眼当中此刻已经是充满了担忧之色。就在不到1天之前，他诡异地发现整个天焚炼气塔当中的陨落星岩在这一刻忽然彻底消失，再也感应不到一丝了。可在这陨落星岩彻底消失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萧炎却是并未从那岩浆海洋当中冲出，以至于苏谦现在也是丝毫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虽然对于萧炎有着几分自信，但苏谦此刻依旧是十分的担忧。不过这种担忧在过了不知道多久之后，却是随着苏谦心中所燃烧出了一团淡淡无形火焰所突然打破。这是陨落星岩，它怎么又燃起来了？感受到陨落星岩的那一刻，苏谦并没有高兴起来，反倒是脸色大变。若是陨落星岩燃烧起来，那岂不是意味着萧炎失败了？虽然对于陨落星岩无比的重视，但若是因此损失了一位如此优秀的学员的话，苏谦也会心痛无比的。不对，这陨落星岩怎么比过去温和了这么多？感受着体内那升起的无形火焰，苏谦却是微微皱起眉头，心中正如此的思量着，一道流光却是骤然冲破下方那无尽的岩浆海洋。下一刻，挥舞着绚丽火焰羽翼的年轻身影便是直接冲破岩浆海洋，
朝着苏千的方向径直飞了过来。瞧着此人的模样，除了萧炎还能有谁？只不过当看到萧炎背后那一双绚丽的火焰羽翼以及他身上强大的气息之时，苏千却是忍不住脸色微微一变。特别是看到他手中那一团人头大小的无色火焰的时候，更是有些震撼。因为那团拳头大小的无色火焰正是陨落星炎。萧炎，你晋升斗王了？苏千有些茫然地看着萧炎，一张嘴巴却是张得有些大。这家伙下去之前还是一个8星斗灵，那时便是已经令自己有些震撼了。可是这才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竟然已经突破到斗王了，而且看其气息，似乎在斗王当中也是极为强大的那种，甚至于令苏千都是感到有着一种莫名的危险。呵呵，侥幸而已。望着苏千这副茫然的样子，萧炎嘴角泛起一抹弧度。倘若苏千知道了自己在下方干的那些事，那这老头怕是会比天火尊者还要不堪吧。一边笑着，他也是随手将那一团巴掌大小的陨落星炎递给了苏千，淡淡的笑道：大长老，幸不辱命，我找到了一朵新的陨落星炎。呵呵，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苏千笑呵呵的点着头，说着说着，表情便是再度凝固了起来。什么新的陨落星炎？他一双老眼在这一刻骤然瞪大，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萧炎手中那团拳头大小的陨落星炎。不错，我运气很好，在迦南学院的下面找到了一朵处于幼生期的陨落星炎。只要内院今后好生培养这陨落星炎，他将来必然不会再威胁到内院了，甚至将会成为内院的一大助力。萧炎笑呵呵地说着，手中那团人头大小的陨落星炎在这一刻竟然是如同有了灵性一般，化作一条小蛇朝着苏千缠绕了过去。早在萧炎离开这片岩浆海洋之前，他便是利用灵魂力量吸取了天地之间的稀薄灵气，为这枚小号的陨落星炎赋予了一点灵性。突破到斗王之后，萧炎的灵魂力量必然是再度暴涨，比起很多初入8品的炼药师都是丝毫不差。而聚灵对于本就领悟了灵境的他而言，更是没有丝毫的难度。甚至于在赋予了灵性之后，他还传授了这陨落星炎一套火灵诀，是可以令异火自主修炼的一种神奇秘法。虽然比不上焚诀这样变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陨落星炎也终将有着修炼的更加强大的机会。否则以异火自然生长的速度，等这枚陨落星炎成长起来，萧炎早就带人杀到大千世界了。在萧炎的指挥之下，那头陨落星炎虽然并不亲近苏千，但还是信任地朝着苏千缠绕过去。被这家伙一阵缠绕，苏千额头差点露出一道冷汗。不过在感受到这小家伙却是无比温顺之后，他老脸之上也是迅速升起一道惊喜的神色。哈哈，有了这道陨落星炎，我内院的大麻烦可是彻底解决了啊！此刻他老脸之上笑容根本就掩饰不住，只是在片刻之后才有些疑惑地看向身边的萧炎，不由得问道：对了，那头老的陨落星炎呢？听到苏千的话，萧炎也是忍不住嘴角抽了抽。好家伙，没新的之前把人家当宝贝，有了新的就是老货了是吧？想到这里，他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手掌一翻，一道强大许多的无形火焰也是出现在他的手掌当中。老的已经被我炼化了，否则你以为我是怎么成为斗王的？听到萧炎这句话，苏千先是微微一怔，旋即脸上才露出一丝不可置信的神色。你将以前的陨落星炎炼化了？大长老，我又不是什么大善人，你总不能指望我什么回报都不要就帮你驯服这么难办的陨落星炎吧？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闻言，苏千也是尴尬一笑，没有再说什么。不过二人分开之前，他还是有些好奇地看着萧炎，不由得问道：你现在的战力到底到了什么层次了？在他的印象当中，萧炎可是早就有了一种异火了，如今竟然能够将陨落星炎也炼化了，甚至融合在一起。两种异火的可怕增幅，加上他本身的不俗实力，这小子在斗王这一层次当中，恐怕都是没有多少敌人了吧？听到苏千的话语，萧炎也是微微一愣，旋即才有些不怀好意地看了一眼苏千。我觉得我现在打你这老头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话音落下，不等苏千反应，他便是笑哈哈的一个闪身，消失在了天坟炼气塔的底层。等到萧炎消失之后，苏千才从萧炎方才的话语当中回味过来，没想到这小子还挺喜欢吹两下的。他忽然嘿嘿一笑，嘴角露出一抹不怀好意的笑容。有时间让内院那些小子好好探探这家伙的底。一边说着，他目光落在萧炎那渐渐变淡的残影之上，神色却是渐渐变得严肃起来。这小子不会真的能打过我了吧？不是，要是这样的话，那未免也太过惊人了吧？他今年好像才15岁啊！虽然对于萧炎的话语依旧抱着怀疑的态度，但苏千的内心却是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如果萧炎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他可就不能再用天才2字来形容了。15岁的年纪不但能够击败一位斗宗强者，还是以斗王身份越级而战，那也太过惊世骇俗了一些。若是萧炎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那称他一句少年斗帝也不为过啊。想到这里，
苏千不禁连忙摇了摇头，按道自己是乱想，萧炎在逆天应该也做不到这一点。一边想着，他一边望着缠绕在自己身上的陨落星炎幼体，望着这温顺无比的陨落星炎幼体，苏千原本还有些变化的老脸之上瞬间浮现出一抹笑容。嘿嘿，小家伙，你今后可就是我迦南学院的宝贝了。对于苏千这般朝着某位成年异火发出怪笑的行为，萧炎自然是不知道的。此刻他脚下空间都在扭动，虽然实力仅仅只是斗王层次，但以他对于空间之道的理解程度，此刻对于空间的操纵也是不会比寻常的斗宗强者弱，甚至更强几分。于是乎，他在没有惊动天焚炼气塔几层守关人的情况下，便是已经诡异地出现在了天焚炼气塔的外界。背后绚丽火翼微微一震，在天空当中留下2道残影之后，便是出现在了盘门的范围当中。此刻的西北大陆正处于刚刚年后的几天时间里，地面甚至有着些许残存的积雪。萧炎庞大的灵魂力量扫过，很快便是感受到了盘门当中一道道正在茁壮成长的气息。自己炼化陨落星炎的这几个月当中，他们的实力倒是也在不断的增加。不过在天焚炼气塔当中的陨落星炎不再有效之后，整个内院学院的修炼速度在这一刻都是降低了许多。因此在萧炎闭关的这段时间里，这些家伙的修为却是都未曾突破到斗灵，像林修雅等最为领先的众人，此刻也都是卡在了9星大斗师的门槛上。如果没有天焚炼气塔以及各种机缘丹药，这些家伙想要正常修炼突破到斗灵，恐怕也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不过令萧炎嘴角露出笑容的是，薰儿这妮子这段时间却是突飞猛进，已经达到了4星大斗师的程度。当初进入内院之前，这丫头的修为可是只有8星斗师的，短短半年的时间，依旧是以每月1星的速度飞速进步着。等这丫头晋升到了5星大斗师，便可以接连服用3文清灵丹和紫星破障丹，达到大斗师巅峰，突破斗灵也是指日可待。想到这里，萧炎心念一动，再度出现之时，却是已经出现在了一处古色古香的房间当中。此时淡淡的阳光从窗户处倾洒而进，照耀在少女那修长纤细的身姿上，宛如阳光之下的一朵摇曳生姿的青莲，清雅脱俗，却又诱惑天成。望着那宛如青莲一般的少女，萧炎嘴角泛起一抹柔和笑容，也是向前走去。听到背后突兀出现的脚步声，薰儿先是娇躯微微一僵，身上骤然爆发出一道令房间当中另外2人忍不住侧目的可怕金光。但在转过身的那一刻，身体却是忍不住瞬间的软了下去，因为迎面而来的黑衣少年正是他朝思暮想的那个家伙。萧炎哥哥。望着那迎面而来的少年，薰儿精致俏脸上露出一抹令身旁的花朵都要失色的绝美笑容。而不等他反应过来，萧炎却是已经大步向前，轻轻揽住了那盈盈一握的纤细腰肢。让我抱抱。萧炎声音温和，动作却很霸道，感受着怀中人儿的体温和那淡淡的清雅体香，怎么抱都不会腻了。萧炎哥哥，这里还有人呢。被萧炎这么抱着，薰儿美眸也是微微弯起，只是脸蛋却是有些绯红。听到薰儿的话，萧炎也是终于回过头，他不用回头，其实也知道这其余2人到底是谁。这2个家伙自然是韩月和紫妍。至于萧炎为什么回头，当然是想要赶人了。他目光扫过那高挑优雅的银发美人，眼中却是有着适可而止的欣赏，旋即便是温和的笑道：韩月学姐，你来这里有什么事情吗？听到萧炎温和的语气，那优雅的坐在一处桌椅之上的韩月却是微微一愣，旋即一张精致白皙脸蛋上便是露出一抹尴尬笑容。哼，也没什么大事，就是过来找薰儿学妹讨论一下盘门的一些事情，顺便聊聊天而已。不过你既然回来了，我就先不打扰你们小2口亲热了。韩月浅笑一声，当即便是起身朝着外界走去。韩月学姐，记得召集一下盘门的弟兄们，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最多1个时辰的时间，天焚炼气塔就要再度开启了。萧炎抱着薰儿，却是忽然叮嘱了一声：今天的天焚炼气塔一定会非常的拥挤，如果去得晚了，那咱们这几天的时间恐怕都挤不上了。听到萧炎的话，韩月微微一愣，旋即便是有些兴奋的点了点头，跟萧炎告别之后快速离开。随着韩月的离去，萧炎却是没有急着下一步的动作，因为此刻他的腿上还挂着一个小不点。萧炎，紫妍死死地抱着萧炎的大腿，一张瓷娃娃一般的小脸可怜巴巴地看着他，就差把眼里那使劲挤出来的眼泪给甩出来了。我已经半个月没有吃你炼制的药丸了，你一走，韩贤那群家伙炼制的药丸简直跟屎一样难吃啊。是吗？那你这段时间吃了多少屎了？也就几10颗，呸，我怎么会吃那种东西？我不管，你要给我炼制丹药啊。望着紫妍那可怜巴巴的样子，萧炎却是没有丝毫的怜悯之色。这丫头最是调皮捣蛋，说是没有丹药吃了，估计这段时间已经将韩贤一群人折腾得够呛了。毕竟萧炎所炼制的药丸虽然谈不上丹药，但却是用异火炼制，而且搭配的几样药材更是大有讲究，
是十分适合太虚古龙宝宝体质的药丸。吃习惯了这种药丸的紫妍，自然是看不上韩贤他们这些家伙炼制的丹药。不过若是说委屈了这丫头，那就是太不可能了。整个内院谁能让这丫头委屈了？你让我和薰儿先待一会儿，等会儿我就给你炼制。萧炎有些无奈地说道。一会儿是多久？1个时辰总长了吧？好嘞哥。见到紫妍屁颠屁颠地跑了出去，萧炎才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当目光再度转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有些灼灼地望着怀里的少女。你是说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韩月和紫妍也住了进来吗？听着少女的轻声细语，讲述着这段时间的事情，萧炎都是忍不住的有些愕然。不过想到自己离开的这段时间里，老是让薰儿自己一个人住这么大的阁楼，也的确是有些孤单，他心中也是没有什么意见的。反正无论紫妍还是韩月，与他关系都是十分的不错。萧炎哥哥不会怪我吧？见到萧炎这副表情，薰儿忍不住浅浅一笑，却是看到萧炎的神色忽然变得严肃了起来。看到萧炎这副模样，薰儿竟然是下意识的有些紧张了起来，略带着些许不安的说道：萧炎哥哥怎么了？薰儿，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你怎么可以擅自带着别人住在我们的小屋呢？萧炎板着个脸，似乎有些不太高兴。看到他这副模样，薰儿却是越发的惴惴不安了起来。萧炎哥哥，如果你不喜欢，我可以不用了。既然来都来了，那就让他们住在这里吧。萧炎轻轻摇了摇头，但是脸色依旧很严肃的样子。不过作为你擅作主张的惩罚，我要罚你跟我吃个嘴子。只要萧炎哥哥你不怪我，薰儿都可以。薰儿有些委屈的说着，一双美眸都快有着水雾翻腾了，却是说着说着微微一怔，抬起头来，便是看到那少年正一脸坏笑的看着自己。萧炎哥哥你讨厌。半个时辰之后，蹲在小屋门口的紫妍终于是看到萧炎美滋滋的走了出来，甚至在他走出来的时候还意犹未尽的咂了咂嘴。你吃了什么好吃的？看到萧炎这副模样，紫妍顿时跳了起来。姐姐，这可是人间难有的美味，当然不能告诉你。萧炎笑眯眯的揉了揉他的脑袋，心情显然是不错的。上次的好事就是被这妮子给打断了，今天终于是如愿以偿了。走吧，我去给你炼药丸。他拉着紫妍的小胳膊，却发现这丫头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已经在微微发光。那个，你刚才吃的好东西能给我分享一点吗？回应紫妍的是一个脑瓜崩。天坟炼气塔的下方，盘门的众人此刻却是已经早就在此等候着了。早在韩月从小楼当中出来，招呼盘门众人前往天坟炼气塔的时候，他们便是都知道了萧炎归来的消息。听到门主回来之后，他们本能的想要去拜访一下萧炎，但在听说萧炎和薰儿待在一起之后，便是各自都露出了暧昧的笑容。加上天坟炼气塔那可怕的诱惑，他们也是迅速集结，然后朝着天坟炼气塔的方向走了过来。随着萧炎将陨落星炎炼化，天坟炼气塔当中的星火自然是越来越弱。早在1个月之前，天坟炼气塔第1层便是很难感受到星火的存在了，而更深的几层所消耗的火能实在是太过庞大，而且效果也是大不如前。因此这1个月来进入天坟炼气塔的学员也是越来越少，甚至于在半个月前塔内便是不再有着学员的进入。失去了天坟炼气塔那可怕的修炼速度，这些内院的学员这些天修炼的自然是无比的憋屈。一听说天坟炼气塔要再度打开且会恢复之前的效果，他们便是如同闻到血味的鲨鱼一般迫不及待。好在这个消息目前只有盘门内部的人知道，就算有着少数几个路过的学员看到盘门的动作，他们也是聪明的没有大肆声张。除去个别回去跟自己的势力好友打了招呼之外，大部分人都是静静的跟在盘门的后面。对于这些人，盘门的人自然也是不可能选择赶人这种途径的，毕竟直到萧炎说的那1个时辰过去之后，整个天坟炼气塔的门口也不过停留了100人左右，这些学员自然是抢不到多少位置。而似乎是印证了萧炎的话语，在过去了快要1个时辰的时间之后，一道雄浑的声音终于是彻底的在迦南学院当中回荡起来。孩子们，天坟炼气塔可以再度使用了，位置有限，先到先得。苏谦的声音响彻内院的那一刻，天坟炼气塔的大门骤然打开，下一刻盘门的众人便是在一位导师懵逼的眼神当中一拥而入。很快整个内院都是躁动了起来。不过还不等众人缓过神来，苏谦的另一道悬赏却是在内院挂了出来。谁能打败萧炎，老夫赏他一枚斗灵丹。伴随着苏谦的一声宣布，整个内院在这一刻都是哗然了起来。大长老这是疯了吗？击败萧炎，奖励一枚斗灵丹，他把萧炎当成什么人了？就算萧炎的资质再如何的逆天，他也只是一个斗灵而已啊！这一届的强榜前3可还没有离去，这3个家伙可都是斗王啊！许多学员窃窃私语，有些人更是感到大长老是不是得了失心疯，但是有些人的反应却是更快。
因为他们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很快就是来到了盘门的地区，声称要与萧炎较量一下。当萧炎听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也是不由得感到有些懵逼，没想到苏谦这老家伙竟然对自己的事情这么上心，一开口就是一枚斗灵丹。要知道，内院的很多家伙都是天赋卓绝之辈，进入斗王的机会也都是极大的，所以他们很多人都是十分的眼馋那枚斗灵丹。毕竟，那可是可以令斗王强者直接晋升一星的丹药啊，其珍贵程度自然是不可言喻。不过，对于下方那帮围绕而来的斗灵学员，他却是没有任何的兴趣，只是拿出几枚药丸，紫妍便是屁颠屁颠的跑了下去，把这些家伙打得鬼哭狼嚎的。一群斗灵，现在在他的眼中的确是与蝼蚁没有什么区别了。听说这一届的内院当中还有这2位斗王级别的学员没有离开，萧炎打算先拿这2个家伙立威一下。所谓擒贼先擒王，拿捏了这2个斗王级别的家伙之后，内院当中的其他学员自然不会再有心思挑战自己了，而盘门在自己的影响力之下也会更进一步的发展。毕竟盘门发展到如今，虽然有很多人忌惮盘门的潜力，不愿得罪太多，但随着盘门的扩大，已经不可避免地触碰到了很多人的利益。当根本利益被触犯的时候，很多人便是不会再在乎什么客气潜力之类的东西了。所以萧炎现在也需要再度展现出足够的实力，让这些家伙认清自己的位置。萧炎，有本事你就出来应战啊！萧炎，你躲在一个小女孩身后算什么本事？苏谦的悬赏发布之后，每天都有人过来找事，但都是被紫妍给赶跑了，有些人更是被打得重伤不起。不过斗灵丹的诱惑始终还是巨大的，即便知道强榜第一的紫妍亲自坐镇这里，他们依旧是有些不甘心的，试图挑战萧炎。对于这些家伙的挑衅，萧炎却是始终爱答不理。直到2天之后，一个脸庞圆滚滚、身材微胖的男子和一名面容略带几分阴冷气息的青年来到盘门地盘的时候，萧炎终于是选择了应战。当萧炎答应了这2个家伙的约战的那一刻，整个内院未曾进入天坟炼气塔的学员在这一刻都是沸腾了起来。他们早知道萧炎心高气傲，对于寻常斗灵1级的学员，哪怕是强榜前10的强者都是懒得理会。但知道萧炎接受了2位斗王强者的挑战之后，他们才发现萧炎真的是对于斗灵级别的对手不感兴趣了。他凭什么这么狂？他以为他是斗王吗？这2位可都是晋级斗王半年多的时间了，以他们的天赋资源，此刻可不是刚晋级斗王的强者可以比拟的。呵呵，挑战2位斗王强者，他会付出代价的。内院当中的一处巨大擂台周围，此刻已经是零零散散的站着了许多人，他们的目光都是有些不好气的看着那站在擂台上的黑衣少年。狂妄，简直是太狂妄了。这个萧炎在进入内院的时候，似乎才只是刚刚晋升到斗灵而已吧。就算他资质再如何的好，进步再如何的快，他还能够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晋升到斗王不成？今天他就会为看不起自己这些老生付出代价。场间的众人大多数看向萧炎的目光都是带着一种等着看对方笑话的神色，毕竟萧炎之前对于他们的态度而言，几乎可以算得上是羞辱。不敢打就不敢打，你派个小孩过来揍我们算什么？如今竟然还要越过众多斗灵强者，直接挑战那2位斗王。心中如此想着，众人也是将目光看向了萧炎对面的2人。圆圆胖胖的青年叫做王富贵，外号狗大户，中州王家的人，也是号称内院最为土豪的家伙。他家里的财富是足以令迦南学院的众多长老们都感到心惊胆战的。不过正因如此，他出手几乎全部都是用钱去砸，相信没有自己买不到的东西，甚至连一套底牌斗技都是金币模样，所以才被内院的人赋予了狗大户的名号。萧炎也认识这个家伙，之前盘门卖几种丹药疯狂赚取火能的时候，当初火能猎捕赛当中的王恒便是带着他这个哥哥来找过自己。对于自己的几种丹方，王富贵当真是发挥了狗大户的称号，开口就是3000、5000的火能，也就是萧炎眼界更高，否则还真有可能在对方的重金之下将一部分丹方卖出去。在王富贵身边，那一名身材挺拔、气息有着几分阴冷的青年，则是名为叶寒。此人一手冰属性斗气玩的也是极为顺手，去年的强榜大赛之后，便是与王富贵一同晋升到了斗王层次。不过萧炎与他之前并没有过什么接触，2人之所以能够留在这内院强榜之上，主要便是因为他们距离毕业还有着半年的时间。按照迦南学院的规矩，在达到毕业年限之后，想要继续留在内院使用天坟炼气塔，就只能加入内院成为一名长老或是导师。毕竟天坟炼气塔的资源宝贵，一旦毕业了，自然不能让你继续留在这里。不过在未曾达到毕业年限之前，哪怕是达到了斗王层次，也依旧可以暂时在天坟炼气塔当中修炼。这也是2人在晋升斗王之后没有丝毫离开内院的原因。毕竟对于天坟炼气塔那神秘的效果，内院当中除了萧炎，真是没人能够拒绝的。萧炎，你要跟我们2个谁先对战？你自己选一个吧。3人站立在高大的擂台之上，王富贵率先笑眯眯地开口。
那叶寒本就不是一个好说话的性子，这种事情还得是他亲自问候。听到王富贵的话，萧炎却是微微一笑，不由得笑道：“不用，为了让那些打我主意而想要拿到斗灵丹的家伙们今后不再这么想，两位还是一起上吧。”话音落下，原本热闹的广场忽然变得有些寂静，紧接着便是无数的窃窃私语之声响起。狂妄，这小子真是太狂妄了！我本以为他无视其他强榜学员，直接挑战这两位斗王强者已经是无比嚣张了，没想到这对他而言只是基本操作。他萧炎天赋的确是不错，可天赋好并不代表实力就强啊。唉，如此心性，倒是可惜了他那一身天赋了。高台之上，王富贵在听到萧炎的话语之后，原本脸上笑盈盈的表情此刻也是有些沉默了。半晌之后，他才有些不怀好意的看着萧炎：“让我们两个斗王一起上，我本以为你是个颇为识趣的家伙，没想到你竟然是这般轻狂。既然你自己主动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可别怪我们俩不客气了。”王富贵一边说着，一边看向了身边的叶寒。那叶寒本就是个孤僻性子，在听到萧炎的话语之后，更是微微一怔，眼中露出一丝不满。下一刻，冰寒的气息便是已经从叶寒的身上爆发开来，令四周的温度都是微微降低。而在他所处的高台之上，此刻更是开始覆盖上了一层寒霜。王富贵见叶寒已经准备，自己也是不再犹豫。下一刻，比叶寒还要庞大了不少的气息便是从他身上爆发开来。三星斗王，这家伙已经晋升到三星斗王了。当王富贵气息爆发的那一刻，在场的众多强者都是有些震撼。叶寒突破斗王道如今已经是半年的时间了，他能够达到2星斗王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但王富贵却是在半年的时间达到了3星斗王，这就有些太快了一些吧。就在众人有些震撼的看着这一幕的时候，擂台另一旁的萧炎却是微微一笑。下一刻，一道绚丽火焰从他身上升起，6星斗王的气息宛如惊雷一般在整个擂台之上骤然炸响。当这道庞大气息出现的那一刻，原本叽叽喳喳的广场此刻忽然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所有的内院学员都是有些不可思议的看着萧炎，满脸的骇然之色。斗王，这家伙也晋升到斗王了，而且他的气息似乎比王富贵和叶寒都要强大得多。难怪大长老说能够打败萧炎就能够得到一枚斗灵丹，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完成的任务啊！此刻的众多学员终于是明白了为何大长老愿意开出一枚斗灵丹的高价，试图找出一个可以打败萧炎的学员了，因为这本来就是不怎么可能的事情。谁能想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那个来的时候还只是一个斗灵的家伙，此刻竟然已经成了斗王强者，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斗王强者。很快，很多人便是将矛头转向了苏谦这个大长老。这糟老头子坏得很，我就知道他没事，怎么可能会拿出一枚斗灵丹来？很多学员不由吐槽的同时，终究还是对于萧炎的实力感到震撼。修炼快的见过，修炼这么快就有点变态了吧？对于这些家伙的震惊，萧炎倒是早已习以为常，他目光只是带着笑容地望着那同样神色大变的王富贵和叶寒，对两人笑了笑：“两位还是赶紧出手吧，若是晚了，你们可就没有出手的机会了。”听到萧炎的话，王富贵脸上的轻视已经彻底消失，他深深地看了萧炎一眼，最后才忍不住叹道：“遇到萧炎学弟这样的天才，当真是我等的悲哀啊！既然如此，那我们也就不再留手了。”他此刻对于萧炎再没有丝毫的不满，萧炎所表现出的气息令他无比的忌惮，当下便是直接祭出了家传绝学天元金宝。王富贵低喝一声，刹那间磅礴的金属性斗气汹涌而出，很快便是在其头顶凝聚出一道丈许大小的金灿灿元宝。我靠，王富贵怎么一上来就动用家族底牌了？看到这道金元宝的那一刻，所有人学员都是忍不住愣了一下。这道天元金宝可是王家嫡系才有资格修炼的底牌斗技，是真正的地阶低级斗技。当年的王富贵凭借着这一招可是越级战斗过多次的，看样子萧炎的确是令他感到了莫大的威胁啊。与此同时，一旁的叶寒此刻也是双目凝重，冰冷的寒气在其周遭凝聚，但是却仅仅只能在其周遭凝聚，再无之前那种几乎令整个广场温度都隐隐降低的气势了。因为在他身体10丈之外的天地，此刻已经是尽数被那几乎可以焚天的烈焰高温给完全的压制，整个广场都是变得十分的灼热。也好在这些观战的学员当中，修为最低的也达到了大斗师的层次，若是普通人在这里，恐怕片刻就会被热晕。叶寒手中一杆雪白长枪挥舞，浑身冰属性斗气已经被他调动到极致，最后凝聚成一道同样数丈之长的寒冰长枪。长枪之中澎湃的冰属性能量澎湃翻滚，一旦被其穿透，恐怕顷刻之间就会化作一道冰雕。他催动的虽然不是地阶斗技，但也是玄阶高级斗技当中极为强大的一种，威力比起地阶斗技相差并没有多么明显。最关键的是，叶寒已经将这斗技修炼得炉火纯青。萧炎师弟，
你可要小心了！两道强大攻击凝聚出的瞬间，王富贵低喝一声，那仅仅丈许大小的黄金元宝，此刻却是如同一座小山一般，朝着萧炎狠狠地砸了过来。与此同时，那寒冰长枪也是带着庞大力量，朝着萧炎爆射而来。两道强横斗技同时攻击，可怕的威压几乎在顷刻令整个竞技台上的地面都隐隐下降了一层。无数学员此刻都是极为紧张地看着这一幕，同时眼中也是有着隐隐的期待。他们也很想知道，面对这两个强榜之上的榜2、榜3，萧炎又会施展出怎样的手段去应对。回应他们心中想法的是一只通体由绚丽火焰组成的火焰大手，这大手的面积几乎是刚好握住那只元宝的程度，也不过是1丈多一些罢了。不过在这火焰大手出现的那一刻，许多强者都是瞳孔微微一缩，因为他们敏锐地察觉到，在那绚丽火焰燃烧之间，其周围的空间都在不断的扭曲，甚至隐隐出现了一丝湮灭的迹象。不等他们反应过来，那火焰大手便是化作一道流光，眨眼间便是出现在了两道强大斗技的面前。只见萧炎往左一挥，火焰大手直接拍在那道寒冰长枪之上，几乎是在顷刻之间，那道寒冰长枪便是迅速融化，最后在眨眼之间化作一道水蒸气，然后彻底消散。望着这一幕，王富贵和叶寒神色大变。等到两人反应过来的那一刻，那火焰大手已经握紧成拳，然后迅速砸在那天元金宝之上。砰！那宛如实质黄金一般的天元金宝，在这火焰拳头面前，似乎也是如同纸糊的一般，根本没有坚持片刻，便是被直接轰碎。那凝聚结实的斗气，在被砸碎了之后，还没来得及再度凝聚或是撤回，便是在那可怕的高温之下迅速消散。一掌一拳，两位内院强者的压箱底绝技，便是已经被轻松破除。等到众人从这骇然的一幕当中反应过来的时候，那火焰手掌已经闪电一般的出现在了叶寒的面前。砰的一声，整个广场微微震动，下一刻，竞技台之上便是出现了一个丈许大小的火焰手印，叶寒径直躺在里面，双目紧闭。望着这一幕，王富贵神色骤变，圆滚滚的身躯此刻异常灵活的走位，朝着萧炎的以最快的速度冲了过去。不过他刚刚走出3步的距离，头顶之上便是传来一阵炽热，咚！又是一声闷响，仿佛一道铁拳锤在所有人的心头。擂台之上再度出现了一个丈许大小的巴掌印，王富贵躺在其中，神态安详。做完这些之后，萧炎才随意的挥了挥手，也随意的将那一团火焰挥散。他望着台下的众人，面露一抹微笑之色。各位同学，可还有人要挑战我吗？听到萧炎这温和的声音，众人却是齐刷刷的摇了摇头，望着那擂台之上一声不吭的两人，一股寒意与茫然从心底升起。这到底还是个人吗？原来他之前不接受我的挑战，并不是看不起我，而是根本没看到我。这位萧炎师弟还是比较仁慈的，他故意给我们一个体面，挑了2个强的下手。一群人沉默地看着萧炎，心中却是默默骂起了苏谦。这糟老头子果然坏得很。还好萧炎师弟仁慈，对于我们这些弱者根本懒得理会。哼，斗灵丹果然是没有这么容易得到的。一场闹剧就是这般轻易的结束了。过程很快，结果也很利索，就是王富贵和叶寒在床上睡了3天才醒了过来。萧炎，我也要挑战你。盘门的院落当中，此刻依旧是空荡荡的，唯有薰儿开心的目光和紫妍嗷呜的一嗓子。内院的这些家伙，除了少数极为拥有斗皇修为的长老，其他人都不曾是他的对手，这让无敌了好几年的紫妍此刻分外的兴奋。在看到萧炎出手的那一刻，太虚古龙一族好战的血统也是被萧炎随之点燃。此刻他正兴冲冲地看着萧炎，望着面前这个只比自己腰高了许多的小丫头，萧炎倒是没有拒绝，只是勾了勾手，示意紫妍动手。片刻后，望着那被萧炎单手低着脑袋，卯足了劲往前拱，却未能前进一步的可爱小女孩，薰儿那本就有着几分异样的俏脸，此刻中也是多出了一丝震惊。萧炎哥哥的天赋，未免有些太过逆天了一些吧？若是远一些观看，此刻只能看到一个英俊少年抵着一个紫发小萝莉的脑袋，嘴角笑眯眯的。可若是站在薰儿的角度，加上他那卓越的见识，才能看到紫妍此刻的脚下已经多了一道裂缝。这道裂缝绵延纵横，已经快要蔓延到整个盘门的区域，尤其是萧炎手掌贴在紫妍脑门处的那处空间，此刻甚至在隐隐扭曲。这足以说明两人所角力的那个点到底有着何等可怕的力量。萧炎哥哥到底做了什么，竟然走到了今天这一步？看到萧炎如今的成就，饶是薰儿此刻都是忍不住的有些震惊。如果说进入天坟炼气塔底层之前的萧炎虽然称得上是绝世天才，但还在薰儿理解和接受的范围当中的话，那如今的萧炎便是放眼薰儿的见识当中都是极为强大、极为逆天的存在了。14岁成为斗灵，并且展现出5品炼药师的天赋，这很逆天，
但其实丹塔历代最为妖孽的天才都是相差无几的，再不济往上提升一个门槛，再要族这样的远古种族也是代代天骄都能做到的。毕竟他们不但有着绝佳的天赋，更是有着强大的老师和庞大的资源培养。但15岁达到斗王，甚至隐隐能够爆发出堪比斗皇的战力，那就显得有些可怕了。在薛儿的认知当中，恐怕放在远古8族当中，也唯有族中血脉最为纯正的天才才有希望做到这一点。就像他自己，也唯有在激发了神品血脉之后，借助古族那庞大的资源，才有希望才15岁达到斗王甚至斗皇。如果仅仅只是这样，其实也不是不能接受，毕竟远古8族历代最纯正的血统都能做到这一点。可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那便是从小就接受如此可怕的修炼和培养。可要知道，3年前的萧炎还只是一个小小斗者，甚至是跌落到了斗之气3段，而且半年前的萧炎还只是一个3星斗灵，如今却已经是6星斗王的修为。甚至于他身上那道绚丽神秘的异火，甚至可以令自己体内的金地焚天炎紫火都感到忌惮。萧炎哥哥的那位神秘老师，难不成是某位不出世的斗圣不成？不对，就算斗圣强者，也未必能有如此逆天的手段。饶是以轩儿的聪明，此刻那小脑袋瓜也是有些迷糊了。不过他能知道的，便是自己的萧炎哥哥越来越优秀了。原本还以为族中会给他带来一些压力，现在看来，或许并不会如此了。想到这里，他精致如画的俏脸上也是露出一抹兴奋的笑容。能够看着自己喜欢的男孩越来越优秀，对于每个女孩来说，都难免会生出一些幸福的小骄傲。即便他是萧轩儿，你这妮子在这里傻笑什么呢？简单的角力结束，萧炎捏了捏紫妍那一脸不服的小脸，然后笑着转身，便是看到轩儿此刻正望着自己，一脸傻笑。听到萧炎的话，少女这才忍不住从方才的恍惚当中回过神来，望着那柔和看着自己的少年，一张精致小脸上也是露出一抹温柔笑容。没什么，就是觉得萧炎哥哥越来越有魅力了呢。望着少女那略带几分欢喜的目光，萧炎也是忍不住咧嘴一笑，轻轻揉了揉她的脑袋道：我知道你们家很强，强到只有斗圣强者才能真正得到他们的认可。不过你放心，斗圣这个层次对我而言并非什么难事。听到萧炎的话语，轩儿都是不由得微微一怔，旋即才捂着小嘴咯咯笑道：那我就等着萧炎哥哥成为斗圣强者的那一天。对于他这副笑嘻嘻的模样，萧炎不但没有恼怒，反倒是笑盈盈地贴到他的耳畔，温热的声音在这一刻也是传到了轩儿的耳中。等到了那一天，我就去你家提亲。话音落下，萧炎便是看到那张洁白如玉的俏脸再度变得绯红起来。零碎的阳光之下，少女忽然抬起头，露出一张令天地失色的绝美脸蛋，一双灵动的眸子当中竟然多了几丝水雾。只见她轻轻踮起脚尖，望着那张越发成熟英俊的脸庞，嘴角扬起一抹幸福的微笑。我相信萧炎哥哥一定可以做到的，我等着那一天。话音落下，一抹柔软已经落在了萧炎的脸上。唉，这两个年轻人。望着那一对依偎在一起含情脉脉的少年少女，紫妍双手抱胸，无奈地摇了摇身上的那挺翘的双马尾，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不过很快，这位老气横秋的萝莉便是被某个黑衣少年提溜起娇小的身子给拽了起来。喂，萧炎，你放开我，你再这样我就要咬你了。我好歹也是内院的老学长了，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小丫头的吵闹声回荡在空荡的盘门当中，萧炎却是没有理会，直到将紫妍拎回他们所居住的小别墅之后，这才将小丫头放在地上，神色有些严肃地望着她。喂，你干嘛这么看着我？我身上有什么东西吗？被萧炎如此严肃地盯着，饶是紫妍此刻也是有些发毛，一脸警惕地看着萧炎。也没什么大事，就是在考虑要不要给你炼制一枚化形丹。萧炎抹擦着下巴，说出来的话却是令紫妍和薛儿都是微微一愣。薛儿倒是还算好一点，很快便是想清楚这件事情对于萧炎而言或许并不算难。不过紫妍在听到这句话之后，却是激动的有些手舞足蹈了起来。真的吗？他一双乌黑眼睛紧紧地盯着萧炎，眼中带着几分激动之色。自从他从龙蛋里面孵化出来之后，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被这副娇小的身躯所束缚着。虽然他本就是孩子心性，不过那种始终被别人当作小屁孩的样子，终究还是让他有些不爽。内心的深处，她一直都是一个想要快快长大的小女孩啊。假的。萧炎思虑片刻，还是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妮子这混不吝的性子，其实是很受这些大姐姐们欢迎的。将来要去找彩铃等人，萧炎还要带着这个团宠。再说这副模样多可爱啊，跟在身边仿佛半个妹妹，又仿佛半个女儿一般。不过对于她的后半段话，紫妍却是十分的不满，甚至对着萧炎发出了阵阵恶龙咆哮。萧炎，你不要不识好歹！萧炎，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萧炎哥哥，你舍得让紫妍一直长不大吗？哼哼，萧炎，你别逼我跪下来求你！
对于小丫头的死缠烂打，萧炎早就习惯了，只是无奈的摇了摇头，最后给紫妍画了个小饼。只要这段时间你一直听我的，等将来前往中州的时候，我肯定会给你炼制一枚化形丹的。经过萧炎的一顿安抚，紫妍这才变得老实听话了一些。不过自从听说了化形丹的事情之后，她对于萧炎显然是变得更加殷勤了一些。如此过了不到3天的时间，这丫头却是再度跑了过来，说是苏千有事要找萧炎。哼，这老头竟然还敢找我！听到紫妍的话，萧炎嘴角却是忍不住嘿嘿一笑，当即便是跟着这妮子来到了苏千的宅院当中。大长老，别来无恙啊！望着那一身黑袍，脸上略带几分尴尬笑容的苏千，萧炎忍不住咧嘴一笑。哦，萧炎你来了，你要是再不来，老夫可是要前去找你了。望着面前这张年轻的脸庞，苏千依旧是忍不住的感到有些恍惚。前段时间萧炎以一人之力连败内院2大高手的事情他都是听说过的，可是这家伙才多大年纪啊，竟然已经能够做到这一步了。看样子当初萧炎离开天坟炼气塔时所展现出的实力，的确不是自己低估了对方。哼，大长老找我做什么？难不成是您老人家想奖励自己一枚斗灵丹不成？萧炎有些不怀好意的看了苏千一眼，令得后者都是忍不住老脸微微一红。哈，看你这话说的，萧炎，老夫这次拉你过来是来找你商量一件事情的。苏千讪讪一笑，没想到这家伙竟然是如此的记仇。什么事情？大长老尽可有话直说。听到苏千有事商谈，萧炎也是收起了一些玩笑意味，笑盈盈的看着苏千。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你如今的实力早就超过了内院学员的标准，想必与真正的斗皇强者想必也差不了多少了。而且你吞噬了陨落星岩，天坟炼气塔对你而言也是没了多少作用，所以我跟一些长老们商议之后，打算让你担任一个长老的职位，不知道你意下如何？见到萧炎神色舒缓，苏千也是嘿嘿一笑，有些期待地看着萧炎。担任学院的长老？闻言，萧炎也是微微一愣，最后才无奈地摇了摇头。倒不是我懒得搭理学员，只是我今后恐怕还要去斗气大陆其他地方闯荡，或许今年我便是要离开迦南学院到其他地方去了。听到萧炎的话，苏千也是忍不住微微愕然。不过一想到如今的内院对于萧炎的确是没有什么帮助和吸引力了，他也是有些了然的点了点头。不过虽然如此，却也并不怎么影响他的计划。哼，没关系，我们也不是要你一直留在迦南学院，只是让你担任一个挂职的名誉长老而已。你以名誉长老的身份加入内院，对你未来的行动没有任何的束缚，只需有空或是恰巧的时候来学院做做客，顺便给一些学员讲讲课就够了。苏千笑盈盈的说道。成为学院的名誉长老，虽然实质性的好处并不多，但要担任的责任也是不多。而且学院长老每个月都能领取300火能的补贴。你或许对于陨落星岩没有什么需求，但对于内院当中的大量功法斗技和天才地宝就没有什么兴趣吗？听到苏千的话，萧炎也是终于明白了他的意图，合着到头来就是要让自己在迦南学院挂个名，最后跟内院绑定一下关系啊。至于什么所谓的功法斗技，萧炎还真就看不上这些，倒是内院宝库当中的那些天才地宝，有时候还能让他略感兴趣一些。毕竟作为一名炼药师，总不可能靠着自己一直搜索大量的药材，就算是再强大的炼药师，有时候也有可能会为了一件级别不高但却是颇为罕见的药材而大费周章。这个时候一个势力的作用就真正的体现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是到了斗圣斗帝乃至大千世界的天至尊都需要建立或是加入一方势力的原因。人脉这种东西并不能让你忽然的变强，但运用得当的话，总是能够以自己手里的资源跟别人换到不一样的资源。更何况萧炎本身与迦南学院的关系便是相当的不错，今后在飞升到大千世界之后，也是需要这学院为将来的无尽火域提供大量的人才。想到这里，萧炎也是不再犹豫，只是笑眯眯的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苏千的事。见到萧炎点头，苏千也是十分的高兴，此刻的明眼人都是能够轻松的看出萧炎的潜力是何等的可怕。苏千不敢说萧炎将来一定能稳稳的达到斗圣这个大陆巅峰的境界，但在他的意识当中，像萧炎这样的天才，除非是中途夭折，不然斗尊巅峰简直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从他当前那逆天的表现来看，成为斗圣的可能性也不小啊。如此一来，迦南学院未来可就要走出一个超级强者层次的学员了，并且这位未来的超级强者还是迦南学院的名誉长老，这对于迦南学院未来的几百年或许都有着巨大的影响。直到领着萧炎办理完了名誉长老的手续，苏千才笑眯眯地望着萧炎领着一蹦一跳的紫妍走了回去。姐姐，我迦南学院要出来一位了不得的学生了。苏千笑盈盈地摸了摸胡子。而回到阁楼之后的萧炎，在经过几日的平静之后，终于是开始了下一步的修炼。雅致的阁楼当中，一处摆放着各种绿植被打理得十分精致的阳台当中，萧炎盘腿而坐，
望着这充斥着温暖气息的阳台，微微一笑。能令自己感到如此舒服温馨的阳台，自然是薰儿亲自打理的。默默感受了一番阳台当中的舒适之后，萧炎这才缓缓闭上眼睛。如今的他已经聚集了3种异火，可以凝聚出混沌熔炉这样的绝世神通，修炼斗气对他而言已经是没有什么必要了。现在的他要开始从斗气大陆的修炼体系跳跃到大千世界的修炼体系了。这样的变化对于旁人而言可谓是无比的困难，因为斗气大陆之上根本就没有灵力这样的东西，更何谈如何修炼。但这些东西对于如今的萧炎而言却并非什么难事。所谓的斗气、灵力，乃至于是更高级的元气、神力，归根结底都只是能量的一种表现形式罢了。当然，这种表现形式虽然看似简单，但对于普通人而言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转换。也唯有再度凝聚出混沌熔炉的萧炎，才有这样的能力，将自身的斗气，甚至是斗气大陆的能量，通过混沌熔炉重新结构，然后再度凝聚成更加强大的灵力。不过因为如今的实力终究还是太过弱小，混沌熔炉的威能也远远没有完全开发出来，因此萧炎也只能完成自身灵力的转换。若是做到将驳杂低级的斗气大陆能量大量的转换为灵力，那他至少要真正踏足至尊境界之后才能做到。不过随着萧炎的实力越来越强，他的转换效率也会变得越来越恐怖。等他到了圣品天至尊的境界之后，甚至可以将整个斗气大陆的能量都转化为灵力这种能量，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将驳杂的宇宙能量转化为元气、神力。不过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萧炎至少踏足天至尊境界才敢妄想，而那个境界对于如今的萧炎而言，终究还是需要时间的积累。不过既然前世都能够走到这一步，萧炎这一世自然是自信迟早能够达到，甚至能够走得更远。脑海中掠过这些念头之后，萧炎也是不再犹豫，丹田当中炎神法身忽然睁开眼睛，随手一丢，便是将那手掌之上的混沌熔炉丢入到了萧炎的气海当中。混沌熔炉落入气海当中，萧炎也是不再犹豫，体内那磅礴无比的斗气在这一刻也是纷纷如同江河倒灌一般灌注到了那混沌熔炉当中。在斗气落入混沌熔炉的那一刻，萧炎心念一动，那混沌熔炉之上一条条平时未曾显现的大道纹路在这一刻也是纷纷亮起。随着这些大道纹路的亮起，混沌熔炉开始缓缓转动起来，即如同一道仿佛洪荒当中诞生的天地熔炉，又像是一道混沌神墨一般。在这可怕的高温和神奇的韵味之间，萧炎体内那精纯的斗气开始迅速分解成了更为基础的一种能量结构。在这一刻，他体内庞大的斗气正在迅速分解着，只是对于这种分解，萧炎却是没有任何不安，因为混沌熔炉转动之间，一缕缕不属于这个世界却更加强韧、更加精纯的能量正在不断的生成。在混沌熔炉的转换之下，萧炎那雄浑的斗气终于被转化为了一丝丝的灵力。而在这一丝丝精纯灵力出现的那一刻，萧炎便是没有丝毫的犹豫，当即便是凝聚心神，将体内那一道道精纯灵力汇聚起来。灵力修行第一关，灵动境，对于萧炎没有丝毫的困难可言。这一关最为困难的便是感知灵力，然后吸纳炼化灵力。对于萧炎而言，即便是没有前世的经验，也是轻松无比，更何况是如今。因此在如此持续盘坐了3天的时间之后，萧炎体内那庞大的斗气便是不断的被他转化为灵力储存，直到了某一刻之后，那积累的已经十分不少的灵力终于被萧炎凝聚、打磨，最后化作一道神奇的光轮。光轮之上溢散着晶莹光洁的光芒，看上去就颇为的神异。灵力修行的第2关，灵轮境突破。灵轮境之后，萧炎也是再度加快了斗气转换的速度。又是3天之后，灵轮之上光芒大涨，骤然碎裂。在这灵轮碎裂的那一刻，萧炎心神一动，炎神法相直接一颤，最后将漫天灵光融入到了自身的当中。灵力修行的第3关，神魄境。神魄境本该是灵力修炼者寻找一强大灵兽的精魄融入自身，凝聚成一道强大的神魄，从而得到更加强大的手段。但萧炎本身就是神灵，何须再借他人的手段？到了这一步，萧炎的灵魂便是不能够再以斗气大陆单纯的修行方式称为灵魂了，而是要称为神魄。比起灵魂，神魄拥有更多的手段和坚韧程度，要更加的强大和神奇。当然，神魄在经历神魄难这一关卡之前，强度比起灵魂虽然有优势，但却并不是多么的明显。但在经过了神魄难之后，那才会真正的显现出神魄比灵魂强大的地方。经历了神魄难之后，神魄力量虽然不如天境灵魂，但论起质量却是已经开始相差无几。这一点也是大千世界的修行体系强于斗气大陆的一个很明显的方向。在萧炎踏入神魄境之后，他体内那庞大的斗气此刻已经消耗了大半。见到这种情况，萧炎却是并不奇怪。他的混沌熔炉虽然能够将天地能量进行转换，但此刻毕竟是未曾达到完美的状态，
转换之间难免会有所损耗。另一点便是，灵力当中的能量精纯浓度是斗气的10倍不止。同一层次的大千世界强者与斗气大陆的强者打起来，后者几乎是绝对被碾压的。在这2种原因之下，萧炎那庞大的斗气虽然能够不断的转化为灵力，但在转化到神魄境之后，也终于是彻底的停止了转换。到了此刻，萧炎体内已经是再无一丝一毫的斗气，而是彻底的转换为了灵力。以此转换，便是过去了10天左右的时间，萧炎如今也仅仅只是神魄境的力量。这种层次的力量放在斗气大陆上，也不过是大斗师左右的阶层罢了，距离萧炎的极限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不过他也不能急于一时，而是在完成灵力转换之后，选择暂时休息2天。他的元神法身可以快速适应灵力的转换，但他的肉身却是难以适应这种全新的、更加强大的能量，因此萧炎需要给肉身一个适应的过程。在这个适应的过程当中，盘门的众人却是开始陆陆续续的从天坟炼气塔当中归来。望着那一张张有些涨红，甚至连双眼都是有些赤红的青年，萧炎心中也是有些无奈的好笑。看样子自己在炼化陨落星岩的那些时间里，的确是把这些家伙憋得够呛。随着天坟炼气塔的开启，他们一个个的在其中待了至少也有半个月的时间，更有甚者甚至待了快要1个月之久。正是因此，哪怕新的陨落星岩温和了不少，甚至有着丹药辅助，这几个家伙也依旧是隐隐有着些许火毒侵入了体内。不过如此疯狂的修炼之下，效果自然也是十分明显的。萧炎很快便是察觉到，像林修崖、林燕等几个天赋最好的家伙，在经过了这次的修炼之后，都是达到了斗灵的层次。当林燕突破到斗灵，看到萧炎的那一刻，他显然是有些兴奋地摸了摸拳头，但很快便是被一位提前回来了好几天的盘门学员给拉走了。你拉着我干什么？我还想跟着家伙练练呢。林燕有些不满地看着那名学员。闻言，那名学员只是冷笑一声，低声在林燕耳边轻轻低语了几句。说完这些，他便是一脸开心地看着林燕那副如遭雷击、一脸茫然的表情。随着众人的归来，盘门的这些家伙也是很久没有跟自家的老大哥萧炎好好聊聊了。于是乎，盘门也是打算在自家内部的广场上举办一个小小的晚会，增强一些团队凝聚力。对此，萧炎也是没有什么意见，毕竟创立盘门除了因为他前世的一些感情之外，盘门的成员也是要培养为他未来身边的骨干的。对此，萧炎甚至颇为大方地掏出了一条化血魔牛的牛腿，用来作为本次宴会的主食。而在看到这条牛腿的那一刻，紫妍一双眼睛便是已经瞪得跟铜铃一般，同情的眼泪情不自禁地从嘴角滑落。快点快点，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阁楼当中，不等众人收拾，小丫头便是已经急不可耐地催促了起来。望着这一幕，刚刚回来的萧炎与薰儿相互对视一眼，也是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而就在这时，一道房门却是突兀地打开，在那房门打开的瞬间，一道略带几分慵懒与无奈的声音也是回响起来：能不能不要这么赶啊？我刚驱逐完火毒，还需要洗一个澡。话音落下，一个香汗淋漓的高挑身影便是出现在了廊道当中。望着那满头银丝，只是简单的遮住了一些隐秘部位的美丽女子，萧炎不由自主地将目光看了过去。而此刻的韩月也终于是意识到这房间当中原来还有一个男人，呆愣了片刻之后，便是一脸羞红的连忙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当中。望着那转瞬即逝的美丽动体，萧炎不由得摇头叹息一声：好白，好大。一旁的紫妍也是发出一声嘿嘿怪笑。望着两人这副模样，身边的薰儿在感到好笑之余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如此半晌过后，韩月终于是清洗干净，换上了一身如雪的丝绸长袍。此刻这一袭洁白长袍配上她那一头的银丝，加上那略带几分清冷的美丽脸庞，倒是不复方才的香艳，而是多了几分清冷的美感，宛如从冰雪当中走出的神女一般。萧炎学弟，刚才让你看笑话了，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我们都习惯了。见到萧炎笑盈盈的模样，韩月想起方才的尴尬，忍不住俏脸微红地解释道：当初因为萧炎不在，他与紫妍便是主动搬到了这座小阁楼给薰儿作伴。如此过去几个月的时间，他早已习惯了这里，以至于方才驱逐完体内火毒之后，忘了这阁楼里已经多出了一个男人。什么笑话不笑话的，这都是人之常情。萧炎笑呵呵地说着，令韩月神色微微松缓了一些。以后你们还是将这里当成自己的家，该干啥干啥。萧炎说着说着，神色忽然变得有些暧昧。而在听到他这句话之后，韩月那原本恢复了几分平静的俏脸，在这一刻也是瞬间变得红润起来。萧炎哥哥，你可不能这样欺负韩月学姐哦。薰儿的声音在萧炎耳畔不知何时响起，那温柔的声音当中不知为何却是带了几分危险的意味。如玉一般的小手不知何时已经捏住了他腰间的一块软肉。听到薰儿的话之后，萧炎也是不再继续调笑，适可而止地结束了这个有些不正经的话题，
手掌轻轻握住他的玉手，带着他前往广场当中。被萧炎握住小手之后，薰儿的脸庞之上却是又多出了一点红润。好在这几年的时间，他早就习惯了，因此很快便是适应了过来。一行人很快就是来到了属于盘门阵营的一处广场当中。此刻的广场之上已经是强者云集，足足70-80人都汇聚在了此地。随着盘门这半年来的不断壮大，以及这崛起的速度实在是有些太快了一些，很多内院的老学员都是开始选择了加入盘门。对此，萧炎也是没有拒绝，只是吩咐盘门的人一定要审视好，盘门的人是不需要庸才的，更不需要对盘门不忠诚的人。因此，进入盘门的机会并不容易，即便是很多老学员想要加入盘门，也要有一定的实力，还要经过一番考察才行。不过饶是如此，依旧是有着不少的学员想要疯狂的加入盘门当中。毕竟盘门所售卖的几种丹药在内院可都是最为畅销之物，连很多导师都是很感兴趣，可想而知其中的利润是何等的庞大。加入盘门便是意味着可以减少很多为火能操心的流程。尤其是前些时日，萧炎在随手击败了王富贵和叶寒2大学院当中的顶尖强者之后，更是令很多斗灵强者都慕名而来，声称愿意加入盘门。毕竟明眼人谁都能看得出，这位盘门的门主只要不在中途陨落，将来怕是必然能够荣登斗气大陆的巅峰强者行列。能够早点与这种人物博得一份交情，留下一份印象，对他们而言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机缘。萧炎，你终于来了！广场上的众人在见到萧炎到来之后，一个个都是咧嘴笑了起来。林燕这家伙更是有些不爽地打量了他一番。本以为我们从天坟炼气塔当中出来，成为斗灵已经颇为了不起了，没想到你这家伙已经是斗王了，还将王富贵和叶寒这2位都给击败了。唉，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林燕无奈地摇了摇头。闻言，其余众人的嘴角也是露出一抹苦涩之色。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家族或是小地方，那都是十分出名的天才，能够在这个年纪拥有这个成就，绝对是值得骄傲的。可在萧炎的面前，他们却是如同明月面前的萤火一般微不可察。没有遇到萧炎之前，他们一直觉得所谓天才，大抵便是他们这样的人了。在那之前，哪怕是对于王富贵、叶寒这样的家伙，他们也只是觉得自己时间不够而已。若是条件对等，是不会弱于这2个家伙的。可直到遇到萧炎之后，他们才发现，原来还有人能够在修炼天赋上甩开他们如此之多。这般年纪便是拥有如此成就，说上一句恐怖如斯也是一点都不过分啊。望着众人这苦涩的脸庞，萧炎也只能是无奈地笑了笑。我还能怎么办？谁让我是满级重生呢？当然，就算不重生，也依旧是可以碾压你们的。心中虽然如此吐槽，但萧炎嘴上还是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语。各位不必妄自菲薄，你们应该想清楚，你们能有如此天赋，已经是令周围很多人羡慕不来的一份天赐机缘了。强者的道路漫长久远，就算是再天才的人，也会被困在斗圣这一屏障面前。天赋是一方面，但心性才是你们走得更加长远的最关键原因。萧炎望着众人，不由得出声安慰道。他这不安慰还好，一安慰，众人看他的目光却是更加的幽怨了。斗圣这个名词对于他们而言实在是太过遥远了一些，哪怕他们个个都是老家里的天才，也是从来没有敢对于这个境界有所妄想过。对于大部分学员而言，成为斗宗就是他们的一个毕生奋斗的目标了。少部分有野心的也是敢幻想一下斗尊这个境界，可斗圣距离他们实在是太过遥远了，遥远到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传说中的人物。最重要的是，大家现在还都在为成为斗王而努力啊！你张口就是斗圣，看样子是已经不把斗圣之前的困难当回事儿了。看到众人这副幽怨的眼神，萧炎也是感受到了自己似乎是说错话了。因为前世的经历，斗圣之前的那些小打小闹早就不被他当回事儿了，没有达到这个层次的强者简直是不配出现在萧炎的视线当中。他却是忘了前世的自己也曾经在为了成为一个小小斗王而费尽心思。那时的他想要得到一种异火，所付出的代价可是现在的100倍1000倍都不止。每一次巨大的突破背后都是一次次的生死冒险。算了，废话我也不多说了，我现在先请大家吃点好东西。见到无论如何安慰这些家伙都是一副到心破碎的模样，萧炎索性也就不再废话，心念一动，下一刻一根长达数丈的牛大腿突兀地出现在面前的广场之上。在那血红牛大腿出现的那一刻，许多人都是有些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一幕。牛类魔兽他们也不是没有猎杀过，很多牛类魔兽体积都是不小，身高1丈乃至数丈都是极为正常的事情。可面前这类似牛类魔兽牛腿一般的部位，单单是这大腿的部分便是有着4、5丈的长度。若是这头牛类魔兽活着的时候，这魔兽又该是何等的庞大。想到这里，众人的眼中都是不由得露出一抹骇然之色。比起他们眼中的惊骇，紫妍此刻已经是乌黑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了起来，一张小嘴已经不争气地流下了口水。
身为魔兽，他最是清楚面前这魔兽血肉的营养价值。不说别的，单看那裸露在外的道道血肉，其上所散发的晶莹血色光泽，便是意味着这血肉当中怕是充斥着极为庞大的能量。在众人骇然的目光当中，萧炎倒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随手升起一抹异火，便是将这一条巨大牛腿包裹烘烤了起来。这条牛腿自然是当初他猎杀的化血魔牛之后所留下的一条，作为七阶魔兽身上最为精华的血肉之一，这牛腿当中本就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堪称是大补之物。不过也正因如此，寻常火焰想要将这牛腿烤熟，可就太费劲了一些。即便是韩贤这些炼药师，恐怕也要烘烤上个2-3天。好在萧炎有着异火在手，而且是融合了3种异火的强大异火，因此在萧炎的烘烤之下，这一条牛腿很快便是散发出了诱人的香味。这香味最初并不明显，但在异火的炙烤之下，很快就令在场的众人感到口腔之间弥漫的唾液。来，吃！将牛腿烤好之后，萧炎手中灵力翻涌，化作一道锋利的刀刃，轻易地将这些牛腿分割成了一块块人头大小的牛肉，递给众人。即便是如此分出，这牛腿之上依旧是有着大半的牛肉残留。萧炎干脆是一分为3，将剩余的牛肉分成3个部分，一部分是留给盘门其余众人，另外的2个部分则是被他和紫妍独占。于是乎，众人很快便是看到这紫妍抱着一块比他本人都要高了许多的牛肉，饿虎扑食一般的啃了起来。哦，好吃，真是太好吃了！小丫头直接徒手撕下来一大块肉，那看似小巧的嘴巴，却是仅仅片刻就将这大块牛肉迅速吃掉。化血魔牛的血肉是7阶魔兽当中堪称最为美味的几种魔兽血肉之一，除了其味道足够鲜美之外，对于肉身的滋养也是名列前茅的。对于紫妍而言，简直就是堪比天才地宝一样的东西。在他身边，萧炎也是大口吃着这些牛肉。他在收集到3种异火之后，肉身也是可以再度增幅，正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滋养肉身。不过比起紫妍，他在吃肉的同时，也是在不停的与盘门的众人笑呵呵的聊着天，关心一下盘门成员的修炼。那些盘门一边聊着，一边吃着面前的牛肉。很多男学员同样是不拘一格的大口吃肉，甚至还有人掏出了珍藏的美酒一起痛饮。不过很快，他们便是诧异的发现自己在吃了不到人头大小的牛肉之后，便是已经吃饱了。而少数一些学习过炼体斗技的学员，在吃了大块牛肉之后，却是眼睛微微发亮，如同见到宝物一般，又割了很多牛肉，大口吃了起来。很快，众多学员便是感受到了这牛肉的神奇之处，随着他们的大块朵颐，一道道磅礴的气血之力随着他们的消化也是开始充斥在他们的身体当中。这令他们感到神奇的同时，又忍不住眼神有些火热了起来。很显然，这肉类魔兽的血肉果然不是凡物，竟然有着滋养肉身的作用。若是每天能够吃上这么一些牛肉，那日积月累之下，肉身肯定能够达到一个极为强横的程度。不过吃到最后，他们还是有些震惊的看了一眼萧炎身边的紫妍。这么半个晚上的时间，这丫头怕是吃了快要上千斤的牛肉了吧？与之相比，他身边的萧炎吃了那么100-200斤，似乎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真是想不明白，他那看上去仅仅只有几十斤的身板，到底是怎样吃下这么庞大的一块血肉的？一场宴会结束之后，萧炎也没有太过节省，而是令众人将剩余的牛肉按照固定的重量分好，最后各自带回。以化血魔牛那一条大腿，多了不说，几千斤的重量肯定是有的。倒是回去的路上，紫妍一张小脸却是红扑扑的，粉雕玉琢的脸上带着畅快的笑容。爽啊！自从我出生以来，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的一顿饭。听到这句话，本想敲一敲他脑袋的萧炎忽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转而有些温和地揉了揉他的脑袋。没关系，我这里还有着不少牛肉呢，够你吃上那么一阵子了。听到萧炎的话，紫妍那一双乌黑的瞳孔几乎快要冒出了绿光一般，忽然蹭的一声跳到了萧炎的身上。哈哈，萧炎，你真是太好了！望着那扒拉在自己身上的白衣女孩，萧炎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目光看向身边的薛儿，见到后者并没有吃醋，只是有些无奈的目光之后，也是忍不住微微一笑。哎，带着这妮子，真是又像妹妹又像女儿啊！在他们的一旁，韩月望着这3个宛如一家3口一般的3个人，忽然觉得自己是不是显得有些多余了一些。寒霜帝国古老的山脉当中，一座漆黑大殿在这一刻却是再度巍然崛起。此地正是当初被萧炎所摧毁的那处魂殿，只是在被萧炎摧毁之后，这些魂殿众人却是并未搬离魂殿，反倒是再度建立起一座强大的魂殿。而且这一次，没有人会担心这处分殿会被人再度捣毁，因为这次镇守这处分殿的强者可是一位7星斗尊巅峰的超级强者，魂殿9天尊，魔羽天尊。这种层次的强者，就算是放眼整个斗气大陆，也已经达到了极为顶尖的一个层次了。不过
今日的魔羽天尊显然是比平时那副桀骜的模样收敛了许多，一双眼睛此刻都是正静悄悄地盯着这处分殿刚刚建立起来的空间通道。在魔羽和身后几名魂殿护法的注视之下，很快那通道的另一侧一道更加庞大、充斥着血腥之气的庞大气息便是隐隐渗出。片刻之后，一道身穿血袍的阴冷男子便是从那通道的另一端走了出来。随着此人的走出，斗尊巅峰的血腥气息瞬间令在场的众多护法都是神色畏惧，就连魔羽此刻在看到此人之后也是心头一跳，连忙对着此人微微躬身行礼。四哥，没想到店主竟然把您给请过来了。魔羽望着这位血袍男子，眼中隐隐忌惮之色。魂殿天尊不说个个都是罪大恶极，但绝对是没有什么好人的。魔羽在加入魂殿之前也是一方魔道巨擘，但比起面前的这位四天尊血河来说，倒是有些小巫见大巫了。此人在血修一道上的成就，放眼整个斗气大陆，如果不算上个别隐匿的魔道斗圣，那绝对可以位列前3了。这位血河天尊在加入魂殿之前可是杀了不知道多少人，堪称是罪孽滔天，也是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的是，这家伙一旦疯起来，连同僚都杀。这些年来因为办事不力或是其他原因被他随意灭掉的护法都有10多位，甚至连魂殿尊老都是被这家伙杀了一位。只是即便是犯下这样的错误，以此人一转斗尊巅峰的实力，魂殿当中也仅仅只是口头批评了一下。魔羽也是没有想到，魂殿这次竟然把这个家伙给排了过来。对于魔羽的恭维，雪河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一双猩红的瞳孔淡漠的扫了魔羽一眼，仿佛看待美食一般，令魔羽都是心里发毛。不过他也同样是魂殿天尊，这雪河除非是不想在魂殿混了，否则还不至于跟他动手。魂殿天尊与尊老又是完全不同的级别，尤其是9大天尊这样的高手，即便是魂殿这样的势力，想要培养招揽一个也不容易。血河只是在魔羽身上掠过一眼，然后便是继续向前走去。而随着他的走出，大量缭绕着漆黑雾气的人影却是从他背后的通道当中走了出来。黑白天尊，你们2个都来了。当看到血河身后紧接着出现的一黑一白2名老者，魔羽眼中再度露出一抹惊讶之色。黑白天尊虽然都没有资格位列9大天尊，但各自的实力却都是达到了6星斗尊，2人一旦联手，足以与他这个魂殿9天尊相提并论了。哼，店主有令，可以提前开启西北大陆的计划了，所以我等便是跟随血河大人一起过来，让这西北大陆好好的掀起一场杀戮了。黑白天尊面对魔羽虽然不至于非常恭敬，但终究还是得给对方一点面子，笑盈盈的挥了挥手。身后的通道当中，那足足上百位的魂殿护法在这一刻全部走出。除此之外，便是魔羽天尊你手底下那个傲护法向总殿回报的情报了。天境灵魂在这西北大陆出现，令店主他老人家都是颇为的好奇，因此特地令我等重点搜索这位天境灵魂。倘若对方是一位活着的还好说，而若是一具灵魂体的话，听到这2人的解释，魔羽也是骤然明白为何这次竟然连血河这个家伙都被派过来了。看样子店主的确是准备让整个西北大陆都进入到一个血雨腥风的状态了，这比原本的计划提前了10年左右。不过想到距离那所谓的1000年大计越来越近，他也就有些释然了。正当他准备宴请一下这些同僚之时，一旁的血河却是忽然开口了。我来之前，店主曾经说过，那名天境灵魂有可能便是当年从我魂殿手中逃走的药尊者药尘。虽然这样的几率小得可怜，但你们应该清楚，若是真的是那老家伙，我们将会立下多大的功劳。听到血河的话语，原本还算平静的大殿忽然一阵寂静，紧接着便是一道道充斥着欲望的火焰升腾了起来。如果那个所谓的天境灵魂真的是当年的药尊者药尘的话，一旦有谁能够将这位抓回去，那这功劳可就实在是太大了。要知道魂殿当中对于这位的重视程度可是丝毫不亚于一位半圣强者啊，哪怕是发现了对方，那也是大功一件。不过这终究只是一群人的臆想罢了，他们心中也清楚这是极为渺小的可能。以药尘当年那被重创的几乎快要灰飞烟灭的灵魂，如今能够活着就已经是十分不错的机缘了，怎么可能还恢复如此庞大的灵魂力量？无论药尘如今的状态如何，在当天的夜里，那密密麻麻的上百尊魂殿护法在这一刻便是终于彻底窜动了起来。上百位魂殿护法，那便是足足上百名斗宗强者，加上4位天尊的可怕实力，就算是放在中州也可以顷刻间缔造一个一流势力。而这些强者仍在这强者密度稀疏的西北大陆，哪怕这西北大陆的面积十分辽阔，此刻也是开始被这一道无形的势力开始迅速搅动了起来。一场腥风血雨正在这西北大陆渐渐的掀起，尤其是那号称西北大陆最为混乱的黑角域，此刻更是有着数名魂殿护法再度赶去。这里是西北大陆最为混乱之地，
本就是最容易吸收到灵魂体的地方，再加上此地前不久曾经出现过天境灵魂的踪迹，令很多魂殿护法都将此地视为了一块宝地。毕竟，若是那个猜测是真的，那一旦发现那位药尊者，对于他们这些魂殿之人来说，真的就是大功一件了。能够进入此地的几名魂殿护法，都是与魂殿的尊老们有着些许关系才能来此。只是他们或许不知道的是，在他们踏入黑角域的那一刻，死亡与他们的距离也在不断的接近着。巨大的利益，往往也就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在这些魂殿护法们相继踏足斗气大陆的各个区域，掀起一场场动乱的同时，魂殿的几位天尊更是将注意力集中到了那疑似要沉的天境灵魂之上。此刻的他们虽然清楚这种可能性并不算大，但就算对方不是要沉，那也应当是某个极为强大，至少半圣级别的可怕存在。毕竟他们这几位所谓的魂殿天尊，可是没有一人能够在灵魂造诣上达到天境。这种存在，哪怕是得到对方的一些基本信息，都是一笔不小的功劳。当然，若是真的是当年的那位药尊者药尘，那他们可就发大了。在魂殿的人积极地进行着这一步的时候，此刻的萧炎却是在迦南学院当中与紫妍大快朵颐着。朴素宁静的小阁楼当中，有着修剪精致的草木随意装点着，一阵阵清新的草木香气当中，却是隐隐有着女子的体香传来。这比草木更加雅致，更加令人心旷神怡的香气，自然是来自面前的韩月与薰儿两人。此刻的两人正优雅的小口吃着面前几乎占据了整个盘子的化血魔牛的牛腱子肉。这么两团足足10多斤的化血魔牛肉摆在两个优雅清美的美人面前，的确是显得有些突兀。不过比起这两女来，萧炎与紫妍的吃相便是没有如此的优雅了。只见这两个家伙，一人面前摆放着一块脸盆大小的牛肉，那副宛如虎狼一般的模样，看得薰儿与韩月都是有些目瞪口呆。相比起紫妍，萧炎虽然也是狼吞虎咽，但好歹还是保留了些许的仪态，不至于像某个未成年少女一般，直接将脑袋都埋进了肉里。化血魔牛的血肉当中蕴含着庞大的能量，而且对于肉身有着巨大的滋养。萧炎每一次都是吞下大口的肉食，落入腹中之后，短短片刻便是被那强大的消化能力迅速吸收，转化为一道道血色能量在体内流淌。而这些血色能量在运转了1个周天之后，便是落入到了混沌熔炉当中，最后被混沌熔炉那可怕的能力给转化成了灵力，注入萧炎的神魄当中。剩下的一部分血色能量被再度提纯之后，则是被异火带着进入到了萧炎体内的各处血肉当中，无声地滋养着萧炎的肉身。或许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面前的韩月与薰儿虽然知道面前放这么大一块肉显得很不优雅，却也没有拒绝，而是小口但迅速地不停吃着面前这块牛肉。好舒服啊！一顿大餐结束之后，韩月雪白脸庞上露出一抹红润，却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体内那庞大的能量在不停地温养着她的肉身，令她体内血气飞速流淌，不断地传来一阵阵懒洋洋的舒适感。跟着你们混了这些天，我感觉我的肉身力量都是变强了很多啊。韩月一边轻笑着，却是忽然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萧炎。显然这段时间他跟着萧炎也是得了不少的好处。哼，韩月学姐不必难为情，我不在的时候都是多亏了你经常陪伴薰儿，这点东西吃了也就吃了，不必不好意思。萧炎嘴角挂着一抹笑容，温和笑道：是啊是啊，你就不要不好意思了，你看我吃了这么多东西都没有不好意思啊。比起韩月那略带慵懒的状态，紫妍一吃饱了便是大大咧咧的直接躺在地上，那副该死的松弛感令萧炎看了都是有些羡慕。你看某人白吃白喝这么多天都是没有任何羞耻感，所以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了。萧炎无奈地翻了翻白眼，同时示意韩月不要太过在意。对于萧炎的暗示，紫妍却是没有丝毫的羞愧，反倒是直挺挺地坐起身子，冲着萧炎张了张嘴。对于这妮子这副模样，萧炎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无奈地从那戒当中取出一枚丹药，丢进了紫妍的嘴中。这位太虚古龙宝宝不但要吃饱吃好，还要定时投喂一点辅食。你看你这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养的不是个妹妹，而是个女儿呢。对于紫妍这副无赖性子，萧炎只是笑骂2句，却没有任何生气的意思。他心中最是清楚紫妍的性子，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他都是那副我占便宜理所应当的样子。但等到自己遇到事的时候，这小丫头才真的会舍命相搏。两世的记忆令萧炎对这小家伙有着充足的耐心和宠爱。嘿嘿，只要你管吃管住，我喊你一声爹也是没有问题的。笑眯眯地吞下那枚丹药，紫妍反倒是一脸无赖地笑道。听到这句话，萧炎却是不由得看向了自己的屁股底下，也不知道在那无尽岩浆的最下方，那位太虚古龙一族的老龙皇在听说自己的宝贝女儿因为几块7阶魔兽的兽肉就恨不得任人为父是个怎样的心情。可怜的老龙皇，可怜的太虚古龙小公主。萧炎有些怜悯地看了看弟弟，又看了一眼伸手抹着嘴角油渍的紫妍，最后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现在的他虽然隐约能够勾动驼舍古地的意念，但终究是太过模糊了一些。想要真的让驼舍古地释放竹坤，怎么也得到了他抵达古地洞府的时候。而想要抵达古地洞府，那至少要等他拥有击败寻常斗圣的实力之后才行。不过这一天应该是不会太过遥远了吧。此后的日子里，萧炎便是再度陷入到了枯燥的苦修当中。虽然灵力修行体系与斗气修行体系的多处方向大不相同，前者无论是各种方面都要胜过斗气修行一筹，但两者本质上讲，其实都是将肉身当作一个容器，通过天地能量的各种缓慢冲击，最后让这个容器不断的增强扩大，最后可以承受更多的能量。当然，用肉身来讲还是有些太笼统了一些，确切的来说，应当是肉身的各处窍穴隐秘，其中更是以丹田和识海两处最为重要。二者一个容纳物质能量，一个容纳精神能量，也是就所谓的灵力、斗气和神魂、灵魂。因此，修行的过程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扩展强化这两个位置，却是整个宇宙最为常见、最为广泛的一种修炼之法。萧炎的炎神之术虽然可以超脱这一层次，但在达到天至尊之前，也依旧脱离不了这个框架。因此，在此后的日子里，他便是每天都吸收着各种各样的磅礴能量，甚至是使用了生吞各种天材地宝、各种魔核的程度来不断的提升体内的灵力。化血魔牛的血肉，从魔兽山脉、寒风的幽海那界，甚至是魂殿当中缴获的诸多宝物，此刻都是被萧炎接连不断的吞下。混沌熔炉凝聚出来之后，丹药这种东西对他的帮助便是微乎其微了。如今的萧炎完全可以炼化天地万物为自身所用，任何蕴含能量的物质都可以被他吞噬炼化。当然，不一样的东西炼化出的能量自然是不一样的。虽然它可以大肆的炼化天地万物，但是精纯程度不一样，所消耗的时间自然也是不一样。而且受限于当今的修为和效率，萧炎的承受能力也是有一个范围的。就好像一个普通人，他一次最多吃个2-3斤的肉都会撑得难受，若是一口塞给他10斤肉，那便是只有撑死一个途径。拥有混沌熔炉的萧炎虽然不至于如此，可也会被卡得难以吸收。就比如萧炎可以轻易吞下炼化一枚5阶魔兽的魔核，但6阶就会费些心思，而7阶魔兽的魔核就会令他炼化的有些困难，若是8阶魔兽的魔核，则是会令他有着受伤的危险。饶是如此，再将一件件不是很重要的天材地宝和各种魔核吞下炼化之后，萧炎的实力依旧是在迅速的提升着。烈日高悬，萧炎依旧静静地坐在那飘散着草木清香的阳台之上，一枚5阶魔兽的魔核被他直接吞入腹中，然后被混沌熔炉包裹炼化。很快，那魔核当中的大量杂质和斑驳能量便是被迅速淬炼出来，而这些被过滤出来的能量和杂质，则是被萧炎几口黑气吐出。剩余的精纯能量在经过不断的煅烧精纯之后，然后再重组改造，最后化作一丝丝的精纯灵力汇聚到萧炎的体内，不断的融入到那已经越发圆满的神魄当中。经过1个月的不断炼化吞噬，即便是这些宝物当中的能量在经过不断炼化之后再转化为灵力的时候，已经只有原来的1%，可在日积月累之下，依旧是令萧炎达到了神魄境的圆满状态。此刻随着一枚5阶魔兽的魔核被炼化，一道道精纯灵力汇聚之下，萧炎终于是感受到了那层无形的屏障。融天境破！萧炎心神低喝一声，那又一道5阶魔兽魔核转化出来的大量灵力，在这一刻瞬间融入到了他的神魄当中。嗡！随着这些灵力的灌注，萧炎的神魄越发的强大，那无形桎梏的束缚感也是越发的清晰。对此，萧炎脸上没有任何波动，只是从那界当中再度取出几枚魔核和天材地宝一起吞下。这些魔核和天材地宝融入到萧炎体内之后，很快便是混沌熔炉再度提炼转化，最后化作源源不断的灵力融入到萧炎的神魄当中。在这般庞大的积累之下，终于是在某一刻，萧炎体内的灵力骤然喷发，由量变引起了质变。只见他体内那巴掌大小的神魄，此刻已经是缓缓地飘出身体，最后缓缓盘坐在萧炎的天灵盖之上。下一刻，萧炎对于周遭天地能量的变换，便是有了一个更为清晰、更为直观的感受。对于这一点，萧炎倒是没有丝毫的陌生。融天境，大千世界当中诸多修炼境界的第一个分水岭，就如同斗王在斗气大陆上一般，一旦迈过这个层次，从此所依靠的便不仅仅只是体内的灵力，更是可以借助周遭的天地能量。对于这种境界的感悟和使用，萧炎早就已经无比的习惯，他的境界早在前世就已经无比的清晰，如今想要晋级，所需要的也不过是一直完成一个量的积累而已罢了。当他达到了这一层次之后，萧炎便是再度恢复了之前斗王之时那般对于天地能量的掌控之感，而且因为灵力的能量更为高级，所以对于周遭的天地能量甚至有着一种压制和引力。感受着体内那再度变化，有了更多神奇能力的神魄，萧炎嘴角微微露出一抹笑容。只见他心念一动，
体内灵力一个牵引之下，周遭的天地能量便是开始迅速变动。萧炎手掌微微一挥，那越发磅礴的天地能量竟然是开始隐隐有着实质化的迹象，甚至还隐隐有着一种若有若无的潮汐声音响起。引动天地能量如海如潮，这是斗圣强者才能做到的可怕本领，也正是因此，斗圣才能被称为拥有毁天灭地一般的伟力。而现在的萧炎却是已经初步做到了这一点，虽然比起真正的斗圣差了实在是太多太多，但萧炎觉得等到自己晋升至尊境的那一天，想要引动这所谓的能量潮汐便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在晋升荣天境之后，萧炎比起之前那斗王之时的境界也是相差无几了。不过若是论起真实战力，那他比起之前6星斗王的自己或许还要更加强大许多。不错，继续修炼。萧炎嘴角露出一抹笑容，并没有因为突破到了荣天境而感到太过兴奋，而是闭上眼睛继续修炼了起来。日子一点一滴的过去，萧炎五枚纳戒当中珍藏的诸多宝物正在一点一点的减少。好在这些东西都并非十分重要，并不会对萧炎造成太大的影响。而在这般日复一日的炼化之下，萧炎体内的灵力却是再度不断的精进了起来。与此同时，盘门的众人也是在不停的苦修，一个个都开始陆续突破到了斗灵的境界。早在萧炎当初炼化陨落星炎的时候，他们便是有着几人达到了大斗师巅峰的层次，如今突破斗灵自然也是轻而易举。为了让这些家伙能够修炼得更快一些，萧炎甚至特意跟随这些家伙进了一趟天坟炼气塔，对着那团新生的陨落星炎嘱咐了一下。那小号的陨落星炎是萧炎亲手开启的灵智，对萧炎简直是无比的乖巧。因此在萧炎去了一趟天坟炼气塔之后，这些家伙便是感觉自己在天坟炼气塔的修炼速度似乎又加快了几分。有了陨落星炎的帮助，众人的修炼速度本就飞快无比，盘门当中更是有着萧炎所提供的各种可以辅助修炼的丹药，甚至不必担心火毒的问题。而且萧炎还专门放了一条牛腿，当做对于盘门有贡献的学员的奖励。在这般鼓励之下，众人的修为都是在飞速提高着。春花开了又谢，温和的春风眨眼间便是在日复一日的修炼中蒙蒙过去。转眼之间，一道道碧绿的苍翠便是弥漫在内院，也开始弥漫在整个天地之间。在这般的变化当中，萧炎的修为很快就提升到了荣天境后期。直到了这一境界之后，他体内那原本开辟出来的庞大丹田才在这一刻真正的达到了饱和。再往后，那便是需要借着庞大的灵力一步一步的再度扩充身体的容积。到了此刻，那修炼速度便是不可能再如同之前那般迅速了。从灵动境到神魄境，萧炎仅仅只是用了10天左右的时间，从神魄境再到荣天境，萧炎则是用了1个月。从荣天境一路推到荣天境后期，也仅仅只是用了不到1个多月。但从荣天境后期到荣天境巅峰，仅仅这么一个小境界，便是花费了萧炎1个月的时间。不过，距离突破到化天境也是不远了。萧炎嘴角露出一抹笑容，在他的丹田气海当中，一道混沌熔炉正在熊熊不断地燃烧着一枚7阶魔兽的魔核。随着这枚魔核的煅烧，一道道雄浑的灵力却是被不断地转化出来。只是这一次的灵力转化，萧炎却是没有将这些灵力都融入到体内，而是将其不断汇聚，最后凝聚成了一滴指甲盖大小的灵力液体。一枚7阶魔核所转化出的磅礴灵力汇聚成一滴液体，面前的这一滴灵液虽然还比不上大千世界的至尊灵液，但也相差无几了。若是吞服下这一滴灵液，虽然不能降令萧炎直接突破到化天境，却是可以令他的灵力在消耗干净之后瞬间恢复。没办法，修炼灵力固然强大，但在斗气大陆的一个弊端就是很难迅速恢复大量的灵力。若是寻常的战斗，萧炎还可以借助混沌熔炉的转换慢慢恢复灵力，可若是遇到强敌了，混沌熔炉的效率终究还是差了一些。虽然转修灵力对于各种宝物的消耗十分巨大，可同样得到的实力也是极为可怕的。感受着体内那越发充盈的力量，萧炎嘴角也是泛起一抹笑容。就在前几天，苏谦那老家伙竟然不知道哪根筋抽了，竟然想要与他比试一番。于是乎，从那天之后，苏谦在见到萧炎已经视色欲恭，礼欲至。门主，门主！结束修炼之后，萧炎简单的在盘门的地盘闲逛了一番，望着那越来越多的斗灵强者，他嘴角也是露出了一抹笑容。距离他炼化陨落星炎结束到现在已经是接近半年的时间了。盘门当中最早跟着他的那40人，此刻已经全部晋升到了斗灵级别。这其中除了他们的刻苦努力之外，萧炎所提供的各种方法也是极为重要。有了萧炎提供的各种丹方、化血魔牛的牛肉，甚至是陨落星炎的偏爱，这些人的修炼速度要比寻常在天坟炼气塔修炼的学员快了5成甚至1倍。正是因此，在半个月前，最后一名9星大斗师也是顺利突破到了斗灵。如今的盘门借着萧炎的名望，已经有了足足上百人。而这上百人当中，除了少数几人是太过年轻或是炼药师之外，
其他人竟然都有着斗灵级别的实力。如今的盘门，放眼整个内院，也算得上是排名第一的势力了。像林修崖、柳晴、寒月等人，在这半年的时间里，都是相继进入了内院强榜，各自都是有着4星到6星斗灵的修为。等到王富贵那一批老学员毕业之后，他们这些家伙便是要真正的霸占强榜之上的名额了。我如今修为也已经到了荣天境巅峰，待在迦南学院已经是难以再快速精进了。想要更快的提升修为，还是需要不停的吞噬异火。萧炎看了一眼越发壮大的盘门，心中却是已经升起了离开迦南学院的心思。如今平常的苦修已经难以让他的修为更加精进，唯有不断的吞噬异火，或是得到更大的机缘，才能让他的实力快速提升。虽然他手中现在依旧有着不少资源，甚至有着几枚8阶魔兽的魔核，但即便是将这些资源全部炼化，也最多够他修炼到通天境左右的层次。如今盘门已经壮大，自己在迦南学院当中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也是时候离开这里了。不过在离开迦南学院之前，他还要先把黑角域的事情解决一下。想到这里，他的目光不由得望向身边跟着的薰儿和寒月两女。最近黑角域是不是有着不小的躁动？听到萧炎的问话，两女相互对视一眼，也是微微点了点头。最后还是寒月率先开口说道：不错，最近黑角域的确是发生了很多暴动，感觉起来现在的黑角域比起过去要更加混乱了许多，每天都有着大大小小的势力被屠杀灭门。据说最近几个月里，甚至每个月都有着斗皇强者陨落的记录。而且根据我与几位长老交谈得到的情报，如今好像不光是黑角域，甚至整个西北大陆都开始变得混乱了许多。这半年的时间里，已经有着许多帝国之间都是展开了战争。说到这里，寒月也是有些困惑，他是来自中州的人，对于西北大陆并不是十分了解，但过去也是未曾听说过西北大陆会这么乱。反倒是萧炎在听说这一点之后，却是眉头一挑，心中多了一个模糊的猜测：西北大陆忽然变得这么混乱，不会是魂殿的那些家伙出手了吧？自己端掉魂殿的一个窝点，或许便是会令魂殿提前产生一些想法，也不是不可能。不过这一切目前还只是萧炎的一些简单猜测而已，是时候将黑角域的事情做个了结了。萧炎双目微微眯起，看着薰儿和寒月笑道：去把盘门的人都叫过来，我有大事要办。把盘门的人都聚集起来。寒月微微一怔，旋即一双美眸便是露出一抹光彩，旋即便是连忙点头笑着说道：放心吧，马上就去。话音落下，他便是化作一道银色倩影，消失在了萧炎的身边。萧炎哥哥，你这是打算要……看着萧炎这副模样，薰儿若有所思地看了萧炎一眼，嘴角也是露出了些许的笑容。哼，不错，盘门的这些家伙进入内院也快要1年的时间了，是时候带着他们到黑角域好好的闯荡一番了。萧炎嘴角露出一抹笑容，望着薰儿的目光也是带着些许的笑容。妮子，现在斗王之下，应该没人能是你的对手了吧？听到萧炎的话，薰儿俏皮的眨了眨眼睛，不置可否的冲着萧炎微微一笑。萧炎哥哥，我去叫人了。望着少女那越发动人的背影，萧炎嘴角也是露出一抹温和笑容。这半年的时间里，薰儿早就突破了大斗师的门槛，顺利达到了斗灵级别，而且他的实力在突破斗灵之后便是一路突飞猛进，如今单论修为就已经是不输于林修崖等人。而若是论起真正的战力，如今的盘门当中除了自己，好像就没人是他的对手了。当然紫妍还是不算的。随着两女的动作，原本空旷的广场很快便是有着大量的人群涌来，仅仅片刻便是有着半数的盘门成员汇聚。半个小时之后，很多天坟炼气塔的成员在这一刻也是从塔中匆匆赶来，尤其是很多跟着萧炎从外院进来的老成员，在听说萧炎要办大事之后，当即也是顾不得心疼手上那些还在消耗的火能，很快便是急匆匆地赶了过来。他们的心中对于萧炎所说的大事也是隐隐有了些许的猜测。很快，原本空旷的广场此刻便是变得热闹沸腾了许多，足足近100位盘门成员此刻都是汇聚于此。望着这几乎汇聚在一起的盘门成员，萧炎嘴角也是露出了一抹笑容。1年的时间，这些昔日的大斗师们此刻都是已经迈入到了斗灵的层次。想到这里，他的目光也是直接扫过了众多的老成员，嘴角露出一抹笑容。诸位，你们还记得血宗吗？萧炎开口的第一句话便是令整个广场沸腾了起来。很多当初就跟随萧炎的老人都是经历了血宗的事情，对于这个恶贯满盈的宗门可谓是无比的厌恶。早在去年，他们便是对血宗无比恶心，可那时他们的实力终究还是有些太弱了一些，对付血宗无异于是以卵击石。可就是这么短短的1年时间过去，他们却都已经成为了斗灵强者，甚至自家老大已经拥有了一个极为可怕的战力。这一刻，他们很多人都是十分的兴奋。剿灭血宗！在萧炎说出这句话之后不久，林燕便是站起来嗷嚎一嗓子。
随着他的站起，很多老人此刻都是被带起了节奏，高呼剿灭血宗。之所以如此的兴奋，除了他们对于血宗十分的厌恶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内院这近乎1年的时间里，他们都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生死搏杀了。虽说内院的竞技场也能战斗得十分痛快，但终究是没有生死搏杀，甚至剿灭对方之后夺得宝物来的痛快。因此，这些老人对于剿灭血宗简直是不愿多等片刻，甚至如果萧炎不提，再过一段时间，他们都会主动提起的。如今的他们，已经不再是去年那个剿灭嗜血佣兵团都有些费劲的家伙了。斗灵的修为给予了他们莫大的底气，尤其是这些家伙还个个都是同级当中的精英。望着众人这副兴奋的模样，萧炎却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笑眯眯地挥了挥手，示意众人暂时安静。有了萧炎示意，这些家伙也没有继续闹腾，而是纷纷盘坐下看着萧炎。此番出去，剿灭血宗只是我们的第一步而已。萧炎目光扫过众人，嘴角露出一抹笑容。这一次，我会带着你们荡平整个黑角域，整个黑角域当中，只要是罪大恶极的势力，我会带着你们一个一个清洗，用他们的鲜血来铸就你们的杀气。仅仅一句话，便是令众人再度热血沸腾起来。比起剿灭血宗，无疑是荡平黑角域这样的行为更加令人心潮澎湃。这是一旦做出去，那可就是足够自己今后吹嘘的资本了。一旦将来回去，他们完全可以跟自己家里人吹嘘自己当年在迦南学院的学生时期，便是与同僚们一起荡平了黑角域的各种罪孽势力。这要是说出去，得多有面子啊！不过此刻的他们却是不知道，若干年后，真正成为他们吹嘘资本的，却是他们曾经追随炎帝大人的故事。无论未来如何，都是无法遮盖这些少年郎此刻的心神激荡。年轻人本就是血气方刚，遇到此等大事，非但不怕，反倒是十分兴奋。就连很多后来加入盘门的老生，此刻也是对于这件事情十分的激动。在学生时期剿灭一个个拥有斗皇强者的势力，这是何等的壮举啊！望着如同打了鸡血一般的众人，萧炎也只是微微笑了笑，大手一挥，便是解散了众人，各自回去休整一下，休息一夜，明早出发。目标第一站，剿灭血宗。是。翌日清晨，一道道盘门的身影便是如同铺天盖地的蝗虫一般，朝着内院外界疾驰而去。炎哥儿，我们这么大规模的出动，难道大长老那边就不会有什么意见吗？人群当中，一名盘门成员略带几分担忧地问道。盘门如今已经是内院当中斗灵强者最多的势力，这一次出动，可是足足70-80位斗灵强者一同出发，这样的一道数量，可是足以占据内院1/3的斗灵学员了。不会的，我已经跟大长老打过招呼了，你们尽管跟着我便是。萧炎闻言只是微微一笑，一道异火双翼再度从他身后凝聚出来，绚丽的火焰流光划过，令周围的许多学员都是十分的羡慕。唯有一旁的紫妍在听到萧炎的话语之后，有些无奈地撇了撇小嘴。整个内院当中，唯有他见证了前不久萧炎与苏谦的那场战斗，以萧炎那将苏谦都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可怕实力，苏谦还有什么理由能够阻拦他？连斗宗强者在他手里都没有多少的招架之力，这样的实力放在黑角域已经是近乎无敌的存在了。一行人在离开内院之后，便是直接风驰电掣地朝着血宗的方向奔袭过去。以众人如今的实力，千里跋涉也并非什么十分困难的事情。仅仅1天1夜的时间，众人便是跨越了上千里的路程，出现在了血宗的血域当中。再度来到这充斥着血腥气息的所谓血宗，众人此刻却都是战意昂扬。早在当年，他们便是对于血宗的所作所为无比的厌恶，如今找到机会，自然是要顺手将这么一块毒瘤给抹了去。不但如此，萧炎此行甚至要带着盘门众人，将黑角域当中所有以人命为资粮，又或者是完全以人命取乐的所有势力全部抹除。萧炎不是什么烂好人，对于黑角域这些依靠着杀伐和种种阴狠手段来生存的势力也没有什么好感。不过他倒是也能理解，毕竟在如此混乱地带生存，不心狠手辣实在是难以生存下去。但心狠手辣和罪孽滔天却并非是一回事，前者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有选择的杀人，而后者则是完全没有目的，无论善恶无辜与否，都是清一色的生吞活剥，没有任何的底线可言。这样的家伙其实已经是货真价实的邪魔，与大千世界的域外邪族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就算如今的萧炎不与他们计较，等他成帝之后，一句话也是可以轻易的将这些势力全部抹除。根据情报所得，这血宗当中共有1位斗皇，4位斗王，斗灵强者不过寥寥30-40人。至于斗灵之下的强者，对我们也并没有多大的威胁。距离血宗100里之外的一处山丘北面，篝火缓缓燃烧，林修崖缓缓开口说出了今天的情报。在他说出这句话的那一刻，盘门的众人便是已经笑了起来。如此数量的强者，放眼黑角域也的确是一股不小的势力，但如今的盘门却是对这血宗丝毫的不畏惧。
他们虽然不清楚如今的萧炎到底是怎样的战力，但也模糊的知道对方绝对不会弱于斗皇强者。这一点，从能够将斗王巅峰强者追得抱头鼠窜的紫妍，在萧炎手中都只能被当成瓷娃娃揉捏，便是可以看得出来。而除了萧炎这个顶尖战力之外，紫妍也并非是寻常的斗王强者，以他的实力，轻松拖住2名斗王强者，简直是轻而易举。换句话说，是需要2名斗王强者疯狂拖着他，才不会让他跑出来乱杀。以他那恐怖的力量，一旦被他一拳打上，斗王强者也要瞬间重伤。至于那些小小斗灵，怕是会被当场轰碎成一团渣渣。所以，明天起由门主负责对付那血皇范劳，紫妍随机对付2名斗王强者，剩下的2名斗王，我与柳晴带领10个斗灵一队拖住1名，韩月与薰儿学妹带10名斗灵拖住1位。林修崖缓缓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最后才朝着萧炎看了过去。他心中也是明白，这场战役的最终决策权还是在萧炎的手中。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看着林修崖那征求意见一般的目光，萧炎也只是微微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等办完黑角域的事情，他便是要离开内院了。不出意外的话，1年之内将加玛帝国的诸多杂事给处理完毕之后，便是要前往中州了。到时候他不但要自己去，甚至还要带着薰儿。自己与薰儿这2个盘门的主心骨相继离开之后，盘门自然是要交给别人来领导。在萧炎的打算当中，便是准备让林修崖和韩月继续领导盘门的发展。等这几个家伙相继达到斗王的时候，想必萧玉也已经在内院有些头角了。想到今后的打算，萧炎嘴角泛起一抹淡淡笑容。休息一下，天一亮便开始剿灭血宗。是。听到萧炎的话，众人的脸上都是露出了一些兴奋的神情，各自都是闭上眼睛，缓缓调整着自己的状态。一夜无言，当一缕缕朦胧白光渐渐照亮天际，一抹赤红从远处山峰出现的那一刻，萧炎便是果断地站起身。在他站起身的那一刻，盘门众人也是齐刷刷地站了起来，显然他们都是有些激动的一夜未睡。好在对于如今已经是斗灵强者的众人而言，一夜不睡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杀！对于众人那神采奕奕的双眼，萧炎只是回应了简单的一个字。下一刻，冲天杀气骤然升起，一支队伍宛如洪流一般，迅速朝着血宗的方向冲刺过去。血宗位于血域中央的一座山峰之上，这里曾经是一处能量颇为浓郁的宝地。不过在被范劳霸占之后，此处的天地能量便是变得越发的有些阴寒，隐隐透露着一丝血色。而这座山峰随着这些年的血宗气息侵染以及大量鲜血的冲刷，已经有很多地方多了很多的血色，被黑角域的诸多势力称之为血山。黎明破晓，阳光渐渐将血山照得有了几分清晰，而只有此刻才会有人察觉到这所谓的血山是何等残忍血腥的地方。只见那山体之上有着诸多被鲜血染红的血色土壤，一道道尚未流感鲜血的尸体被悬挂在依靠血液为食的诡异树木之上。血山的两侧2道庞大的血池当中荡漾着嫣红的血液，在那血池当中还浸泡着一道道被斩断手脚的人影。这些人有男有女，却清一色的神色麻木，形如枯槁。他们存在的意义便是如同猪狗一般，为血宗提供源源不断的鲜血。当鲜血被榨干，身体再也无法诞生的那一刻，他们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会被丢到后山，成为血孽花的养料。这些人便是血宗当中的血奴。成为血宗的血奴，那时在黑角域当中都令人闻风丧胆的残酷惩罚。血山之上，一道道身穿血色长袍的护卫正在来回的巡视。不过不等他们发现，一道庞大的气息便是已经将血宗的所有人都给惊醒。有强者到来，所有人做好战斗准备。一道阴沉苍老的声音响起，下一刻，一道身穿血色长袍的老者身影便是如同一头血色蝙蝠一般诡异浮现。随着他的声音响起，整个血宗的所有人都是瞬间紧张起来。宗主亲自下令全员戒备，能令宗主如此重视，说明对方的来头不小，怕是血宗的某个仇家。用如此阴毒的功法修行，血宗在黑角域的仇家可并不少，其中不乏几个拥有斗皇强者的势力。范劳站在血山山顶，一双狭长眼睛当中红光闪烁，死死地盯着远处的某个方向。在那里，一道炽热的气息正在急速靠近，他隐隐感到这道气息对自己怕是有着一些威胁。在他的身后还有着一道略弱一些但同样强横的气息，以及足足70、80道斗灵级别的强者气息。这样一股势力，便是血宗也是要重视许多。只是虽然这势力很强，但范劳却是感觉如此的陌生，好像从来未曾见过一般。但他心中唯一知道的便是，这股势力怕是来者不善。在血宗的全员戒备当中，一道挥舞着绚丽火焰羽翼的身影率先出现在了血宗众人的视线范围当中。当范劳看到那一道年轻的有些过分的脸庞，以及那年轻人背后挥舞着的绚丽火焰羽翼之时，一双瞳孔便是微微一缩。下一刻，
一道娇小的白衣身影便是掐着腰，笑嘻嘻地出现在天空之上。望着这道更加年轻，甚至幼态的小女孩，包括范劳在内的所有人都隐隐有些愕然。不过他们的愕然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很快，一道道斗灵级别的气息便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出现在了血山周围的一棵棵大树之上。血山周围那拥有巨大杀伤力的大型剑矢，在未曾发射出去的那一刻，那几名弓箭手便是诡异地炸成了一团飞灰。望着这一幕，范劳瞳孔再度一缩，最后目光放在那一道道疾驰而来的身影之上之后，一张苍白如吸血鬼一般的脸庞之上，终于是露出了一抹咬牙切齿。无他，面前的这些强者无论何等修为，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那便是年轻。足足70-80个20来岁的斗灵强者，放眼整个黑角域，甚至是西北大陆，除了迦南学院，还有哪个势力能够一下子拿出这么多如此年轻的斗灵强者？你们是迦南学院的人？望着那将谢山都隐隐包围的70-80名年轻人，范劳双眼几乎眯成了一条长缝。我血宗似乎与迦南学院没有什么仇怨吧？不知迦南学院为何要如此对我血宗？对于范劳的问题，萧炎嘴角却是露出了一抹不屑的笑容。你血宗血池当中的这些血奴，和这些年被你血宗杀害修炼邪异功法的生灵，似乎也与你血宗没有太大的仇怨吧？今日我们要灭掉你们血宗，也是没有什么仇怨可言，非要说有，那便是看你们不顺眼。话音落下的那一刻，萧炎手中已经出现了一根绚丽的火焰长矛，只见他朝着下方狠狠一投，火焰长矛便是带着极为可怕的速度，瞬间出现在一名面容苍白的年轻人面前。李二，不！望着这一幕，范劳瞳孔紧缩，身影还未来得及移动，便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被那火焰长矛穿透，然后瞬间炸成了一团飞灰。好，很好，既然来了，那就不要走了。范劳双眼爆起一抹杀意，声音瞬间变得阴寒无比。血宗之人听令，将这些小杂碎全部给我留下，不管他是什么势力的人，全都给我做成血奴。说到最后，他的声音已经是多了几分凄厉之色。自从他修炼血宗功法成为斗皇之后，便是渐渐失去了繁衍子嗣的能力。范灵作为他的独子，范劳是何等的重视他，哪知面前这青年似乎早就料定知道他是自己的儿子一般，一动手就直接灭杀了范灵。对此，萧炎却是早有预料，他就是要先灭了这范灵，将范劳的杀意完全激发出来，如此才能让血宗爆发出真正的战力。否则若是自己一招直接灭杀了范劳，那血宗之人怕是会直接四处逃亡。如此一来，围剿血宗对于盘门之人便是没有了任何的效果可言。姐姐，你们血宗作恶多端，就算你们不动手，我们也要将这里灭了。在血宗之人出动的那一刻，盘门的众人却是率先动手。灵焰一马当下，从天而降，一拳便是将一名大斗师活生生锤死。与此同时，4道斗王级别的气息刚刚爆发，紫妍便是挥舞着小拳头，朝着2名较为强大的斗王杀了过去。嘻嘻，吃我一拳！紫妍小脸精致可爱，可拳头之上爆发的力道却是无比可怕，令那名血宗斗王脸色大变。在紫妍动手之后的片刻时间里，2支闪烁着五光十色的队伍也是瞬间出动，与剩下的2名斗王缠斗在一起。随着双方的顶尖强者缠斗在一起，那剩余的盘门强者却是一个个瞬间杀出，与血宗之人厮杀在一起。望着脚下那瞬间混战起来的众多强者，范劳却是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萧炎。小子，今日不管你是什么来头，我范劳都要让你死在这里。不，我要将你炼制成血奴，连同灵魂一同奴役，日日夜夜让你承受无比痛苦的折磨。范劳话音落下，体内血色斗气刚刚爆发开来，便是见到一道燃烧着绚丽火焰的小鼎从萧炎的手中飞出。火焰小鼎迎风而长，顷刻间化作数丈大小。紧接着，范劳便是惊恐地发现自己周围的空间忽然便是十分凝固粘稠，连动弹都是变得有些费力。当他催动着斗气挣扎着想要结出一个手印的时候，那火焰大鼎已经将他笼罩在了其中。范宗主，下辈子不要做这么多孽障了。对了，你好像也没有下辈子了。火焰大鼎将内部与外部完全笼罩，唯有萧炎的身形不知何时突兀的出现。他望着范劳那惶恐不安的表情，淡笑着随手抬起手掌。随着萧炎手掌一捏，范劳的身体仅仅坚持了一瞬间，便是直接爆炸成了一团血雾，连同一起爆裂的还有他的灵魂。一位斗皇强者就这么顷刻间陨落了。前世杀你都如同杀狗，更何况是如今的我呢？混沌熔炉当中，萧炎嘴角勾起一抹笑容，绚丽火焰将范劳的血雾瞬间席卷在一起。顷刻炼化，吃，那些个血雾在经过一火的席卷之后，瞬间被混沌熔炉给炼化分解，然后化作一道道灵力被转化到了萧炎的体内。一位斗皇强者就这么一瞬间就被萧炎直接捏爆成了血雾，然后直接炼化。感受着范劳身上那斗皇级别的一身精华被混沌熔炉转化为灵力，
萧炎却是情不自禁地摇了摇头。这范劳修行的血宗功法乃是正统的魔道功法，这种功法固然强大，进步迅猛，但却是有着大部分魔道功法所存在的缺陷，那便是依靠着掠夺别人生命力得到的力量，终究是有些虚浮和无力，以至于他体内的能量虽然丰厚，但却是十分的驳杂。将范劳练了之后所得到的灵力，也仅仅是比炼化一枚5阶魔核多了些许而已。罢了，积少成多，多诛杀几个范劳，这样的家伙也可以汇聚成一滴灵液了。萧炎轻轻摇了摇头，心神控制着那一道道灵力汇聚，最后化作一道雨滴大小的灵力液体。击杀范劳，他只是用了1瞬间的功夫，但将范劳转化为灵力液体，却是花费了他一盏茶的功夫。不过，萧炎也不想表现得太过轻松，而是躲在这混沌熔炉当中，庞大的灵魂力量细细感知着外界的战斗。若是被血宗这些家伙看到自己一下直接将范劳捏死了，这些家伙怕是会直接吓得魂飞魄散，哪能会像现在这样拼命死战？不过，尽管这些家伙在拼命死战，可如今的盘门早已远超从前。血宗的人力量虚浮，虽然因为那阴寒气息多了几分杀伤力，可比起同级的斗气修炼者，却是完全不够持久。而内院学员却是个个根基扎实的可怕，体内斗气被陨落星岩淬炼的比同级强者要强大得多，加上他们各自都有着强大的斗技和底牌，同一境界当中，血宗的人遇到内院的人往往走不过20招。加上内院的斗灵强者数量比血宗还要多上一些，这些血宗的斗灵很快便是撑不住的被盘门的人尽数斩杀。对于这些依靠着人血修行的魔头，盘门之人没有丝毫的怜悯之情。在用了1炷香的时间解决了所有斗灵之后，一部分人选择了继续屠戮那些斗师大斗师，另一部分人则是迅速集合，围攻向了那4名斗王强者。眼见大量的斗灵强者围攻过来，那4名斗王此刻也是十分的焦急慌张。以迦南学院这些家伙的难缠程度，仅仅10名斗灵就可以纠缠住一位斗王，如今又缠过来这么多斗灵强者，瞬间令这4名斗王压力大增。尤其是天空之上那身穿白衣的小女孩，那看似粉嫩小巧的拳头，却是每一拳都令人心颤。仅仅是她一人，便是令2名斗王心惊胆战。老狗，吃我一刀！一道猖狂的大笑响起，林燕手持一把大刀，带着凶煞的斗气，对着1名斗王的薄弱部位便是偷袭过去。鼠辈，尔敢！那斗王怒吼一声，一道血色斗气劈炼瞬间击碎了林燕的刀芒。见此，林燕也是丝毫不慌，一个打滚便是躲开了这道劈炼的攻击。而在他躲避的瞬间，却是又有着10多道斗气攻击齐刷刷的朝着那天空之上的斗王轰击过去。见到这一幕，那斗王也是眼皮子微微一跳，如此众多的攻击，就算他6星斗王的修为，要是一起挨上，也会不好受吧。可他此刻根本没有时间去防御，因为在他的面前还有一双粉嫩的铁拳，时刻准备出击。挨上这一拳，或许比挨上这数十道攻击还要可怕。在众人的干扰颤抖之下，很快这名6星斗王便是一个不注意被紫妍的拳头砸中了后背。一瞬间，他只感觉仿佛被山峰撞击了一般，脑浆都在微微摇晃，张口一喷，夹杂着内脏的鲜血便是被他喷出。宗主，您再不解决了那小子，我们血宗今天可就真的完了。在那名血宗长老被重创的那一刻，另外3名斗王那个此刻的脸上都是有些绝望。被如此众多的斗灵围攻，还都是斗灵当中的精英，而且天上还有一个堪比斗皇级别的小女孩虎视眈眈。若是范劳再不现身，那他们4个今天怕是一个也逃不掉。姐姐，你们那所谓的宗主此刻怕是早就死了，你还是乖乖的吃我一拳吧。回应他的是紫妍骤然闪现的娇小身影，她此刻小脸之上带着邪恶的笑容，小拳头毫无花俏的一拳轰出，却是令那血宗长老调动浑身斗气硬抗，依旧是倒飞出数10米远。只是这一刻，对于血宗众人的惨叫，那远处的火焰大鼎却是一动不动。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宗主此刻已经早已化作了萧炎体内的一滴灵液。伴随着时间流逝，在盘门众人的围攻之下，4名斗王很快便是精疲力竭，其中2人被紫妍硬生生的打死，还有1人则是被活生生的消耗干净斗气，最后被众人的一堆斗技炸成血沫。唯有1名斗王长老临死之前似是发了疯一般施展出了禁忌秘法，似乎想要临死之前带走这么1-2个。直到见到那老者发疯，盘门的众人才终于从这种碾压的优势当中清醒过来。一位斗王强者疯狂的拼死一击，除了紫妍和神秘的轩儿之外，在场的众人无论是谁一旦挨上，恐怕都会有生死危机。而这一招打的就是那个最为猖狂的林燕。当看到这位斗王强者的拼死一击的那一刻，林燕也是终于慌了。他虽然天赋很好，如今修为更是达到了5星斗灵，可面对一位斗王的拼死一击，一旦挨上，怕是也要被带走了。直到这一刻，众人才明白，一位斗王强者果然不是好招惹的，哪怕是临近死亡，一旦被对方反扑，也有可能会被带走。
好在就在此人快要接近灵焰的时候，一道绚丽火焰忽然从天而降，瞬间穿透了那斗王强者的脑袋，随后将对方燃烧成了一团灰烬。呼，好险！大难不死，灵焰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哼，以后在外面可莫要再如此猖狂了，否则你怕是要吃不少苦头。危机解除，萧炎的身影也是缓缓地出现在了天空之上，身后的混沌熔炉不知何时已经化作一道道火焰融入他的身体。范劳呢？已经被解决了吗？灵焰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很快就恢复了那副嬉皮笑脸的神色。对于他这副模样，萧炎也是有些无奈，最后只能轻轻笑着点了点头。范劳已经被我烧成一团灰了。听到萧炎的声音，盘门众人欢呼的同时，看向萧炎的目光也是越发的崇敬。那可是一位货真价实的斗皇强者啊，就这么被萧炎烧成一团灰了，这家伙的实力真是越来越可怕了。此刻唯有对萧炎实力真正有所了解的紫妍和薰儿，才一个撇了撇嘴，一个面带笑容。萧炎哥哥真的是越来越强大了呢，这样看来或许用不了多久，他便是可以拥有让家族承认他的力量了。望着天空之上的萧炎，薰儿美眸当中闪过一缕光芒，如玉的面颊却是在微微泛红。他的心中自然也是无比期待萧炎以一种无敌之姿进入古族的那一刻。随着范劳和4名斗王强者的陨落，血宗的之前的那众斗灵和大斗师更是被赶尽杀绝，只剩下大兵小卒的3、2个被忽略或是惊骇的逃离。这些人一来没有血宗的核心传承，身上功法斗技不过黄阶层次；二来则是实力低微且天赋也弱；三来一旦失去了血宗的庇护，他们在其他人的手中或许会死得更惨。因此无论是萧炎还是盘门的众人，都是对于这些家伙没有什么顾忌，并不是他们骄傲，而是有着一种绝对的自信。打扫战场吧。望着这遍地鲜血宛如地狱一般的地方，萧炎无所谓的挥了挥手。而当他这一声令下之后，盘门的人瞬间便是沸腾了起来，尤其是那些盘门的老人，此刻更是十分的兴奋。他们当初便是跟随萧炎剿灭了一个又一个的小势力，从中得到了不小的好处，只是这种好处比起面前这庞大的血宗却是无法相比。要知道，这可是真正有着斗皇强者坐镇，放在黑角域也能称得上一流的势力啊！这种级别的势力所积累的财富应当是相当可怕的。而那些新加入盘门的强者们，虽然未曾经历过过去的好处，但也是听这些家伙们讲起过跟着萧炎扫荡的收获。他们也是清楚，一名拥有斗皇强者的势力会积累何等宝贵的财富。很快，这些内院的学员们便是如同土匪一般进入到了血宗的各处房间、密室当中。一箱箱的金币财宝被搬出，甚至有着各种等级的丹药、功法、魔盒等等。不过当众人从那一处处山洞当中找出那一个个被如同猪狗一般饲养着的人类，看到对方那空洞惊惧的眼神之后，那原本火热的快要酝酿出一丝贪婪的目光，在这一刻终于是变得冷淡了下去。将这些人都放了吧。望着那些宛如牲畜一般的人，萧炎只是无奈地挥了挥手。若是放在前世这般年纪，看到这种情景，他的心情或许会如同盘门的这些年轻人一般难受，甚至会对这世道的残忍感到迷茫。可如今的他却早已不复当年，他的初心从来未曾改变，但对于世界的看法却是已经截然不同。在这斗气大陆之外的浩瀚宇宙当中，还有着多少生灵在过着与这些人一样，甚至更加凄惨的生活？远的不说，但是从域外邪族入侵以来，哪怕是如今的大千世界周围的诸多附属位面，都是有着不少被域外邪族所奴役。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便是如同牲畜一般无助，他们的性命只是掌握在那些域外邪族的心情当中。他能做的也只有扫清眼前的不平事。想到这里，萧炎倒是对于得到强大的力量更加迫切了几分。以他那已经恢复了许多的记忆，这一世成为主宰的时间必然会比前世缩短很多。如此一来，却是不知道有多少的生灵会因为萧炎这提前成为主宰而获救。望着那一个个神色复杂、不复之前激动的年轻人们，萧炎也没有出声安慰。这些盘门的众人，不但是他在迦南学院的朋友，未来也会被萧炎逐渐培养成无尽火域的骨干。未来他们的成就绝对不会止步于斗王或是斗皇，而是至尊，乃至于地至尊。此刻的经历对他们的心灵也许便是一场难得的蜕变。果然，血宗之行结束之后，盘门的这些家伙对于剿灭这些罪孽滔天的势力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一腔热血。至于他们自己感悟出的到底是什么，是责任，是善良，还是不平，或是其他，萧炎都是不会插手。所谓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他纵然是在将来拥有了可以轻易捏死天邪神的实力，却也难以改变那复杂的人心。这些作为他未来的骨干们，自然是要多多经历世俗的险恶。他是炎帝，可以对付一切大千世界的外敌，可却难以一件一件地解决大千世界的内部纠纷。
血宗之行令这些家伙足足沉默了一晚上。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他们终于是恢复了往日的嬉笑。有些人或许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有些人则是把疑惑压在心底，等着未来的经历来给自己解惑。当这些人从那低沉的状态当中走出来的时候，便是轮到了最为令人热血沸腾的环节了。分赃，我只要这一枚6阶魔兽的魔核，其他的你们自己选。身为领袖加战力最强者，萧炎只是将一枚6阶魔核拿走了。血宗虽然底蕴不错，但6阶魔核也仅仅只有这么一枚。我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紫妍迅速从其中选择了几道看上去很好吃的天才地宝。众人一阵挑挑拣拣之后，终于是完成了最后的利益分配。作为黑角域的一流势力，血宗当中的各种宝物和财富叠加起来是超过1000万金币的。不过在萧炎和紫妍取走了最为珍贵的几样之后，其余人能够分摊到的就很少了。尤其是在众人提议将血宗最为核心和协议的几样功法斗技毁掉之后，他们能够分到的就更少了一些。不过饶是如此，他们的嘴角也是各自带着笑容。平摊下来，一人其实也就5、6万金币的收入，可耐不住这是一趟的收入啊。要知道，这黑角域当中如同血宗这样的势力可并不算少。如此功法虽然提升实力很快，但也会残害了不知道多少生命，而且终究是有着上限的。萧炎站在天空之上，望着被放在血宗大殿上面的几道协议功法斗技，轻轻摇了摇头，屈指一弹，一道绚丽火焰便是凭空落下，最后落在那几道协议功法之上。嗤嗤，随着绚丽火焰的蔓延，这座用人血染红的山峰开始熊熊燃烧。那一道道血红的土壤、遍地的尸骨和2座庞大的血池，都是随着这炽热的温度，同那几道功法斗技一同化作了飞灰。远处的盘门众人望着这渐渐化作漆黑的山峰，彼此之间也只是微微一叹。3天后，盘门众人再度出现时，已经是出现在了妖世宗的地盘当中。妖世宗是一处丝毫不弱于血宗的邪恶宗门，其宗门修炼功法的核心是与一种残暴妖兽的兽魂结合，然后依靠吞噬魔兽、人类的血肉来修炼。在这混乱的黑角域当中，有时候人类的性命往往比起魔兽更不值钱，而且人类的血肉当中蕴含充沛的斗气和能量，比起魔兽血肉更好吸收。当盘门的众人来到这所谓的妖世宗之后，很多人在见到那如同森罗地狱一般的场景之后，都是脸色微白的同时，双眼更是充斥着怒火。妖世宗之战，萧炎在随手捏死了那位斗皇级别的宗主之后，盘门的众人几乎是杀红了眼，整个妖世宗上下几乎连一条狗都没放过。此番大战，萧炎收获了2枚魔核，盘门众人收获的财富比血宗还要多上一些，但他们的神色却是更加的沉默。这些财富当真是用一条条人命堆积出来的，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杀人越货。这些死人当中，有着大部分生前都是生不如死。对于众人的变化，萧炎看在眼底，却没有多说什么。他很清楚，这些人此刻都在经历着一场巨大的蜕变。这次的蜕变不同于过去，这次的蜕变是心灵上的蜕变。在斗气大陆，只要有着庞大的资源，迈入斗尊巅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想要迈入斗圣这个境界，却是还需要天境的灵魂。而天境灵魂，除了需要庞大的灵魂力量之外，心灵的强大与蜕变同样是无比的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远古8族当中斗尊强者一代代的层出不穷，但每一代能够成为斗圣的却只有那么寥寥几人。同样的，在大千世界，想要成为地至尊乃至天至尊，心灵与意志也会是穷尽资源之后的最后一道门槛。屈指一弹，一道绚丽的火焰流光落在妖世宗的山门之上，再度将这一片地狱彻底焚烧了个干净之后，萧炎再度带着众人离去。7天后，又一魔道宗门被剿灭，鸡犬不留。而随着这个势力的灰飞烟灭，原本曾经在黑角域当中无比嚣张跋扈，做着人命买卖的一群人，终于是有些坐不住了。连续3名有着斗皇强者坐镇的势力被连根拔起，使得这些过去靠着人血馒头过活的魔道强者都无比的恐慌。毕竟他们当中的最强者也仅仅只是斗皇而已，甚至于在黑角域当中原本靠着人命修炼的几名斗皇，此刻已经是被萧炎斩杀了一半。毕竟黑角域再如何黑，靠着人命修炼的顶尖强者还是一小部分，大部分人的功法虽然很少有那种浩然正大的，但也不至于需要一直靠着人命修炼。在听说连续有着3名斗皇强者陨落之后，这剩下的3人终于是彻底慌了。除了他们，还有一些斗王级别的魔头，或是一些虽然未曾修炼这种功法，但却做着人命买卖的强者，也都是心中有些忌惮。这支突然出现在黑角域当中的势力，显然是颇为反感，甚至对他们这些人充满杀意的。在这般可怕的压力之下，众人终于是有些坐不住了。而就在他们有些坐立不安的那一刻，一道邀请却是将这些魔道强者全部汇聚在了一起。噬魂宗，一个在最近半年间新崛起于黑角域的强大势力，虽然是刚刚崛起，不
不过这噬魂宗的实力却是与那突兀出现的盘门一般强的可怕。仅仅这半年的时间，被这个噬魂宗给剿灭的斗皇级别的势力同样是不少。据说这噬魂宗的背后或许有着斗宗级别的强者坐镇，甚至不止一位。所以在这个神秘宗门出现之后，并没有几个强者敢去得罪噬魂宗。不过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所谓的噬魂宗应该也是属于魔道阵营的一方。在噬魂宗的邀请信发出之后，黑角域那大大小小的10几个魔道势力最后也是纷纷选择了前往噬魂宗。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之下，他们若是依附噬魂宗抱团组合起来的话，恐怕真的要被那个叫什么盘门的势力给剿灭了。丰城这个曾经黑角域当中最为繁华的城市之一，有着无数炼药师、商人流通的繁盛之地，此刻却是已经变得越发的人丁稀疏。而那个所谓的噬魂宗，其驻地便是光明正大的选择了这个丰城。此刻的丰城当中，已经是有着接近10位斗皇强者汇聚于此。至于斗王斗灵，那便是更加的不计其数。在众人的目光当中，那曾经属于寒风的大殿最上方，一名魂殿护法此刻却是露出了一抹笑容。在他的身边，还有着一名金袍、一名银袍的2个老者，正笑眯眯地站在他的两侧。这2个老家伙自然是黑榜之上颇为有名的金银二老。在萧炎的压力之下，黑角域的诸多魔道巨擘在这一刻终于是组成了一个新的联盟。与此同时，萧炎一行人在黑角域当中再度扫荡了几天，发现那些曾经凶名赫赫的魔道宗门竟然一度诡异的消失之后，也是终于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经过众人的一阵打听，才知道那丰城当中竟然崛起了一个新的巨大势力——噬魂宗、魔盟。当萧炎听到这2个名字的那一刻，他嘴角却是缓缓地露出了一抹怪异的笑容。魂殿与这些家伙当真是一丘之貉啊！门主，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一个小型的魔道势力山门当中，一团篝火燃烧着，一群盘门之人看着面前的萧炎，各自都是眉头微微皱起。以盘门如今的实力，只要有萧炎将一名名的斗皇强者斩杀，那他们便是没有了什么后顾之忧，全力拼杀之下不会忌惮任何一个魔道势力。可随着这些魔道强者逐渐的联合起来，他们却是发现盘门现在的实力或许还差了许多。如今那个噬魂宗所组建的魔盟，现在可是足足有着近10位斗皇强者、数十位斗王强者的存在啊！这样一股势力，便是比起整个内院都是不差了。他们不怕同一级的强者，甚至敢于联合起来越级战斗，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付这些家伙有着丝毫的胜算。还能怎么办？听到这些家伙的疑问，萧炎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道：“你们先回去吧，这个层次的交手已经不是你们能够参与的了。”听到萧炎的话语，众人也是忍不住微微一怔。他们自然是清楚萧炎所说的话是真的，可即便是如此，他们各自的心中也是有着一些不甘心。如此一来，令他们这些天刚刚养出来的那种心气莫名的被打击了一下。对于众人这副略带几分失落的模样，萧炎却是微微皱起了眉头。欲成大事，不但要有足够的实力和韧性，小心谨慎同样是你们将来的必修课。你们这些日子随我扫荡这些魔道势力，宛如势如破竹，但你们也要仔细想想，是否是自己太过自信了一些。倘若没有我和紫妍，之前的3大魔宗，你们去了，怕是要立刻折损大半。记住，不到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将自己置身于险境当中。萧炎的话如同晴天霹雳一般，将众人惊醒。到了这一刻，他们才想起，虽然他们是各自领域的天才，但他们终究也只是一群小小的斗灵而已。没有了萧炎和紫妍的帮助，他们真的有实力剿灭一个拥有斗皇强者的势力吗？答案是否定的。想到这里，许多人终于是如梦初醒，有些后怕的摇了摇头。看到众人这副模样，萧炎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虽然你们不是他们的对手，但也没必要妄自菲薄。你们还年轻，都回内院好好修炼吧。相信只要你们肯下功夫，成为斗王是用不了几年的。听到萧炎的话语，众人这才各自点头称是。萧炎哥哥，我们都回去了，那你还要去内丰城吗？就在这时，一个不合时机的声音却是在萧炎的耳畔响起。回头一看，正是薰儿在一脸担忧地看着自己。望着少女脸上的担忧之色，萧炎嘴角却是露出一抹温和的笑容。放心吧，这一次我师门会出手的，更何况我如今的实力到底如何，你难道不清楚吗？听到萧炎这般说法，薰儿也是微微一愣，旋即露出一抹令人惊艳的清雅笑容。那我在内院等你回来。一边说着，他还温柔地替萧炎整理了一下衣衫，仿佛是一个温柔的小媳妇一般。望着面前这个渐渐长开的美丽女孩，萧炎嘴角也是露出一抹笑容。好，等我回来。那我呢？那我呢？就在这时，一旁的紫妍忽然探出一个脑袋，有些兴奋地看着萧炎。你也回去。萧炎望着那瞬间蔫了的小丫头，嘴角缓缓露出一抹笑容。盘门需要一个强者镇守，你还要保护他们回去，
顺便替我继续镇守盘门。听到这话，紫妍那瘪起来的小嘴才缓缓恢复一抹笑容，有些不情愿地点了点头。翌日，随着盘门众人朝着内院的方向赶去，萧炎的目光也是终于看向了远处的风城之上。魂殿的家伙，果然每次的动乱都有着你们的插手。不过既然来了，那就不要走了吧。话音落下，萧炎脚步朝着天空踏去，却是不再需要催动一火双翼。融天镜本来就可以身融天地，御空而行。之前之所以施展出异火羽翼，只是因为萧炎不想表现得太过惊世骇俗了而已。毕竟可以御空而行，在斗气大陆上基本就是斗宗强者才能做到的事情。这种情况已经近乎被人当成了一道铁律。以萧炎现在的年纪就表现出斗宗的各种行为，的确是有些惊世骇俗了一些。不过事实上，现在的萧炎与真正的斗宗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了。论起修为，他融天境巅峰的修为似乎只能与斗王巅峰所媲美，但他那强悍功法和那远比斗气精纯强大10倍不止的灵力，却是令他完全可以媲美斗皇巅峰。而且他的肉身在3种异火的日夜淬炼之下，也是完全可以直接与斗皇强者战斗的。至于灵魂力量，随着他肉身修为的不断增强，更是早就堪比寻常的8品炼药师。而对于空间的掌握，他也是同样远超常人，以至于可以让他以这些修为，便是将空间运用的比普通斗宗更强。种种手段叠加之下，如今的萧炎只要不遇到真正的斗尊强者，最起码保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脚下踩着如同虚无一般的空间，萧炎每一次闪身都是出现在了数里之外。在他手上的2枚高级纳戒当中，刚刚苏醒不久的天火尊者此刻更是一脸懵逼地看着萧炎的动作。倒是另一个戒指当中的药，老早就习惯了萧炎的行为，对于这个便宜弟子，药老早就习惯了他种种神奇的行为。一路前行，仅仅1炷香的时间，萧炎的身影便是再度出现在了那个熟悉的城市当中。望着脚下这曾经无比繁华，此刻却是已经沦为魔窟的风城，萧炎眼中没有丝毫的犹豫。2只手掌之上海星焰与陨落星炎同时出现，轻轻一拍，片刻之后，一道宛如蓝水晶一般的绚丽火莲便是缓缓成型。寒风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却也懂得些许竭泽而渔的道理。过去的风城被他治理的还算不错，是黑角域数得上的富裕城池，也因此给寒风带来了丰厚的收益。而如今的风城经过不断的动荡厮杀，又经过各大魔道势力的洗劫吞噬，早就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魔窟。萧炎哪怕是肉眼看去，都能看到此地已经是白骨累累，死了很多人。既然如此，那这风城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还是推倒了重建吧。心中掠过这个念头之后，萧炎手中宛如蓝水晶一般的火莲便是直接飞射而出，在天空当中留下一个绚丽的长虹之后，便是径直飞到了城主府的大殿当中。透过庞大的灵魂力量，萧炎可以清晰地感知到这些魔道强者几乎有着90%此刻都是汇聚在这城主府当中。这些人手中的人命加起来，足以堆积成一座真正的尸山血海。此刻的城主府当中，那位魂殿的护法还在双目闭合，默默感受着手中聚魂波当中日益增加的灵魂体。随着这些魔道强者的加入，他们这所谓的魔盟，这些时日当中倒是造就了不少的杀戮。而这些粗鄙的魔道之人根本就不懂得如何使用灵魂，哪能像魂殿这般拥有着高超法门。因此他在这些时日当中也是收获了不少的灵魂体，虽然大多实力不强，可却顶不过数量太多。就在他嘴角露出一抹淡淡笑容的时候，一道炽热的气息却是突兀地出现在他的灵魂感知当中。在这道炽热气息出现的那一刻，那魂殿护法便是神色骤然一变。等他反应过来这炽热气息当中蕴含的可怕威力和来者不善之时，那道炙热气息却是已经进入了城主府的范围当中。不好，所有人快快分散！那魂殿护法脸色大变，灵魂波动瞬间朝着城主府当中的众多强者发出指令，然后便是一道道灵魂体被他直接化作一道道护甲护持在体表。只可惜当他这传音传到魔盟众人的耳朵当中，在等到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那道炽热气息已经是落在了城主府大殿当中。那是一朵美轮美奂宛如蓝水晶一般的火焰莲花。不过这火焰莲花的美丽也只是在这名魂殿护法的面前浮现了一瞬，下一刻毁天灭地的爆炸便是骤然扩散。轰隆，宛如是地动山摇一般，站在高空之上的视角看去，便是那城主府在这一刻开始瞬间以一个可怕的速度迅速崩塌，在崩塌的同时，还有着一道散发着可怕高温的火浪从中冲击而出，火浪通体呈现一种蔚蓝的美感。只是所过之处，实力未曾达到斗王的强者却是在顷刻之间被直接烧死。就算是很多斗王强者，在那可怕的冲击力和炽热高温的冲击之下，也仅仅坚持了片刻，便是化作了一道焦灼的干尸。尤其是那些身处爆炸核心的强者，就算是那些斗皇，此刻也是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就陨落了足足2、3位。剩下的虽然侥幸逃过一死，
却也已经当场重伤。如今的萧炎早就不是当年的萧炎，他所施展出的佛怒火莲，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2色火莲，也有着可以威胁到斗宗强者的可怕威力。而且这些所谓的魔道强者，虽然平时一个个手段诡异莫测，令很多同级强者都头疼不已，可他们所修炼的功法却几乎都是阴寒属性的。面对异火，他们天生就要被压制几分，再加上这么一个偷袭，仅仅一记佛怒火莲，便是令这所谓的魔盟瞬间死伤了接近90%的核心成员。那可怕的火焰冲击，在将整个城主府都给湮灭之后，残余的能量依旧是带着些许的涟漪，最后再度扫平了不少封城的建筑，甚至在临近的城墙上留下一道1尺深的痕迹之后，才缓缓消失。何方宵小，竟然敢偷袭我魔盟！一声阴寒愤怒的低吼传来，下一刻，一道通体扩散着诡异黑雾的身影，便是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随着他的出现，很快又是几道虚弱程度不一的人影，挥舞着斗气双翼出现在萧炎的面前。只是如今的他们，或许也发挥不出多少的战力了。在我的佛怒火莲之下，竟然只是受了轻伤，看样子你的实力应当是魂殿的地阶护法吧。见到那名魂殿护法体表灵魂铠甲出现了道道裂缝，但他本人的气息却仅仅只是微弱了一些之后，萧炎眼中也是露出了些许的诧异之色。面前的这个魂殿护法实力怕是在5星斗宗左右了。不过很快，萧炎的目光便是看向了他身后2名长相一模一样，但衣服却是金银2色的老者身上。金银2老，这2个老东西也在这儿？萧炎微微一愣，旋即嘴角便是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而在他面前的魂殿护法和那几名气息孱弱的斗皇此刻也是十分诧异且忌惮地看着萧炎。忌惮的是萧炎的实力，诧异的却是他那年轻的过分的面庞。经过这些年的修炼，萧炎的身高早就与成年人无二，甚至其脸庞也在他的苦修和气质的影响之下，看着更加成熟一些。可无论再如何成熟，他那年轻的有些过分的脸庞看上去也绝对不会超过20岁。可不到20岁，他却是御空而行，这可是明显的属于斗宗强者的标志啊！小子，既然你知道本护法是魂殿之人，你今日还敢偷袭我魂殿的势力，当真是胆大包天。虽然心中有些诧异萧炎的年龄，可那名魂殿护法终究还是开口了。身为魂殿之人，他最是清楚魂殿的强大，整个斗气大陆能够与魂殿平起平坐的势力能有几个？不过他的话音落下之后，不但没有吓走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反倒是令对方嘴角勾起了一抹淡淡的笑容。魂殿很强吗？本地斩的便是你魂殿之人。话音落下，萧炎的身影已经是化作一道残影，消失在原地。这般可怕的速度，令在场的众人都是神色大变。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萧炎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一名斗皇强者的面前。只见他手掌之上燃烧着释放可怕高温的火焰，随手一拍，便是将那名斗皇强者直接拍成了血雾。火焰翻腾，只见这名斗皇强者便是只剩下一团灰烬。当初的范劳在全盛时期都是未能挡住萧炎一招，更何况面前这家伙早已重伤。异火，好强大的异火！远处那名魂殿护法看到这一幕，不由得神色微变，但却没有直接倒退。他虽然忌惮萧炎的实力，却自认能够与对方僵持。小子，我魂殿在这黑角域的护法级别的强者可不止一人，等他们都来了，就是你的死期。那魂殿护法脸上露出一抹残忍笑容，下一刻，铺天盖地的黑色锁链便是从他身上爆射而出，对着萧炎围攻过去。对于这些黑色锁链的袭击，萧炎却是神色不变，脚步依旧在闲庭信步地游走在空间当中。单论力量，现在只是荣天境巅峰的他，即便是加上肉身之力，也未必是一位5星斗宗的对手。可萧炎真正可怕的地方，却是那来自前世记忆的当中层出不穷的无数手段。论起速度，哪怕仅仅只是一个荣天境，但斗尊之下也没有几个人能够赶上他。漆黑锁链每一次追上萧炎的时候，所击碎的也仅仅只是一道残影，而在这道残影破碎的时候，萧炎已经出现在下一名斗皇强者的面前。噗噗，绚丽火焰在掌心流动，每次手掌落下，所带走的却是一位斗皇强者的性命。不好，二弟，快联手！远处的金老看到那一名斗皇强者如同豆腐一般被轻松拍散的一幕，忍不住心生寒意，连忙与银老联手。两人都是斗皇巅峰的实力，火莲爆炸的时候也是反应最快的，所以他们受的伤并不算很厉害。此刻两人联手之下，倒是勉强能够发挥出比寻常斗皇巅峰强者还要强横一些的手段。不过在两人联手的那一瞬间，一道身影却是已经出现在了两人的面前。再次见到两位，倒是真的令我有些开心啊。萧炎双手搭在金银二老的肩膀之上，嘴角的笑容却是多了几分森然。这两个老东西，前世在自己弱小的时候，可是没少给自己找麻烦。你到底是谁？
金银二老眼中露出一丝骇然之色，还未曾反应过来，便是双双怒目圆睁，身体变得笔直僵硬。以二人联手的实力，萧炎虽然也可以轻松击败他们，却难以像之前那般随手击杀。于是萧炎很干脆的直接动用了魂族的灵魂攻击手段，以他堪比8品炼药师的灵魂力量施展魂族的噬魂矛，击杀2名斗皇并不算什么难事。于是乎，金银二老就这般被瞬间击碎了灵魂，只剩下2具斗皇巅峰的肉身残留。也就是在这一刻，那名魂殿护法忽然跟见了鬼一般看着萧炎，一双眼睛当中露出不可思议的惊恐神色。是魂矛？你怎么会魂殿高层才能够修习的是魂矛？你到底是什么人？此刻，这位魂殿护法的脑袋一片空白。噬魂矛是属于魂族的高阶灵魂攻击手段，可不是他们这些魂殿护法依靠着锁魂链施展的灵魂攻击可以媲美的。那至少是天尊级别的强者才有资格学习的手段。这招对付同级强者只有干扰和压制作用，但若是用于偷袭或是对付灵魂力量比自己低很多的强者，却是有希望做到秒杀。很显然，金银二老便是那第2种情况。我是什么人？萧炎嘴角露出一抹笑容，随手将金银二老的尸体给收了起来。姐，我是要灭掉你们魂殿的人。耳畔传来熟悉的响声，那名魂殿护法却是露出一抹惊恐之色，手中漆黑锁链疯狂进攻，似乎受了惊的小鹿一般。对于后者这般疯狂的攻击，萧炎神色不变，一道道火焰化作的锁链同样从他体内爆射而出。这些锁链每一次横扫，都是令那些漆黑的锁魂链到处乱飞。两者争斗之间，每一次碰撞都是令周围的空间都出现了死死的裂缝。见到自己竟然能够阻挡住萧炎的攻击，那魂殿护法也是微微一怔，旋即嘴角也是缓缓地露出了一抹笑容。我当是何方出现的超级妖孽，看来也并非是无敌之人啊！一个小小斗宗就敢对我魂殿大放厥词，小辈，看我今日将你灵魂拘了，让你在我魂殿当中永世为奴！战斗当中，这名魂殿护法显然是颇为的兴奋，攻击变得越发凌厉了起来。萧炎方才那比他要快了许多的速度，以及那击杀斗皇如同杀鸡一般的可怕攻势，令他心中升起了几分惧意，以至于他甚至觉得萧炎的实力还要远远超过他。不过如今交手之下，他却是发现对方的实力并不比他强，之所以能够在之前的攻势当中占据如此的优势，原来是仗着一伙的可怕威力所做到的。单纯比拼起力量，对方甚至还要比他弱上一些。萧炎将那魂殿护法的动作收入眼底，脸上却是没有丝毫的慌张之色，而是不断的与对方纠缠，偶尔施展出一招焰分时浪尺，令对方略微退避，却也并没有真正的威胁到这位魂殿护法。单纯比拼力量，现在的他确实是要比5星斗宗弱上一些。不过萧炎若是只知道单纯的依靠力量的话，那他就不是萧炎了。只见他一记是魂矛刺出，磅礴的灵魂力量便是化作一根灵魂长矛，朝着那魂殿护法杀去。对于这一招，饶是那魂殿护法也是不敢小巧，身为魂殿之人，他最是清楚是魂矛的威力。因此在感受到萧炎身上那可怕的灵魂波动之后，便是瞬间掏出数道实力不弱的灵魂体，随手一捏之下，这些灵魂体发出凄厉的哀嚎，最后化作一道灵魂盾牌，硬生生地抗下了这一击。是魂矛撞在这灵魂盾牌之上，令其上的几道灵魂体瞬间碎裂，可其中的威力也是大幅削弱。到了魂殿护法身上的时候，只是令他身体为之一颤，眨眼间便是恢复了正常。而就在下一刻，萧炎身后的2个方向却是骤然有着大量的漆黑锁链，带着阴寒的黑雾，朝着萧炎的方向爆射而来。感受到身后这2道锁链之上的可怕威能，萧炎也是神色微变，脚下光芒闪动，迅速躲开其中一道锁链，然后手中黑色锯齿浮现，挡住了另一条锁链的攻击。磅礴巨力之下，萧炎脚步倒退数十步，最后才脸色微白地看向了远处缓缓出现的2道人影，一名4星斗宗，一名7星斗宗。伴随着萧炎的低语，2道同样缭绕着黑雾的身影也是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这一刻，3名魂殿护法神色玩味地看着萧炎，眼中却是露出了可怕的杀机。姐，小子，你刚才不是很狂吗？没想到吧，此番我们魂殿单单是黑角域的护法强者可就不算少数。见到2人的到来，那魂殿护法终于是微微松了一口气，再度看向萧炎时已经是猖狂地笑了起来。面前这个年轻人对付自己一人都有些吃力，何况是3位护法的围攻，其中1位更是一位天阶护法。虽然仅仅只是媲美7星斗宗的实力，但对付这家伙应该是足够了。只不过当看到这3人出现的那一刻，萧炎脸上却是并没有露出丝毫惊慌的神色，反倒是露出了一抹笑容。药老，今天就让你看看5轮离火法在我的手中到底能够演化出何等的威能吧。萧炎手指轻轻在手上的雪白那戒之上弹了弹，下一刻他的手掌便是开始迅速结印，
而随着萧炎的手掌结印，原本平静的风城上空此刻却是骤然出现了一道又一道的神奇印记。这些印记隐隐闪烁着银白的光芒，密密麻麻之下，宛如周天星斗一般森罗密布。在那一道道隐约有些神奇的印记之上，有着一种与似乎比斗气大陆的能量还要高上一个等级的异样感觉浮现。而伴随着这些印记的出现，原本还算平静的天地之间，忽然就有了一道道的能量潮汐浮现。这些能量潮汐看上去颇为虚幻，并算不上多么的凝实精炼，但却是确确实实的能量潮汐。顷刻间，一道道奇异的丝线在那无数的神奇印记串联之下迅速连接。等到这3位魂殿护法反应过来的时候，这无数印记在这一刻已经彻底串联。顷刻间，一道可以引动能量潮汐的天地大阵便是在此刻形成。一切的一切看似复杂无比，却是在顷刻之间就已经形成。当这道惊天大阵出现的那一刻，3名魂殿护法都是忍不住神色微微一变，尤其是对于那大阵当中隐隐浮动的能量潮汐，更是令他们多了几分的忌惮之色。能量潮汐，这可是斗圣强者才能引动的超级手段啊！面前这家伙引动的能量潮汐虽然是十分的微弱，但却是确确实实的能量潮汐。当下3人便是心生忌惮，猝不及防的想要赶快先逃出这个诡异的阵法。只可惜，当他们快要冲出这一范围的那一刻，那一道道细微却真实存在的能量丝线，却是在这一刻引动了一道道能量潮汐，将3人的冲击力洗刷大半。等3人剩余的力量冲击在这能量巨网之上的那一刻，早已无法撼动这一大阵。望着这3人宛如网中之鱼的惊慌模样，萧炎嘴角缓缓露出一抹笑容。下一刻，手中印结一阵变化，那原本虚幻的能量潮汐终于是开始渐渐的凝实。与其一起凝实的，除了那庞大的能量之外，还有着3种颜色各异的火焰。痴痴，近乎是在顷刻之间，3道身高10丈，完全由火焰和能量凝聚而成的高大神灵，也是在这一刻出现在了大阵当中。3尊身高10丈的火焰巨人，通体由能量和一火组成，他们的身体几乎是完全一模一样，都是与萧炎体内的炎神法身相差无几，身上有着带着异火纹路的能量铠甲，看上去威风凛凛。而他们的脑袋却是构成了3道完全不同的古怪魔兽头颅。说是魔兽，倒是有些贬低了这些头颅了，因为这3道头颅都是放在大千世界当中的神兽一族都赫赫有名的超级神兽，分别是万兽灵火构成的朱雀兽首、海心焰构成的玄武兽首，以及陨落星岩构成的不仔细观看甚至看不清的白虎兽首。这一招是萧炎根据5轮离火法的5轮离火盘不断推演，最后根据大千世界5大圣兽族群所演化出的5圣神火法。此刻虽然只能凝聚出3道圣兽战意，对付面前的3个魂殿护法却已经是完全的够用。无论是炼药师、符阵师还是灵阵师，本质上都是一种利用灵魂力量的手段罢了。前者是将灵魂力量运用到炼药当中，后两者则是将灵魂力量运用在沟通天地之上，以求借助天地之间的力量爆发出更加可怕的威力。灵阵师所运用的灵印虽然不属于斗气大陆的力量，可曾经在斗气大陆为地，将整个斗气大陆都掌控于手掌之间的萧炎，又怎么会对斗气大陆的天地能量不了解呢？因此萧炎虽然布置的是灵阵，可却完全可以将斗气大陆的天地能量融入其中，从而凝聚出3道强大的圣兽神火身。此时此刻，那盘踞在雪白那界当中刚刚苏醒不久的天火尊者，此刻已经是一脸懵逼地看着萧炎所施展的大阵，脑海当中闪过大大的问号。这特么还是我的5轮离火法吗？不能说是有点像吧，只能说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啊。对于天火尊者的茫然情绪，萧炎也是表示理解，毕竟5轮离火法尚且需要5种异火才能达到天阶斗技的威能，可他的5圣神火法全盛时期却是圣品大宗师级别的阵法。这种级别的阵法一旦达到其巅峰威能，别说是几个魂殿护法，就是整个斗气大陆都可以被这可怕的火焰给焚烧成虚无。死在这一招之下的魔帝强者可是不下3位，其中还有一位玄魔帝巅峰的强者。斩了他们！望着那神色多了几分惶恐的3位魂殿护法，萧炎只是淡漠地下达了一个指令，旋即便是回到一旁休息了起来。他如今再如何的强横，也终究只是达到了融天境巅峰而已。换作大千世界的寻常融天境巅峰，能够越级而战固然是轻松，但能够对付个4、5星的斗皇就算不错的，很多天才最多也就能勉强发挥出斗皇巅峰的战力。萧炎靠着各种剑士和手段，硬生生地跨越了接近2个大级别的战斗，施展这一招对他的消耗比起一枚3色火莲还要过上一些。好在这些时日当中，他体内所积累的灵力也是不少，在他的丹田当中，3滴在这些时日当中被凝聚出来的灵液瞬间被炎神法身，也就是萧炎的神魄吸入1滴。而在吸入这1滴灵液之后，萧炎体内的灵力也是瞬间恢复了大半，连同脸色都是恢复了不少的红润。与萧炎相比，
那3位魂殿护法此刻的境遇却是凄惨无比。此刻的大阵当中，3道兽首人身的火焰巨人已经是手持火焰大剑，带着可怕的高温朝着3人进攻过去。火焰大剑激荡之间，恐怖的高温与可怕的力量直接令周围的空间出现一道道裂缝。望着这一幕，3名魂殿护法都是神色大变，各自催动着彼此的力量去闪躲抵抗。若是没有那层大阵的困扰，3人尚且还能拥有逃离的希望，可在那大阵的困扰之下，3人却只能局限在这狭小的空间当中不停躲闪。更令人吃惊的还是这3道火焰巨人不但拥有灵智一般可以如同真人一般反应，甚至还能发挥出威能不俗的斗技。是，玄武分身挥舞着手中的巨剑，一个劈砍直接将那名实力最弱的魂殿护法手中的锁魂链都给砍得寸寸崩裂。仅仅几个回合下来，他手中的火焰巨剑便是顺利地斩过了那魂殿护法的身体。3头圣兽神火身各自所爆发出的威能都不会低于7星斗宗的层次，一名4星斗宗层次的魂殿护法被这一剑斩中，当场便是身受重伤。再度几个回合之间，这位4星斗宗级别的魂殿护法便是当场陨落，被火焰大剑上的异火给斩碎成无数碎片，最后被焚烧殆尽。望着这一幕，另外2名魂殿护法也是神色大变，他们拼了命地抵抗着3尊火焰巨人。然而那名7星斗宗级别的天阶护法还好，一开始能够与那万兽灵火化作的火焰巨人游刃有余。可在那名4星斗宗陨落之后，剩下的2尊火焰巨人便是直接朝着那5星斗宗级别的魂殿护法杀了过去。一尊火焰巨人已经是令那魂殿护法抵抗得十分吃力，如今2尊围攻，那名魂殿护法也是在顷刻之间落入下风，很快便是遍体鳞伤，气息孱弱，看样子距离陨落已经是不久了。此刻这2名魂殿护法终于是对萧炎升起了一抹恐惧，不由得朝着萧炎惊恐地吼叫起来：“小子，杀了我们，魂殿不会放过你的！”对于这2人的喊话，萧炎嘴角却是露出一抹不屑的笑容：“安心的去吧，不用你们魂殿放过我，我也不会放过你们魂殿的。”话音落下，萧炎心念一动，2头火焰巨人便是直接出动杀招，2道巨大火芒以一个诡异弧度袭杀向那名5星斗宗的魂殿护法。顷刻间，那已经重伤的魂殿护法便是直接被这可怕的火芒撕碎。望着2名同僚的瞬间陨落，那名魂殿天阶护法终于是有些惊慌失措了起来。面前的3尊火焰巨人，每一尊都是有着不输于他的战力，3尊联合起来，加上根本无法逃走，他是下一个陨落的就是他了。就在此人绝望之际，在萧炎身后的不远处，一道诡异的光芒却是悄然浮现。下一刻，数道更为强悍的漆黑锁链突然从萧炎背后的空间突兀出现，然后带着可怕的速度朝着萧炎的胸口袭来。感受着那突兀出现的阴寒气息，那名魂殿护法脸上终于露出一抹狂喜之色。傲护法，快杀了这小子！我魂殿已经有2名护法陨落在这家伙的手中了。他刚刚发出一道嘶吼，一道巨剑便是狠狠劈了过来，仓促地抵挡了一下。望着那虎视眈眈的3尊火焰巨人，这名魂殿护法微微一咬牙，最后还是狼狈地躲避着3尊火焰巨人的攻击。不过他的目光此刻却是一直都在外界的萧炎身上，显然他心中也是清楚，只要萧炎一死，这该死的阵法就会当场消失。这小子能够使用出如此众多的神奇手段，身上更是有着3种异火在身，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若是能够得到他身上的机缘，那可就发达了。单单是这阵法，恐怕就是极为不凡的东西。与此同时，那黑雾缭绕的诡异锁链也在此刻瞬间穿透了萧炎的胸口。只是这锁链在穿透萧炎的胸口之后，并没有溅起什么鲜血，而是令萧炎的身影变得越来越淡。这是残影。惊异的声音响起的同时，一道炽热的齿芒已经狠狠地劈了过来。小辈，你的手段真是多得可怕，不过无论你手段再如何的逆天，也无法跨越普通斗宗与9星斗宗之间的巨大鸿沟。傲护法嘴角发出一声冷笑，手中黑色锁链爆射而出，很快将那火焰齿芒尽数捣碎。在火焰齿芒被尽数捣碎之后，萧炎的身影也终于缓缓地出现在了天地之间。此刻的他也是面色微微苍白了几分，看上去虚弱了不少。不过他看向这傲护法的目光却是带着几分笑容。你说的对，现在的我想要对付你的确是有些困难了。萧炎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施展了一记佛怒火莲，又施展出了5圣神火法，连续2道可怕的消耗，不但是令他的灵力消耗了大半，就连灵魂力量也同样消耗了许多。此刻的他，除非是在5圣神火法大阵当中才有着斩杀一位9星斗宗的可能，又或者说他耗尽最后的灵魂力量和灵力，施展一记3色火莲也有可能重创对方。但归根结底，想要斩杀对方的确是有些费力了，毕竟萧炎是跨越了接近2个大级别的战斗，因此萧炎也并不打算空耗了。老师，出手吧！萧炎内心无奈地低叹一声，下一刻
那原本还满脸冷笑的傲护法便是神色大变，因为在他的面前，原本平静的天地忽然多出了一种莫名的意味，就仿佛眼前的这片天地忽然好像有了主人一般。紧接着，一道令他身体都在颤抖的气息也是瞬间弥漫了这方天地。与他一同颤抖的，还有那已经被砍得遍体鳞伤的另一名魂殿护法。这道气息是……傲护法脸上的表情越来越惊惧，那种可以影响整片天地的气息是如此的可怕，却令他如此的熟悉。下一刻，一道宛如真人一般凝实，但依旧有着些许虚幻的灵魂体从萧炎手中的漆黑戒指当中悠悠飘出。是你？你到底是谁？这一刻，傲护法终于想起了当日在风城上空所感受到的那道可怕气息。面前这个实为灵魂体的老者，身上所散发出的气息，正是当日他在风城感受到的那道天境气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道天境气息的主人，竟然真的是一道灵魂体。不过，望着面前的这道灵魂体，这两位魂殿护法的眼中却是没有丝毫的贪婪，而只有一种绝望的恐惧。这可不是一道虚弱的天境灵魂，而是一道货真价实的、处于完美状态的天境灵魂。他除了没有肉身，具备天境灵魂强者所拥有的一切手段。老夫是谁？宛如实质一般的老者笑眯眯地望着面前的两名魂殿护法，说出来的声音却是令两人心神颤抖。你们魂殿这些你那，不是一直在寻找老夫的踪迹吗？听到老者的话语，那傲护法先是微微一怔，脑海当中各种线索电光火石一般的汇聚在一起之后，他终于得到了一个令他浑身冰凉的答案。药尘，你是要尊者药尘？傲护法的声音此刻已经是充满了惊惧。身为魂殿护法，他太清楚不过魂殿与这位药尊者之间的恩怨了。果然，对于他那准确的回答，药老嘴角缓缓露出一抹冷冽的笑容。答对了，作为奖励，我会给你们两个一个痛快。话音落下，药老便是缓缓地抬起那苍老的手掌，而随着他这一道手掌的缓缓抬起，整片天地在这一刻都是微微变色。只见药老手掌对着傲护法轻轻一握，这位实力堪比9星斗宗的魂殿强者便是当场爆裂成了一团黑雾。而后，药老又是手指轻轻一点，另一名被困在大阵当中的魂殿护法也是砰的一声爆裂开来。顷刻间，两尊高阶斗宗级别的魂殿护法便是如此轻易地陨落在了此地。望着这一幕，萧炎的脸上并没有任何多余的波动，只是手掌一挥，那3道火焰巨人便是凭空汇聚成一道火焰龙卷，将这4位魂殿护法的灵魂残片和那戒吸入到了萧炎的手中。魂殿护法虽然拥有着斗宗级别的战力，但其本质上却是一种被魂殿用特殊手段培养的强大灵魂体。他们除非立下大功，才有机会被赐予一副新的肉身，否则终生都是难以突破到斗尊境界。而魂殿的大部分尊老和天尊，其实都是魂族本族的强者，或是一些被魂殿收买的老家伙们。所以这些残破的灵魂体也并非没有什么价值。只见混沌熔炉一个吞吸，便是直接将这无数的灵魂碎片全部吞噬。熊熊烈焰燃烧之下，大量黑雾瞬间蒸腾，开始将这些灵魂碎片给大量的精华提炼。魂殿擅长灵魂本源提取的手段，可萧炎又怎么可能不擅长这一点呢？他的阅历、经验可比如今一个小小的魂族要深厚得多。此番行动收获倒是颇为的不小。萧炎握着手里的一落那戒，这些都是他从这些魂殿护法以及诸多魔道强者手上得到的。虽然单一的那戒当中的东西他看不上，可却耐不住这些东西的确是不少。小心，有人来了！就在萧炎清点着手中诸多宝物的时候，药老的声音却是突兀的传来，其中甚至带着几分严肃。这新来之人的修为绝对不低，是一位6星斗尊。听到药老的话，萧炎也是多出了几分诧异之色。沉吟片刻之后，也是没有在风城过多的停留，而是借助药老的力量几个闪烁，暂时离开了这里。片刻之后，萧炎的身形出现在了一片荒芜的山峰之上，此地正是曾经某个魔道势力的宗门山头所在。6星斗尊，难道是魂殿的某个天尊不成？萧炎双眼微微眯起，将手中那几名魂殿护法的内戒丢在了这里。下一刻，他便是借助着药老的灵魂力量，凝聚出了一道3色火莲，埋在了这些纳戒的下方。这次就先给你留个见面礼吧，下一次再要了你的狗命。萧炎心神微动，再度闪身离去。在他离去半炷香的时间之后，一道身上穿着漆黑衣袍的阴冷男子也是诡异地出现在了此地。他的目光落在地面之上的几枚纳戒之上，瞳孔忍不住的微微一缩，旋即多了几分阴沉之色。魂殿强者的纳戒都是沾染了属于魂殿强者的气息的，除非是萧炎药老这种层次的强者用一火将那气息尽数驱逐，否则很难将那种独属于魂殿的气息抹去。而此刻，他自然也是一眼认出这几枚纳戒正是当初来到黑角域的几名魂殿护法的纳戒。这几个家伙竟然都陨落了。黑天尊眼睛不由得微微眯起，露出一抹杀机。他手掌一挥，
刚刚将那几枚纳戒收入手中，便是诡异的发现下方的土壤一阵松动。这是望着那突兀融化、露出一抹绚丽晶莹花瓣的土壤，黑天尊瞳孔微微一缩。下一刻，一道惊天动地的爆炸之声便是响彻天际。无尽的滚滚火浪散去之后，黑天尊依旧是静静地站立在天空之上，只是其脸上却是多了几分狼狈，甚至连头发都变得有些凌乱。在他的脚下，那处魔道山门此刻已经被夷为平地。一道三色火莲的威力虽然强大，可想要威胁一位6星斗尊还是有些不够看的。不过在这种意外的猝不及防之下，这位魂殿的黑天尊此刻也是多了几分狼狈。混账，竟然敢拿我魂殿的人命耍我魂殿的人！黑天尊声音多了几分咬牙切齿的冰冷。不管你是什么人，等我找到你，定要你死无葬身之地。而此刻，事情的作俑者却已经找到了一处隐秘的山谷当中，静静地盘坐了下来。幽静的山谷当中，萧炎随意地盘坐在一处山崖的凸起位置之上。此番击杀的这些家伙虽然算不上很强，但手中也多少是有一些东西的。萧炎仅仅是搜查了一番，便是从这些家伙的那戒当中搜刮出了足足数十道魔盒和诸多丹药药材。此刻，这些材料正静静地躺在幽海那戒当中，18枚5阶魔盒、7枚6阶魔盒和3枚7阶魔盒。望着面前随意摆放在一张荷叶当中的众多魔盒，萧炎却是轻轻地摇了摇头。这些各魂殿护法看起来都挺强的模样，但是其那戒当中储备的材料却是还不如那些魔道强者的收藏丰富。看样子，那魂殿对于员工的剥削还是挺严重的，以至于萧炎杀了4名魂殿护法，才得到了3枚7阶魔盒。不过有这些魔盒，倒也暂时够用了。萧炎随手留下这3枚7阶魔盒，然后便是捡起1枚5阶魔盒，直接丢入口中。丹药和药材虽然也可以生吞，但这些东西对萧炎而言效果单一，对别人而言却并非如此。因此，萧炎也只是选择了少量几乎没什么用，或是难以交易的丹药和药材吞服，至于其他的，还是暂时存放了起来。身为炼药师，他最是清楚这些东西所能发挥的价值了。不过，这些魔盒的作用就要相对的小上许多了，至少对于萧炎而言，似乎除了炼制丹药之外，也没有太大的作用。萧炎体内炎神法身宝箱庄严的盘膝而坐，其右手当中正托着混沌熔炉。在混沌熔炉当中，那几名斗皇强者的血肉在此刻早就被精炼了多次，被转化成了几滴精纯的灵液。除去这几滴灵液之外，还有那么几滴更加晶莹、散发着奇异光芒的液体。这液体当中所充斥的精纯力量，却是一种灵魂波动。这几滴晶莹液体，正是之前的几个魂殿护法被炼化之后所得到的几滴魂液。此物的作用，倒是与那魂殿当中辛苦收集的灵魂本源相似。不过对于现在的萧炎而言，这东西也只能在他灵魂力量大幅消耗之后用作补充之用。毕竟萧炎的灵魂力量根本不用提升，只要他的肉身修为在一直提升，那他的灵魂力量也会一直上升，一直处于他修为的极限。不过此物若是被别人得了去，那可就是滋养灵魂的珍贵宝物了。心念一动，炎神法身将几滴魂液收入体内，以备不时之需。萧炎则是开始专心地用混沌熔炉炼化起各种魔盒。在3种异火的高温以及混沌熔炉那几乎可以炼化万物的可怕威能之下，一道道5阶魔盒几乎是很快就被转化为了极为精纯的灵力。山崖之上，萧炎静静地盘坐，任由周身灵力起伏不定，而他的呼吸却是异常的平缓，仿佛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在他的体内，灵力也是奔腾着，只是他并没有特意的去控制，而是任由灵力自如的流转。丹田气海当中，炎神法身已经盘膝而坐，他既是萧炎的法身，也是萧炎的神魄所在。此刻的炎神法身体表正有着一道道绚丽火焰翻腾，一道道灵力光晕在他体表翻腾，最后以一种奇特的波动若隐若现地释放着一种大道韵味。一枚枚魔盒被不断的炼化，为萧炎提供着极为精纯的灵力。不知过了多久之后，在最后1枚6阶魔盒都被炼化了之后，那一直盘坐在山崖之上的萧炎也是终于睁开了眼睛。与此同时，在他体内的炎神法身也是同时睁开眼睛，双目深邃，如同浩瀚星河。切！萧炎嘴角带着笑容，只见他缓缓摊开双手，宛如拥抱天地。而在这一刻，萧炎周围的天地骤然变化，仿佛是海啸低鸣，狂风呼啸。在他周围环境当中，一道道若隐若现的能量潮汐都在不断的沉浮。炎神法身盘坐在气海当中，巍然不动。但萧炎此刻与天地之间的共鸣和融合，显然是更上了一层楼。而他体内的灵力在这一刻也是变得愈发的雄浑。只见萧炎再度张口一吞，1枚7阶魔盒再度被送入口中。只是这一次，那魔盒转化的庞大灵力却是不需要再刻意储存，而是被萧炎一股脑的尽数吞吸。是一道清澈的光芒猛地自萧炎天灵盖爆射而出，直冲天际，
那光芒极为的奇异，并没有什么灵力波动，但却是给人一种无法通透的感觉。神魄离体，化入天地。此刻的萧炎已经是真正的迈入到了化天境的境界。所谓的化天境，便是可以深化天地当中，比融天境更加能够借助天地的力量攻击防御。虽然灵力的变化仅仅只是翻倍的增加，但对于天地能量的运用却是猛地增加了一个层次。天空上清澈的光柱逐渐的消散，而萧炎体内的炎神法身却是越发的壮大与凝练。萧炎双眼当中带着一丝金光，嘴角缓缓地掀起一抹笑容。此番突破化天境，对于他这种有着前世逆天手段的强者而言，增幅并不算大。但真正令他心情比较好的，还是突破之后他的灵力提升便是不存在任何的障碍了。从现在到他修炼到化天境巅峰，萧炎所要做的便是只有一点，那便是不停地吞吸能量，转化为精纯的灵力。只要做到这一点，便是可以很快达到化天境巅峰了。而且虽然他的实力增幅没有那般的夸张，但若是让他如今再遇到那个所谓的傲护法，萧炎也自信无需用太多高深的手段，也能打得他一脸茫然。不过虽然对付9星斗宗不再像之前那般吃力了，但想要对付斗尊强者，对于现在的萧炎来说还是有着不小的难度的。如今黑角域的事情都办得差不多了，我也是时候回趟加玛帝国，将青莲地心火给收服了。萧炎嘴角露出一抹笑容，等他将青莲地心火也给收服了，那他将真正拥有可以对付斗尊强者的实力。到那时，他才能算是真正进入了斗气大陆的顶尖强者阶层。而且2年的时间过去，如今的萧炎虽然依旧看着十分的年轻，但在他的日夜修炼之下，他的身体早就与成年人无二。这趟回加玛帝国，也该把之前没办的事都办一下了。萧炎嘴角露出一抹笑容，不过在回到加玛帝国之前，还有一件事要先做了。想到这里，他手掌一挥，金银二老的尸体直挺挺地躺在了地上。既然咱们前世今生都这么有缘分，那你们兄弟就一直留在我身边吧。萧炎望着一句话不说的金银二老，手掌一挥，绚丽火焰便是将这2个老家伙包裹了起来。前世的时候，萧炎曾经炼制过不少的天妖魁，是一种极为强悍的杀戮工具。不过天妖魁的炼制条件苛刻不说，对于尸体的要求也是很高的。以金银二老斗皇巅峰的实力，想要炼制成功，对于旁人而言是一种极为困难的事情。不过好在对于如今的萧炎而言，这种困难却是微乎其微。在大千世界当中，炼制傀儡的手段何等之多，比起斗气大陆简直是高明了不知道多少。而且其手段更是多到随便丢出来一个小流派，都足以在斗气大陆成为一方大势力了。而且萧炎本身也是天纵奇才，在大千世界走到巅峰级别之后，也是不再只关注炼药一道，对于炼气、符道、阵道都是有些研究。这种研究对于萧炎来说只是堪比自己炼药术的2/10、3%，但对于别人而言，那便是传说，是大千世界的尽头。原因无他，萧炎对于这几种辅修的研究都已经到了圣品大宗师，甚至超过了圣品的级别。当然这些比起他的炼药术而言也只是小道而已，萧炎炼制出的丹药可是连主宰神之境界的强者都要眼馋3分的。因此将金银二老炼化成傀儡对他一点难度都没有，甚至这2个老家伙生前只是斗皇，但被萧炎炼制成傀儡之后，怕是能够令初入斗宗的强者都头疼不已。绚丽火焰包裹着2人的尸体，很快就将2人体内的湿气和杂质都给清除出去。而随着这些气息被驱逐，萧炎屈指一弹，2道灵魂碎片便是直接出现在了萧炎的掌心当中，正是金银二老的灵魂碎片。所谓原汤化原石，炼制傀儡自然是利用2人的灵魂碎片更为合适。在萧炎的控制之下，2团灵魂碎片很快就被焚烧成了一团没有意识的灵魂光团。萧炎随手一拍，这2道光团便是落入到了2人的脑袋当中。制作傀儡最为核心的一道原料，并非是魔核和尸体，而是一道真灵。真灵是一种比灵魂更加玄奥，也更加难以察觉的东西。它极为渺小，甚至接近虚无，却又是真实存在，关系到一个生命最基本的生死轮回。只要灵魂彻底毁灭，真灵便是会自动坠入轮回当中，进行投胎转世。就好像那几名被萧炎彻底炼化了的魂殿护法，虽然已经彻底的毁灭崩溃，但其真灵却并未彻底灭亡，而是随着他们的灵魂彻底崩溃而进入了轮回。这一关系到灵魂本质的东西，对于大部分强者而言都是看不见摸不着，却又真实存在的。别说是斗气大陆的普通强者，就是到了斗帝这一层次都是难以发现。这种关系到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是达到天至尊甚至达到圣品天至尊之后才能够模糊发现的。想要灭杀真灵，让一个生命彻底失去轮回转世的可能，是需要主宰境界才能真正做到的。当然灭杀真灵的确是困难无比，但要紧固真灵却是太过简单了。只要没有真正的灭杀对方的灵魂，真灵便是根本无法转世。
就好像这团金银二老的灵魂虽然几乎被萧炎清除了意识，可真灵却被保留在了其中。只要真灵还在，这团灵魂便是可以作为傀儡的控制材料。所有的高品级傀儡，只要想让傀儡做到无需控制便是可以自我战斗，那便都需要有着一道真灵作为傀儡的核心意识。除非是使用者用自己的部分灵魂意识去控制傀儡，否则便是不能缺少了真灵的存在。随着这道真灵的拍入，萧炎又随手将2枚7阶魔核拍入2人的胸口位置，然后便是用一火淬炼，让2人的尸体缓缓地与魔核的力量融合。做完这些之后，萧炎一手控制火焰煅烧着2人的尸体，另一只手则是从纳戒当中取出各种各样的奇异金属。火焰煅烧之下，诸多金属很快融化，最后缓缓与金银二老的尸体融合，煅烧成为其尸体的一部分。这是血肉与金属的结合，看上去颇为的奇异。当这些金属开始缓缓地与2具尸体不断融合，最后缓缓地淬炼成一体之后，萧炎这才却并未结束炼制，反倒是心念一动，一道道灵印从他的掌心浮现。很快，大大小小的10数道灵阵在2具傀儡的体内缓缓成型。这些灵阵才是大千世界傀儡术的核心内容，依靠着各种灵阵的增幅与玄妙，才能令傀儡发挥出有可能比其原主人更加强悍的战力。一番炼制之下，眨眼便是7天过去了。而在7天之后，2名模样看上去栩栩如生，但皮肤隐隐透露着金属光泽的老者便是呆呆地站在了萧炎的面前。单看外表，除了2人的皮肤有些金属色泽之外，并没有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之处。不过这2人的面庞却是显得那般的木讷，甚至多了几分不似人的诡异。望着这2个家伙的模样，萧炎却是忍不住笑了起来。重生以来第一次炼制傀儡，倒是颇为的成功。如今的金银二老可是每一尊都能发挥出初阶斗宗的实力，联手之下加上那悍不畏死的特性，就算是4星5星斗宗都要头疼不已。他心念一动，2道灵魂丝线被他从2具傀儡的眉心处提取出来，最后落在一张被精心雕刻好、有着种种玄奥纹路的玉佩之上。随着这2道灵魂丝线的融入，这道傀儡工艺算是彻底的完成了。以萧炎如今的实力，自然是不需要这么2具傀儡的帮助，只要有人将血液滴入这玉佩当中，便是可以拥有控制2道傀儡的实力。萧炎打算把这2道傀儡带回加玛帝国，留在家族或是某个红颜的身边暂时用着。至于他本人，若是真的需要傀儡的帮助，那好歹也得抓黑白天尊这种级别的强者炼制成傀儡。金银二老他倒是真的有些看不上。炼制完成，我也该回内院跟薰儿说一声了。萧炎嘴角勾起一抹笑容，随手将金银二老再度收入到纳戒当中，脚下一阵光芒闪烁，便是消失在原地。从融天境巅峰突破到化天境，外加将金银二老炼制成傀儡，萧炎总共用了接近1个月的时间。而这1个月的时间当中，关于封城当中魔宗覆灭的消息却是令整个黑角域都震撼不已。根据一些侥幸在封城大战余波当中存活下来的强者回忆，当日的封城是莫名其妙的，便是遭到了一招毁灭一般的攻击。在那道可怕的攻击之下，整个城主府当场便是化作废墟，被炸得通透，很多斗王之下的强者几乎是在瞬间就陨落了，甚至于仅仅这次爆炸就让很多斗王强者都是当场陨落。而后天空之上便是再度出现一场大战，据说是有着3尊兽首人身的火焰神灵与3名浑身缭绕着雾气疑似魔道强者的存在大战了起来。最终这3位魔道强者都是尽数陨落。在之后又有一道磅礴强大的令人想要直接跪下膜拜的可怕气息凭空出现，在那气息出现的那一刻，许多封城的生灵直接是吓得跪在了地上。他们一生从来未曾见到过如此强大的生命，哪怕是封城过去的几位主人，在这道气息面前似乎也是如同蝼蚁一般脆弱。种种传闻之下，那个神秘强者或是某个神秘势力的名声已经令整个黑角域都震动了起来。许多弱者还不清楚，但真正有实力的，尤其是黑角域当中的一些隐藏不出的斗宗强者，都是模糊猜测出了这一战的背后到底是何等层次的强者出手了。也正是因此，他们这些老牌强者此刻都是感到有些骇然。同样骇然的还有此刻在内院的苏谦，他比其他人更清楚萧炎身后的势力是何等的可怕。当听说那道令人情不自禁想要跪下的可怕气息时，他便是隐隐猜测是萧炎的老师应该出手了。比起苏谦这种有迹可循的猜测，盘门的众人此刻却是个个兴奋无比。这些年轻人当中，除去薰儿，没有多少人知道萧炎的背景到底是如何的强大，即便是紫妍也只能模糊的有些猜测。他们更不知道萧炎在后面对上的那些身上缭绕着黑雾的强者是魂殿的人。他们只知道魔盟的人有着接近10位斗皇强者，还有众多的斗王、斗灵。可是在他们离开之后，萧炎却是将这些家伙全部都给清理了。想到这里，他们便是感到有些莫名的热血沸腾。门主真是厉害啊，
年纪轻轻就拥有了斩杀斗皇强者的实力。是啊，门主真是厉害，那魔盟如此强大，他竟然就这么把魔盟灭了。众人并不清楚魔盟是不是萧炎一个人灭的，但无论萧炎使用的是怎样的手段，都无法耽搁这个少年在他们心中越发崇敬的地位。如今的萧炎的确是成了盘门当中一个宛如神灵一般的存在，他的存在让盘门有着一种其他势力所没有的可怕凝聚力，尤其是在萧炎的带领下一次次完成大事，见证了这世间残酷的众人，更是有着一种别人难以理解的团结。就在这种人议论纷纷的一场晚宴当中，一道身穿黑衣的年轻身影却是不知何时突兀地出现在了广场的当中。当看到这道身影的那一刻，盘门的众人都是有些惊愕地看着这道黑影，旋即便是一个个欢喜地叫了起来：门主，是门主回来了！见到萧炎回来，盘门成员一拥而上，对于萧炎的回归显然是无比的热情。对于众人的热情，萧炎也是笑着回应，顺便讲清楚了自己这次回来的来意。我走了以后，门中大小事都交给林修崖和韩月来处理，遇到实在没有办法决断的事情，再交给轩儿去决断便是。萧炎一件件事情交代着，却令盘门在众人有些不舍。对于这些家伙的不舍，萧炎却只是笑着摇了摇头。诸位，好好修炼吧，下次见面，希望你们至少都是斗灵巅峰了。若是你们都能达到斗灵巅峰，我可以给你们一份惊喜。跟这些家伙简单的聊了聊，萧炎也是终于带着轩儿离开。萧炎哥哥要回加玛帝国了吗？轩儿也可以跟你一起回去的。清冷的月光为大地披上了一层银色的光辉，也在少年少女的身上披上一层银色的纱衣。月光之下，轩儿脑袋靠在萧炎肩膀之上，那张令月光都要黯然三分的绝美小脸已经越发的有了倾国倾城的迹象。只是此刻他一双美眸当中却是浓浓的不舍。萧炎这一回去怕是要回去一段时间了。乖，你在内院好好修炼，我回去处理一些事情，等我处理完了就回来。萧炎声音温和，手掌伸出轻轻抚顺少女的青丝。他此刻都有些不愿去看少女的眼睛，若是这小妮子知道自己这一趟回去都要感谢什么事情，那他怕是要无比的伤心。然而萧炎还是有些低估了少女那宛如明镜一般的心思。只见轩儿缓缓抬起头，一双清澈的眼眸就这样盯着萧炎。萧炎哥哥，你这次回去真的只是因为要处理一些事情吗？这里面难道就没有亚妃和那个从未见过面的小医仙的关系吗？被这双清澈的眸子盯着，饶是萧炎的心境此刻都有着一种尴尬的偷感浮现。他忍不住的清了清嗓子，正要说些什么，却见到轩儿轻轻摇了摇头。萧炎哥哥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吧，虽然不知道你为何会对这两个女子有异样的想法，但轩儿知道你肯定有自己的理由的。只要萧炎哥哥心里一直装着轩儿，轩儿就知足了。望着面前这个明明在浅笑，眸子里却带着些许水雾的人儿，萧炎再也忍不住的将其一把揽入怀中。无论是前世今生，面前这个女孩从来都是宁愿自己受点委屈，也不愿让自己为难。其实我最宝贵的东西，不是我那所谓的记忆和经验，而是你啊。萧炎轻轻抚摸着少女的长发，良久之后才轻轻捧起那张越发惊艳的动人脸庞。轩儿，总有一天我会以一种无敌之姿走进古族，会让古族那些老家伙求着我将你娶回家。萧炎神色无比的认真与严肃，而对于他的如此说辞，轩儿却是依旧是小脸，没有丝毫的怀疑，反倒是展颜一笑，令那皎洁的月光都暗淡了3分。轩儿可是从未怀疑过萧炎哥的呢。他能够如此自信地说出这种话，除了内心对于萧炎的喜欢之外，萧炎这些年所展现出的强大天赋同样是令轩儿都感到震惊。15岁的年纪屠杀斗皇强者如同杀鸡一般，这已经超过了远古8族当中最为优秀的核心子弟了，哪怕是神品血脉也未必能够做到这一步。更何况萧炎本身还是一名炼药师，其价值更是难以估量。而且15岁的年纪就能做到如此程度，那么萧炎再过2年又会成长到怎样的程度？是真正的斗宗强者，还是已然登临斗尊？能够在这个年纪拥有如此成就，萧炎有着大把的时间去冲击那个需要古族都要重视的境界。这一点不但是轩儿本人，就连常年跟随在他身边的灵老都是可以站在客观的角度上去评价。萧炎如今所做到的事情，已经丝毫不比当年的古元、魂天帝，甚至是萧玄要差。成为斗圣，虽然没人敢说是板上钉钉，可那概率却是比很多远古8族的核心成员都要大了许多。不过他们只以为那魔盟的强者是萧炎所杀，却根本想象不到，就连那些魂殿护法也大多都是萧炎所杀。毕竟15岁的年纪就击杀3位斗宗强者，其中更有1位7星斗宗，实在是太过惊世骇俗了一些。因此对于那些魂殿护法的消失，即便是灵隐所探查的，也以为是萧炎的老师所干的。当然他们更想象不到，现在的萧炎再度遇到那奥护法，想击杀对方也并非什么难事。望着轩儿这副深信不疑的模样，
萧炎心中的神情更是被动容了几分，望着那张红润小嘴，当下便是忍不住的贴了上去。好好修炼，等我回来可要检查你的修为哦。良久之后，萧炎微微勾起少女的下巴，望着后者那绯红的脸蛋，嘿嘿笑道：讨厌，萧炎哥哥就知道欺负我。薰儿轻哼一声，却是没有丝毫反抗的意思。望着他这副模样，萧炎心中怜爱之意更浓，正欲继续，却听到薰儿的声音再度传来：不久前族中给我传来了消息，说准备让我过段时间回去。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萧炎本打算继续行坏的动作瞬间停顿，最后才略微皱着眉头看向薰儿，不由得问道：具体时间大概是多久之后？按照族中的说法，最好是在16岁之前回去，再晚一点那就是18岁之前必须回去。族中有很多温养淬炼血脉的秘法，是需要在20岁之前完成的，一旦超过这个年龄，很多秘法便是不能使用了。而要将这些秘法全部吸收使用，那至少也要2年的时间。对于薰儿的这些说法，萧炎当年也只是有着些许模糊的了解，毕竟这些事情这妮子从来不会主动提起，直到这一世，他才知道这丫头为自己付出了多少。前世的薰儿本就该在16岁之前回到古族，可这丫头硬是为了在迦南学院陪自己一段时间，将时间拖到了18岁。这其中所付出的代价，便是要将本来可以4年修炼使用的各种秘法，硬生生的压缩到2年，甚至不到2年。也就薰儿这妮子天赋足够强大，若是换做别人，怕是真的会错过一些好处。想到这里，萧炎对他忽然多了更多的歉疚之感。似是察觉到了萧炎的情绪，薰儿却是轻轻将脑袋靠在了萧炎的肩膀上，语气温柔：萧炎哥哥，你不必为薰儿担心，虽然我不清楚自己的血脉品级，但我相信这些机缘我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炼化的。对于少女的话语，萧炎只是微微笑着摇了摇头。沉吟片刻之后，他才忽然想起了什么一般，轻轻握住薰儿的玉手，轻声笑道：薰儿，当年古族将你放到我们萧家，是不是要让你寻找驼舍古地狱？他的笑声清淡，可是说出的那一刻，却是令薰儿原本红润的俏脸瞬间变得苍白了几分，一张绝美小脸此刻瞬间变得紧张无比。他忍不住蹭地从萧炎怀中站起，目光警惕地在四周转了一圈，发现没人之后，才轻轻松了口气。可是看向萧炎的目光却依然带着紧张之色。萧炎哥哥，你会不会？这一刻，他美眸甚至比方才提起小医仙等人更加水雾弥漫，紧张兮兮地看着萧炎，似是生怕他误会一般。望着小妮子这副模样，萧炎心中一阵心疼，连忙握住那双冰凉的小手，轻声笑道：你别紧张，我不会误会你的。还有，我们方圆10丈以内的空间早就被我用灵魂力量屏蔽了，没人会听到我们的谈话。听到萧炎这句话，薰儿才轻轻松了口气，小脸在恢复了几分红润的同时，却依旧有些紧张。萧炎哥哥，你怎么会知道驼舍古地狱的事情？难道是肖战叔叔告诉你的吗？对于薰儿的问话，萧炎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却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笑着揉了揉他的脑袋，随意地说出一句令薰儿心脏都快跳出来的话：等我办完加玛帝国的事情，我就将那古地狱给你拿过来，等你回古族的时候，顺便把它带回去吧。不然，你们古族那些老东西，怕是又要逼逼叨叨了。对于萧炎后面的玩笑话，薰儿此刻却是完全的笑不出来，一张绝美小脸此刻满是严肃与不解。萧炎哥哥，你究竟知不知道这古地狱到底是何等珍贵的宝物？那可是跟斗帝有关的宝物，而且是斗气大陆的最后一位斗帝，关系到可以成为斗帝的天大机缘，是吗？萧炎率先抢答，令薰儿再度沉默，最后一张小脸满是疑惑地看着萧炎。那可是跟斗帝强者有关的宝物啊！天地之间，但凡是与这地之一字能够沾上关系的，都是可以令斗圣强者都疯狂的东西。尤其是这驼舍古地狱，是可以令他父亲都无比重视的东西。这块玉就是因为接触的层次太高了，现在的萧家根本没有资格吃下这么大的秘密。对于如今的萧家来说，手里握着这块玉只会招来天大的灾难。如果不是你们古族与我萧族祖先有约定，现在还会用这么麻烦的手段吗？萧炎笑盈盈地看着薰儿，令后者再度沉默。的确，如果不是因为先祖之间的约定，其实就是他父亲与萧族先祖的承诺。如今的萧家对于古族来说，真的是随便派个阿猫阿狗都是可以轻易覆灭，强行搜刮出驼舍古地狱。古族虽然不如魂族那般恶劣，可也并非是什么善茬。可是那终究是跟斗帝强者有关的宝物，万一萧炎哥哥将来有一天也有机会触摸到那个层次，萧炎哥哥就不会后悔吗？薰儿一双美眸盯着萧炎，虽然没有说话，却胜似千言万语。哼，跟我比起来，你父亲现在才更有希望冲击斗帝吧？他距离这个境界也只剩下一个机遇了，不是？萧炎话音落下，薰儿美眸忽然瞪得大大的。今晚的萧炎实在是给他带来了太多的震撼了。他能够知晓古族，知晓萧族，甚至是知晓驼舍古地狱，
虽然有些惊人，可都是有迹可循的事情。但自己的萧炎哥哥什么时候对父亲的事情都是如此的清楚了？怎么还没正式成为我老婆，就已经胳膊肘往外拐了？萧炎却是满不在乎，只是笑呵呵地调笑道：“我那可怜的岳父，若是知道自己女儿连成帝的契机都迫不及待的想要给自己女婿，恐怕要伤心死了吧？”萧炎哥哥，我在跟你说正事，你讨厌死了。被萧炎一阵调笑，薰儿的俏脸再度红润起来，没有了方才的紧张。对于薰儿这副模样，萧炎却是轻轻握住了她的玉手。薰儿，对我来说，你可比什么驼舍谷地狱重要多了，而且没有那块玉，我照样可以成为斗帝。萧炎哥哥，等到萧炎回过神来的时候，怀中的少女已经是泪眼婆娑，眼眶红润的看着他。下一刻，一抹柔软的红润便是凑到了他嘴边。好香。萧炎细细品尝起来，比起这个什么驼舍谷地狱之类的，又值几个钱。斗帝强者不过是炼化了一部分位面之胎碎片的地至尊罢了。斗气大陆当中的元气，其实就是当年的位面之胎破碎之后所化成的一种特殊能量。掌握了这种能量，便是掌握了部分斗气大陆的本质，甚至可以说是斗气大陆部分天地的掌控者。而且有了这种能量之后，才可以借此突破九星斗圣的规则桎梏，从而拥有凌驾于斗气大陆所有生灵的力量。一位新晋斗帝级别的强者，有着元气的帮助，在大千世界大致可以发挥出上位帝至尊的战力，在斗气大陆则是堪比帝至尊大圆满。当然，若是没有了元气，以斗气的质量而言，或许连最普通的下位帝至尊都不如。这些也是萧炎在踏入大千世界之后才明白的东西。而如今，对于拥有混沌熔炉这样逆天手段，可以将其他能量转化为灵力的萧炎而言，突破帝至尊也只是能量数量的问题罢了。只要能量足够，他早晚都可以达到帝至尊的境界。以萧炎的前世的种种神通手段，即便是一位真正的斗帝遇到成为帝至尊的他，也要陨落。这些东西，如今的薰儿等人根本不知道。当然，萧炎说的也的确是实话。即便他没有这么多的手段，薰儿在他心中依旧是比成为斗帝的机缘更加重要。前世的时候，他能拿驼舍谷地狱去换回自己的父亲，自然也能为了薰儿放弃驼舍谷地狱。当年就算他没有成为斗帝，只要不是魂天帝之外的任何一人成了斗帝，将来他进入大千世界之后，难道就不能成为天至尊了不成？良久之后，薰儿依偎在萧炎的怀里，通红的小脸之上满是幸福。萧炎哥哥。这时的薰儿忽然有些严肃地看着萧炎，不由得问道：“你身后的那位强者，难道就不会对成为斗帝感兴趣吗？”虽然那位老先生或许对萧炎哥哥很好，但我还是想提醒萧炎哥哥一句：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成为斗帝的机缘，可是足以令斗圣强者都疯狂的。薰儿话音落下，萧炎还没有来得及说些什么，他指尖的漆黑那戒便是已经跳动了一下。有些好笑的看着这一幕，萧炎最后才无奈的笑了笑道：“放心吧，将来不光是我要成为斗帝，我的老师还有你，还有岳父，他们都会成为斗帝的。”听到萧炎的说法，薰儿不由得轻轻掩嘴笑了起来。萧炎哥哥真会吹牛，斗帝强者可不是大白菜，斗气大陆已经多少年没有出现过斗帝强者了。身为古族大小姐，薰儿自然知道斗帝强者已经消失了多少年了。对于薰儿的笑容，萧炎只是有些宠溺的笑了笑。斗帝强者的确是不太容易成就，不过与之相比，成为帝至尊可就容易多了。自己前世建立无尽火域，短短数百年，便是造就了数十位天至尊级别的强者。至于帝至尊，那估计是天至尊的100倍左右吧。我堂堂无尽火域，大千世界的顶尖实力，有1000把个斗帝层次的战力，很正常吧？月光入睡，一对小情侣就这样相互依偎，诉说着心中的种种话语。直到第二天早上，萧炎将薰儿送回去之后，才拉着睡得迷迷糊糊的紫妍离开。紫妍，精神点，别丢范儿。萧炎有些不满地看了紫妍一眼，同级别的人类哪有像你这么睡得这么死的？这要不是在内院，别人偷袭够来都不知道。不过想到他还是一只太虚古龙宝宝，萧炎也只能是有些宠溺地揉了揉他的脑袋，背后双翼挥舞着，紫妍还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仿佛随时都要睡着一般。见此情形，萧炎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随手掏出一枚散发着清香的丹药之后，小丫头那睡眼惺忪的眼睛瞬间变得雪亮起来。我就知道你这丫头在装困。萧炎有些好气地敲了敲她的脑袋，紫妍也不恼怒，美滋滋地吃起手里的丹药。记住，你这趟要是帮我把家里的事都摆平了，我就赏你一枚化形丹。萧炎在一旁蛊惑道，想要让自己的几个红颜知己融洽相处，首先要让他们有共同话题。前世的时候，这些女人都是跟自己同甘苦，共患难过，彼此之间有着各种纠缠和缘分。这一世，萧炎不想让他们再跟着自己吃太多苦了，那么这个共同话题或者是认同感，也只能是从其他事物上寻找。
面前的小紫妍就是个很不错的吉祥物，以这丫头大大咧咧的性格，估计是能和绝大部分人玩在一起，尤其是她那可爱的外表，更是连彩铃这种心狠手辣的女人都十分宠溺。化形丹，紫妍一双眼睛更亮了，要是再来点光芒，就更有节目效果了。说吧，什么事你尽管吩咐。她对化形丹可是早就无比期盼了，老是被人当作小孩子一般，虽然让她占了不少的便宜，可依旧令她有些烦恼。嘿嘿，萧炎笑了笑，在他耳畔轻轻说了几句话：“你这样做对得起轩儿吗？”半晌之后，紫妍悠悠地抬起头，小脸上满是不愿。萧炎说的这些事，实在是令他有些心痛。萧炎，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他痛心疾首地看着萧炎，宛如看着自己的好友忽然染了黄毛。少废话，轩儿没有多说什么。你有什么不能做的？化形丹不想要了。可是，这实在是有些违背我的良心啊！我那么单纯的孩子就要成为你泡妞的工具吗？紫妍一脸的不情愿。是这样吗？我前段时间还发现了2枚龙血果，真是有些可惜了。萧炎有些惋惜地摇了摇头。听到龙血果3个字，紫妍的眼珠子瞬间滴溜溜地转了起来，却依旧有些咬牙切齿地坚持自己的立场。我是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的。是吗？那我手里那株千年龙血参也只能自己享用了。轩儿，对不起，他给的太多了。半晌后，紫妍满脸殷勤地跟着萧炎朝着加玛帝国的方向飞去。迦南学院与黑角域之间的距离虽然遥远，但以萧炎和紫妍如今的修为，速度自然是快得有些可怕。不过饶是如此，两人也是在中途停歇了2次才继续赶路。对于这一点，萧炎倒并非是无可奈何，他的实力并非不能一口气赶到加玛帝国，不过紫妍却是做不到如此。而且如果一口气这般长途跋涉的回到加玛帝国，即便是以萧炎的实力，也会感到有些疲累。如此赶路了足足2天1夜的时间，两人也是终于回到了加玛帝国的境内。望着脚下那越发熟悉的建筑风格，萧炎嘴角也是缓缓地露出一抹笑容。2年前，他还是一个小小的斗师而已，如今再度归来，他却是拥有了抗衡斗宗巅峰强者的实力。对于这一点，他虽然谈不上什么骄傲自满，但心中总是有些愉悦的。重生以来，短短2年的时间就已经走到了这一步，看样子这一次应当可以在10年之内走到斗帝的境界了。带着这般的念想，萧炎带着满脸好奇的紫妍一路飞行，终于是看到了脚下那十分熟悉的小城市乌坦城，一个偏远帝国当中的偏远城市，无论哪个方面在斗气大陆都可以说是普通到了极点。可就是这样一座小城市，却一直承载着萧炎的记忆。即便是后来飞升大千世界之后，萧炎也依旧选择了在自家后花园里再度创造了一个自己记忆当中的乌坦城。望着脚下那熟悉的城市，萧炎嘴角勾起一抹笑容，然后便是缓缓地朝着下方飞去。在他身后屁颠屁颠地跟了上去。两人游走在热闹的大街上，四周却都是喧嚣的声音。听说就在前2日，萧家的族长萧战大人已经突破到斗王层次了。是吗？萧战大人在2年前才晋升斗灵吧？嘿嘿，谁说不是呢？可是谁让人家有了一个好儿子？听说那位萧炎少爷所拜的师门是令云岚宗都要无比忌惮的超级势力。当初我还不清楚这超级势力到底意味着什么，后来看到萧家这些年崛起的这么快，我才明白什么叫做超级势力啊。那倒是，那位萧炎少爷的确是无比妖孽的存在，咱们乌坦城能够有今天，都是多亏了这位萧炎少爷啊。如今的乌坦城已经越发的可以比肩许多帝国的一流城市了，就连房价都在蹭蹭的涨。咱们这些昔日乌坦城的平头老百姓，可都借着乌坦城的光成了帝国的小富户了。什么乌坦城的光？是萧炎少爷的光。萧炎少爷就是我们乌坦城的太阳。是啊是啊，只要萧炎少爷还在一天，乌坦城就会一直繁华下去。听到周围这些商户百姓的窃窃私语，紫妍也是有些诧异的将目光看向萧炎。没想到你在乌坦城竟然有着这样的威望。对于紫妍的惊讶，萧炎只是缓缓露出一抹笑容。走在繁华的大街上，感受着那日益强大起来的乌坦城，萧炎嘴角也是缓缓地露出一抹笑容。自从帝国皇室将乌坦城赏赐给萧家之后，借助着萧家的各种优势和资源，乌坦城这些年地区是越发的繁荣，越发的有了帝国1线城市的模样。因为有了萧炎师门这个幌子，萧家如今也不比过度的可以隐瞒太多的实力。萧战在这些年里逐渐的将自己突飞猛进的实力渐渐的表现出来，一下子成为斗王的确是有些可怕，但若是2年的时间循环渐进的成为斗王强者，却也不是不能理解的事情。一位斗王强者在帝国当中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力，这一点便是不说别人估计也会十分的清楚。带着蹦蹦跳跳的小紫妍一路向前，大街上的众人也是有些好奇地望着这2个年轻人。看这2人的模样，应该是兄妹关系吧。那年轻人明显就是气度不凡的模样，虽然脸庞还有些太过年轻，
但身上的气质已经隐隐透露着一种上位者的风范。这种气质令他那原本只是一般英俊的脸庞又多了几分异样的魅力。而至于那小女孩，则是可爱的，令人忍不住想要好好逗弄一番。同样的好奇的目光还来自于萧家庄园门口的2名护卫。如今的萧家的确是阔气了很多，昔日能够成为家族支柱的大斗师强者，如今竟然成了大门口的护卫队长。看样子这2年来，在柳潘龙那源源不断的丹药供应之下，萧家其他人即便是没有激活体内的斗帝血脉，实力依旧是有了不小的提升。那2名队长看到萧炎和紫妍，最初的眼神的确是带着一些好奇和笑容。不过在看着那个气度不凡的年轻人朝着家族的大门越走越近之后，他们便是本能地感觉到一丝不对劲。等到萧炎快要走到2人面前的时候，那2名护卫相互对视一眼，终于是如遭雷击一般，一个机灵，旋即便是快步向前，十分激动地看着面前几乎成为青年的萧炎。萧炎少爷，真的是你吗？萧炎少爷，您回到家族了？2名护卫目光死死地在萧炎脸上扫过，有些不敢确定地问道。离开萧家这2年，萧炎的身体早已彻底长开，个头比起离开之前高出了半头不说，五官更是多了几分硬朗。当然，这些虽然有些变化，但是熟悉萧炎的人并不难分辨，毕竟除了少数的特殊情况，五官在少年时期就已经初具轮廓了。但是萧炎身上那种上位者的气质，却是在这2年当中，随着面庞的越发成熟，变得越发的明显，以至于2名萧家的护卫队长远远看着一时没敢认出来，直到走近了之后才敢相认。哼，2位叔叔这2年来的修为也是精进了许多啊，竟然都达到大斗师级别了。萧炎望着面前的2人，也是嘴角带着笑容，都是沾了点少族长的福气。若是没有少族长，我们2人这辈子都不一定有机会达到大斗师。2人笑呵呵的请萧炎进入家族当中。很快，随着几名护卫的传播，萧炎回归的消息也是迅速扩散。当得知萧炎这个萧家的传奇人物回归之后，整个萧家在这一刻都是沸腾了起来。呵呵，我家麒麟儿回来了。见到萧炎的那一刻，萧战已经是眼眶微微泛红，他一双虎目上下打量着已经有了不小变化的萧炎，手掌却是不由自主地拍着萧炎的肩膀。好，看来你小子这2年的时间里实力精进了不少啊。听到萧战的话，萧炎却是忍不住笑着望着萧战，父亲这2年的修为也是有了不小的提升啊，如今已经是斗王强者了。听到萧炎的话语，萧战却是忍不住的苦笑着摇了摇头。若是没有你提供的这些手段，为父如今怎么可能达到斗王的层次？萧战说的倒都是实话，若是没有萧炎出手给他激活了斗帝血脉，又提供了诸多的资源供应，以萧战原本的修炼速度，怕是1年都难以提升1星的实力。对于萧战的话，萧炎只是轻声笑了笑，他灵魂扫过萧战，便是知道萧战如今的实力大概在2星斗王左右，想必突破斗王已经有了小半年的时间。以萧战如今的实力，加上萧炎给他的地阶终极功法斗技，想必5星斗王之下应该没人能够奈何得了萧战。而若是在关键时刻催动足纹，那斗皇强者之下应该也没人能够威胁到萧战，就算打不过，逃跑也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大哥二哥如今的实力如何了。萧炎嘴角隐隐有了几分的期待之色。而在这时，萧战也终于是将目光越过萧炎，转而看向了萧炎身后那个有着紫色双马尾的小萝莉。这个小姑娘是谁？倒是十分的可爱啊。萧战有些好奇，萧炎带回来的这个小丫头实在是太可爱了一些，那副粉雕玉琢的模样几乎可以令大部分心生宠爱。然而对于他这副目光，紫妍却是轻轻皱了皱眉头，有些不悦地看着萧战。你别把我当小孩啊，告诉你，姑奶奶的年纪可能比你还大。紫妍冲着萧战威胁一般的挥了挥小拳头，身上一道气息缓缓流淌，令萧战目光顿时瞪得滚圆。这是斗王巅峰的气息。萧战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紫妍，他本以为自己的儿子已经够了逆天了，可是面前这个10来岁的小丫头似乎更加可怕。见到萧战这副吃惊的模样，紫妍得意地笑了笑，然后下一刻脑袋便是被敲了一下。这是我爹，你得叫伯父。萧炎神情不悦地看着小丫头，紫妍有些不满地瞪了他一眼，但想到化形丹的诱惑之后，还是冲着萧战乖巧地笑了起来。萧伯父好，这是我在迦南学院捡到的一个便宜妹妹，名叫紫妍，父亲可莫要小瞧了她，她的本体可是一头魔兽，而且是一头极为了不起的魔兽。萧炎笑着揉了揉紫妍的脑袋，闻言萧战也是不由得笑了笑，看向紫妍的目光却是多了几分忌惮。得提前跟家族的人说一声，可别把这小丫头当成普通小女孩逗了。萧战悄悄抹了一把冷汗，这才开始吩咐下人们举行晚宴。萧炎是萧家崛起的关键，是萧家的少族长，更是萧家的未来。他的回归除了对萧战这个父亲有着亲情意味之外，对于萧家更是有着重要意义。因此这2年一直处于苦修状态、蛰伏状态的许多萧家族人在这一刻都是沸腾了起来。
很快，萧家的众多族人强者便是齐聚一堂。萧炎的回归让这场家族宴会变得十分的隆重。见到众人如此，萧炎倒是也不好扫了众人的兴致，甚至还将紫妍的口粮剩下的部分化血魔牛肉拿了一部分出来。众人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魔兽的血肉，但仅仅从一落肚子便是有着磅礴能量滋养肉身，便是知道萧炎拿出的这些魔兽肉并不简单。此番相见，萧炎倒是看到那几位长老如今都已经晋升到了斗灵层次，在这小小的加玛帝国倒也算是真正的强者了。这一切除了萧炎当初离开的时候给家族留了许多玄阶功法斗技之外，更多的还是有着一名从龙功臣的出力。想到这里，萧炎目光也是笑盈盈的看向了那坐在角落当中的柳攀龙身上。做得不错。萧炎对于柳攀龙的表现终于是多了几分满意的神色。自己离开家的这2年里，这老家伙依旧充当着工具人的角色，为萧家炼制了大量的丹药，赚取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并且以一人之力提升了整个萧家的实力。虽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当初萧炎离家之前给他留下了诸多提升实力的药方，但柳攀龙个人的努力也是不能无视的。别的不说，单看他这2年来都晋升到5品炼药师，就足以看出他十分的用功了。若是没有少主的赐予，我也不可能做到如今的地步。对于萧炎的夸奖，柳攀龙倒是没有丝毫的骄傲之色，仿佛一切都是他理所应当做的。这一点令萧炎更加满意了几分。而在柳攀龙的身边，那身穿白衣的壮硕大汉白寒在看到萧炎之后，眼中也是隐隐有着几分激动之色。不过在看到萧炎身边的紫妍之时，他的虎目深处却是隐隐有着一丝怪异与忌惮。同样的，紫妍也是颇为好奇和古怪地打量着白寒。没想到你们萧家竟然还有着一位7阶魔兽坐镇。紫妍大口吃了一块肉，笑嘻嘻地看着萧炎。这家伙可是当初的魔兽山脉霸主，本身是玄冥白虎的血脉，虽然比不上你，却也不是凡物。萧炎笑呵呵地说着。玄冥白虎，那的确也算得上是稀有血脉了。紫妍点了点头，一副老气横秋的模样，好像丝毫不把这稀有血脉放在眼里。一顿丰盛的晚宴之后，众多萧家族人在吃了化血魔牛的魔兽肉之后，都是浑身血气沸腾，各自相继对着萧炎告别离去。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的实力连斗灵都没有达到，若是吃的太多，反倒是对身体不好。许多小孩子仅仅吃上一口，便是脸色涨红，头顶冒着热气，因此他们都是回去消化那庞大的能量了。众人告别之后，萧炎先是带着白寒和柳攀龙2人离开闲聊起来，顺便给紫妍找一个合适的住处。萧家这2年越来越强盛，整个庄园都已经翻修了一遍，比起过去更加大气和清幽。这时紫妍才老气横秋地看着一旁的白寒。大块头，听说你的本体是玄冥白虎。对于紫妍这般模样，白寒倒是没有丝毫不满的地方，只是笑呵呵地点了点头，笑道：的确如此，不知您的本体又是哪一种呢？早在方才聚餐的时候，他便是察觉出了紫妍的不凡之处，只是他只能模糊地感觉到对方本体是魔兽，且血脉等级十分可怕，却也难以看透对方真正的底细。而且从萧炎对他的模样也可以看出，自己这位主人似乎对于这小丫头十分的宠爱，因此白寒对于紫妍倒是颇为的恭敬。我的本体？紫妍有些迷茫地看了一眼萧炎，却也不曾知道自己的本体到底是什么魔兽。他只知道自己的血脉绝对非常强大，可这些年在迦南学院的诸多魔兽图鉴上都是从未找到过与自己相仿的魔兽。就在他迷茫之际，萧炎的声音却是在他耳畔响起：这丫头的本体可是纯正的太虚古龙，白寒，你就别想着跟他比较了。萧炎笑呵呵地看着白寒，说出的话却是令白寒脸色大变，唯有一旁的柳攀龙和紫妍依旧有些疑惑。太虚古龙这个名字听着倒是很霸气，萧炎你竟然早就知道我的本体是什么魔兽了？紫妍也是微微有些发愣，旋即才有些兴奋地问道：那你知道我的族人在哪里吗？望着小妮子这副兴奋的模样，萧炎心中却是再度为她默默心疼了一下，这才有些无奈地揉了揉她的脑袋。当然知道了，我甚至都知道你的家人在哪里，等我将来实力再强一些，我就带你去找你的家人。听到萧炎的话语，紫妍眼中兴奋光芒更加旺盛，可是转眼之间却又变得有些暗淡。可是我出生这些年，我的家人族人却是从来没有来找过我，你说我是不是被他们抛弃了？说到这里，这个平日里没心没肺的小丫头眼中竟然是多了几分凄凉的水雾。当然不是，你的家人是因为一些迫不得已的事情才暂时离开了你，等我将来实力再强一些，我就带你去寻找你的家人。萧炎声音温和地看着他，这孩子一出生就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父母，如果不是因为苏谦的善心，此刻或许已经在那无尽灵海当中被某只魔兽给吃了都不一定。别人都羡慕他强大的血脉，却从来不知道他内心的孤独。谢谢你。听到萧炎的话，
紫妍脸上终于露出一抹笑容，这次倒是没有胡闹，而是两只小手紧紧抱着萧炎的手臂，仿佛一个乖巧的小女孩跟在自己的哥哥身后。柳潘龙望着神色各异的三人，眼中露出一抹疑惑之色，却是没敢多说什么。而一旁的白寒此刻却是神色肃穆，此刻在看向紫妍的眼神已经多了几分敬畏。等到将小妮子送到昔日薰儿居住的房间之后，萧炎才笑眯眯地跟紫妍告别，然后转身离开。老柳，你这2年的表现很不错，令我很满意。安顿好紫妍之后，萧炎的目光这才转向了身后的柳潘龙。哼，都是为少主效力罢了，何况我这2年炼药术也是有了不小的精进，老夫一生别无所求，只是想要在炼药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些。听到萧炎的赞许，柳潘龙却是谦虚地笑了笑，这让萧炎对他更加满意了几分。于是乎，萧炎在他额头之上轻轻一点，一道庞大的信息便是传入到了柳潘龙的脑海当中。地阶终极功法天火神诀上部，真弄焰诀，可以帮助修炼者快速掌握各种火焰，更可以弄过多种兽火培养，融合出堪比万兽灵火的化身火。天丹阁炼丹笔录，8品炼药师天丹阁主的炼丹笔记，上面记载了大量药方和一位8品炼药师的毕生心得。天魂诀，灵魂修炼秘术，修炼小成即可踏入灵境，修炼大成则有望触摸到天境门槛。当这一道道信息落入柳潘龙的脑海当中的那一刻，他那一张老脸已经是激动地哆嗦了起来，而他的身体此刻更是直接跪伏在了萧炎的面前，双眼流出了激动的泪水。多谢少主，少主万寿无疆。柳潘龙砰砰砰地在地面上磕了3个响头，听得一旁的白寒都是有些诧异。他并不知道柳潘龙得到了怎样的信息，不过若是知道了，那他恐怕也会被震惊得说不出话来。萧炎所赐予柳潘龙的种种功法秘诀，就算是柳席得到了之后，都是可以轻松达到6品炼药师的程度。这些东西都是斗尊强者也要费尽心思才能得到的珍贵秘术，因此对于柳潘龙这副感激涕零的模样，萧炎却是习以为常。起来吧，只要你为我萧家好好效力，我将来会想办法让你真正的成为8品炼药师的。萧炎笑着点了点头，过去的他实力尚且弱小，空有宝山却是不敢暴露太多，因此哪怕是有着这些珍贵的秘术，也不敢让身边太多的人修行，也唯有萧战和2个哥哥萧炎才给了他们地阶终极的修行功法。可是如今的萧炎单凭自己的战力便已经是斗尊之下的佼佼者，若是算上身后的药老，更是距离大陆的巅峰层次都相差不远。只要不被魂殿发现药老的踪迹，自然是无需太过谨慎了。像柳潘龙这种天赋，就算是药老也只有信心将其调教成6品炼药师，连7品都是不敢打包票。可对于萧炎而言，确实举手之间的事情罢了，甚至萧炎若是愿意付出代价，那便是8品、9品也未必不可能。毕竟就算是地品炼药师，放在大千世界也只是一方炼丹宗师罢了，而萧炎却是超脱了圣品大宗师的主宰宗师。说句炼丹之神，真的是实话实说。当然，想让柳潘龙这种悟性领悟灵境甚至是天境，那即便是萧炎也要付出一些代价，寻找一些宝物才有希望了。至于值不值，一切都看着老头对于萧家到底能做出怎样的贡献了。倒是一旁的白寒在听到萧炎能让柳潘龙成为8品炼药师之后，也是忍不住的眼皮子一跳。他与柳潘龙同为被萧炎种下魂印的仆从，这2年来也是清楚柳潘龙真正的资质，这种资质都能培养成8品炼药师，那自己这个玄冥白虎的血脉岂不是真的有希望成为9阶魔兽？主人，想到这里，白寒忍不住的将目光看向萧炎，到嘴边的话语却是没敢说出口。放心吧，你这些年坐镇萧家也有功劳，等我忙完手上的事情，也该把你妹妹也叫过来了。萧炎笑眯眯的看了一眼白寒道，到时候我会让你们一起突破到8阶的。听到萧炎的话，白寒脸上瞬间露出一抹喜色，连忙行礼道，多谢主人。你们先回去休息吧。老柳，你可要早日达到6品炼药师，我萧炎的奴才若是连6品炼药师都不是，那可就是丢我的人了。是，主人。柳潘龙深深地朝着萧炎鞠了一躬，直到望着萧炎转身离去，这才颇为恭敬地跟在白寒的身后。同为奴才，他跟白寒的地位也是有差距的，而整个萧家现在也只有柳潘龙才知道白寒真正的实力。这分明是一头7阶巅峰的魔兽王者，哪里是萧家那些混小子嘴里的什么狗屁斗皇？白寒大人，冒昧的问一下，那太虚古龙到底是什么魔兽品种？小的为何从来未曾听说过？柳潘龙小心翼翼地看着白寒，听到柳潘龙的问话，白寒眉头微微一皱，看在这家伙平时对自己十分恭敬，如今又得到萧炎赏识的份上，这才清了清嗓子，跟你说了倒也无妨，不过你可千万别乱传，否则你我都是小命难保。听到白寒如此说法，柳潘龙脸上更是多了一抹骇然。那太虚古龙到底是什么身份？
竟然令白寒这个7阶巅峰的魔兽都是如此的忌惮。他心中正有疑惑，却看见白寒缓缓地吐了口气，这才开口道：“太虚古龙一族是我魔兽族群当中最为神秘、最为强大的族群。这个种族，即便是沾染了他们一些血脉的杂种魔兽，都可以轻松达到7阶，而真正的古龙一族，成年便可达到8阶层次。”望着柳潘龙那逐渐张大的嘴巴，白寒脸上却是露出一抹苦笑之色。真正的纯血古龙，成年更是有希望达到9阶层次，而古龙一族的皇族血脉，则是可以顺利无阻地成为9阶魔兽。他们这一族是真正出现过斗帝层次的祖先的。话音落下，柳潘龙已经是满脸呆滞，他万万想不到，那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孩本体竟然是如此的可怕。与此同时，萧炎则是来到了肖战的房间当中。父亲，你是说亚菲姐已经去了帝都？萧炎眉头微微皱起，早在降临乌坦城的那一刻，他便是察觉到亚菲并不在这里。如今一问，才知道他在2个月前就离开了乌坦城。是啊，最近半年以来，这西北大陆可都是不怎么太平啊。肖战无奈地叹了口气。西北大陆都不怎么太平。听到肖战的话，萧炎的眉头微微皱起，眼中也终于是有了一丝杀机。魂殿的那些家伙已经将骚乱引入到了加玛帝国了吗？看来自己还是需要加快提升修为，好早点将这个毒瘤给解决了。萧炎心中想着，便是看到肖战无奈地开口道：“大概是在半年之前，出云帝国不知得到了什么强大势力的支持，一下子变得强横无比了起来。出云帝国的内部突兀地多出来2名斗宗级别的强者，而且一个比一个强大。那出云帝国当中最为强大的势力万仙门老祖忽然腾空出世，快速统治了整个出云帝国，然后率领着出云帝国的人朝着周围的几个国家发动了进攻。在出云帝国的出手下，附近的4大帝国瞬间有着2大帝国沦陷，分别是落雁帝国和木兰帝国。落雁帝国的第一强者落雁宗宗主落雁天被万仙门老祖和另一名神秘强者当场击杀，而木兰帝国的木兰谷在经历了一场大战之后，也是很快投降。在万仙门的统治下，3大帝国直接被凝聚成了一个整体，然后便是开始朝着西边的加玛帝国、蛇人族等几大势力进攻。肖战眉头也是微微皱起，有着些许的愁容。萧家刚刚崛起，加玛帝国便是遇到了如此变故，万一加玛帝国亡了，那萧家又该何去何从？就算萧炎背后的神秘师门愿意出手庇护，可乌坦城终究是萧家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老巢，对于这片土地，他们还是有着一些感情的。而在听到3大帝国已经开始联手对付加玛帝国和蛇人族的时候，萧炎终于是有些坐不住了。只见他忽然站起身，双眼微微眯起，杀机显露。那加玛帝国的顶尖强者和蛇人族那边没事吧？萧炎有些紧张地看了一眼肖战，他跟紫妍一路赶路，倒是没有过多的在意周围国家的变化。如今听到肖战这么一说，才知道事情竟然已经如此的严重。他此刻最为担心的便是云韵和彩铃的安全问题，毕竟2人如今算得上是2大势力的顶尖战力了。以出云帝国这种斩首行动，难不成要先袭击这2人不成？这一点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或许那出云帝国对你背后的师门也有所顾忌，或是因为一些其他的什么原因。他们在攻打加玛帝国的时候，倒是没有出动过斗宗强者，而是以一些斗王、斗皇为主力。肖战苦笑着摇了摇头，不知该说些什么好。自己这儿子的名声早就传出了加玛帝国，连周围几大帝国都是知道萧炎的天赋是何等的逆天，身后也是有着一个极为强大的师门。没有出动斗宗强者，萧炎微微一怔，先是微微松了口气，然后才又严肃地问起了蛇人族的情况。蛇人族那边，那万仙门的门主谢碧炎倒是出手攻打过一次。肖战见萧炎神色阴沉，却是忽然有些古怪地说道：“不过，那些碧炎却是被一位神秘的白衣女子给打了回去。据说那神秘女子一出手，便是险些将谢碧炎冻成了冰雕，让其仓皇逃窜，再也不敢出手。”说到这里，肖战神色更加古怪。能够让一位斗宗强者如此仓皇逃窜，这位神秘女子的实力怕是极为强大，倒是不知道蛇人族何时出现了一位如此可怕的强者。而且在听到这神秘女子的消息之后，你身边的那位白护法可是头一次破天荒的露出一抹怪异神色。肖战说完，便是看到萧炎的神色也是变得怪异了起来。神秘的白衣女子，冰属性斗气，白寒的表情，萧炎此刻也是有些茫然。听肖战的描述，这女子似乎就是自己命令留在小医仙身边的白雪。而且放眼加玛帝国周围的诸多帝国，能够有实力轻松击败谢碧炎，并且还如此符合这2种特征的女子，恐怕也只有白雪了吧。只是白雪不是应该待在小医仙的身边吗？难不成小医仙现在在蛇人族？萧炎心中有着不小的疑惑，只可惜他留给白雪的玉符只能传递位置和信号，还做不到传音的效果。不过现在可以猜测的是，小医仙应该也在蛇人族附近，
甚至就在蛇人族当中。不过无论如何，这魂殿的一群杂碎都该好好的清理一下了。而肖战在见到萧炎神色渐渐恢复平静之后，才继续说道：“正是因为西北大陆最近的局势太过动荡，所以亚飞才在小半年前离开了乌坦城。因为你小子的关系，这丫头现在已经是米特尔家族最有可能成为的族长候选人。如今几大帝国交战，对于米特尔家族的生意的确是有着不小的影响，所以他已经前往帝都亲自忙碌了。”听到肖战的这般说法，萧炎这才微微点了点头。看样子，这萧家还是暂时不能待几天了。如今西北大陆动荡不安，还是要先将联盟组建起来才好。收起心中繁杂的思绪，萧炎与肖战聊到半夜，将迦南学院的一些趣闻都说给肖战听，听得肖战连连称奇。你现在已经拥有击杀斗皇强者的实力了。当听到萧炎剿灭黑角域几大魔宗的时候，肖战脸上更是露出惊喜与懵逼的表情。对于父亲这种惊讶而兴奋的表情，萧炎只是轻轻笑着，心情却是比肖战还要快乐几分。前世的时候，自己好不容易闯出些许的名声，做出一些可以让父亲高兴的事情，可却因为云岚宗之事让肖战被魂殿抓走。等到肖战被放出来的时候，纵然自己已经是站在了斗气大陆的巅峰，可父亲那些年却是在魂殿吃尽了苦头。如今见到肖战这副吃惊与狂喜的表情，却是比萧炎的地位有所提升，令他更加高兴。重生一次固然需要重新修炼到巅峰，可看到曾经的遗憾与痛苦被自己一点一点的修改，父亲与老师不必再遭受那样的苦难，他心中便是变得十分的舒适。身边的朋友会在自己的带领之下更加茁壮的成长，红颜之间也没有了那越不过的心结，一切将变得更加完美，任何的阻碍都将在自己面前灰飞烟灭，这才是重生的意义。不过若是让父亲知道自己真正的实力，那恐怕也会震惊的无以复加吧。第二天，萧炎在匆匆地留下来了一些培养的方案和资源，甚至留下一条化血魔牛的牛腿之后，只是简单的指点了一些族人和柳潘龙一些困惑，便是带着紫妍再度匆匆离开。对于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萧炎可谓是十分的珍惜。正是因此，才不能让那群魂殿的杂碎给搅乱啊！一大一小的两人从黑角域飞回乌坦城用了2天1夜，但在乌坦城飞到帝都却仅仅用了不到1个时辰。很快，帝都的天空上方便是出现了两人的身影。望着脚下这座熟悉的城市，萧炎嘴角勾起一抹笑容。磅礴的灵魂力量扫过帝都，却是怪异的发现帝都的众多强者此刻都是汇聚在了一处。而当他察觉到那里的情况之后，一张本来带着笑容的脸庞终于瞬间杀机毕露。却见加玛帝国皇宫的某个大殿当中，嘉刑天和3大家族的斗王强者都是坐在其中。除了这些帝国当中权力最大的几名强者之外，另外一些并不在乎权势，但同样拥有斗王实力的几名强者此刻也是坐在这里。除了这些强者之外，还有着亚飞、妖夜、纳兰嫣然等年轻一代当中有着众多地位的人坐在这里。只不过此刻众人的脸色都是无比的阴沉，而在这些强者的面前，一名面容阴鸷的老者正笑眯眯地坐在众人的面前。他的目光在游离在亚飞、妖夜与纳兰嫣然的身上之时，却是露出了一抹惊艳之色。在他身后还有2人同样是笑眯眯地看着众人，似乎丝毫不惧怕众人眼里的杀意。亚飞小姐，纳兰小姐，我们落雁宗如今已经把话挑明白了，若是想要与我落雁帝国和木兰帝国停战的话，那就需要2位与我们2大帝国联姻一下了。只有结下这个缘分，才能让我们3大帝国从而恢复过去的和平啊！老者阴恻恻地笑了一声，却是令嘉刑天忽然站了起来。混账东西，你们落雁宗的宗主都陨落了，如今没有了斗宗强者作为靠山的一个落雁宗，也敢在我加玛帝国的地盘上如此叫嚣！嘉刑天那斗皇巅峰的气息骤然爆发，直接是令那老者脸色微变，他身后的2名斗灵强者更是脸色难受。只不过面对嘉刑天的如此压迫，那落雁宗当中仅仅只有斗王修为的长老此刻却是嘿嘿一笑，没有丝毫的畏惧。他一家老小都被落雁帝国拿捏在手里了，此刻的他也没有退路。在更为强大的斗宗强者眼里，他这个斗王也不过是一枚小小的棋子罢了，而这枚棋子的作用便是主动惹怒加玛帝国，最为重要的还是试探一下那位传说中的少年到底是不是真的很重视加玛帝国。2个月前，万仙门门主谢碧炎偷袭蛇人族，险些击败了蛇人族的美杜莎女王，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却是被一位神秘的白衣女子打得狼狈逃窜。若不是那女子懒得多管闲事，他恐怕已经当场陨落了。而在谢碧炎逃回之后，便是调动所有的情报网去调查那名神秘的白衣女子，结果便是那白衣女子的身份并未调查清楚，但她的身边还有一名女子的身份却是被一点点的调查了出来。那个女子的名字叫做小医仙，当年那位加玛帝国的绝世天才萧炎第一次名震加玛帝国，便是因为这个女子而暴露出了那令人惊艳无比的妖孽天赋。当然，对于这位绝世天才，
万仙门也不至于如此的忌惮，甚至于连万仙门新来的那位神秘强者都有些忌惮。之所以忌惮，那便是众人早就对于这位绝世天才的师门有所耳闻。萧炎有着一个强大师门的事情，在整个加玛帝国甚至周围国家都不是什么秘密。毕竟很多人早就猜测萧炎的老师或许是一位7品甚至8品层次的顶尖炼药师，所以万仙门的人也是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担心这位神秘的白衣女强者是萧炎师门派在他这位红颜知己身边的强者。毕竟如此级别的强者，便是放眼周围众多势力也是极为顶尖的存在了。当然他们对此也仅仅只是猜测，毕竟如此顶尖强者，恐怕就是一位7品炼药师要请动也要动用不小的代价。不过事无绝对，当下万仙门的强者便是使出了一招阴毒的计策，那就是这位绝世天才的红颜知己可不仅仅只有一位啊！听说加玛帝国米特尔家族的亚妃和云岚宗的纳兰嫣然都跟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万仙门便是直接派遣被收服了的木兰谷和落雁宗，使出了逼迫和亲的计谋。若是加玛帝国畏惧这2大帝国的攻势而承认了这一点，那便是意味着那个叫做萧炎的天才也无法左右他背后的师门。而若是真的将那萧炎逼出来了，那这加玛帝国也只能暂时放弃了。至于萧炎的怒火，关他们万仙门什么事？都是落雁宗和木兰谷的自作主张罢了。在这些人的眼里，那个叫做萧炎的绝世天才虽然潜力可怕，但终究还没成为真正的强者。真正可怕的威胁，还是他背后那位不知道到底是几品的高阶炼药师。嘉刑天大人不必如此动怒，我也只是一个传话之人罢了。老夫此次冒着生命危险前来加玛帝国，也是为了缓和一下3大帝国之间的关系啊。老者笑眯眯地看着众人，在他的目光扫视之间，亚妃一张向来妩媚浅笑的脸庞此刻却是冷若冰霜，他的手掌紧紧握在一起，指甲几乎在手心掐出嫣红的鲜血。对于这3大帝国之间的作为，他这些时日里已经是模糊地猜测出了对方的目的，可他没有选择通知萧炎，内心的深处他也谈不上到底是不想麻烦萧炎，还是担心这样做会给萧炎增加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危险。可是如今人家倒是要骑在脖子上撒尿啊！此时若是没有一位真正的强者站出来，那加玛帝国可就真的麻烦了。2个大帝国的联手，即便是没有斗宗强者坐镇，对于加玛帝国都会有着极为可怕的压力。可是不知为何，他还是极为不愿去请动萧炎。而纳兰嫣然的心神却是更加复杂，他此刻倒不是在乎这些，而是如今的云岚宗本就十分的混乱。前不久他的师尊云韵在与万仙门一位强者的大战当中负伤，身中剧毒，情况不比当年的纳兰杰要好上多少。他的师祖云山意外的出关，令云岚宗再度恢复平静。可云山除了帮助云韵压制剧毒之外，对于加玛帝国的事情却是一概不问，似乎对于加玛帝国的生死存亡一点都不在乎。可他的家族却早已与帝国绑在了一起，这一切的一切让他有些心乱如麻。他终究只是个10几岁的少女，遇到这种情况也是没有任何的经验。哼，诸位，老夫只是个带话的，既然话已经带到了，剩下的就要交给你们自行考虑了。见到众人都沉默下来，阴鸷老者微微一笑，便是要起身离开。望着众人这副沉默的态度，他心中已经隐隐有数，恐怕用不了多久，3大帝国便是要再度展开一场大战了。就在这老者要带着2名侍卫离开的时候，一道恐怖的杀机却是不知何时出现。这杀机出现的那一刻，老者的脸上便是露出一抹惊恐之色，浑身汗毛都在竖起。他还来不及喊叫，一道身影便是突兀的将那皇宫大殿的房顶给直接砸破，最后在众人惊骇的目光当中，重重的砸在老者的身上。噗嗤一声，那老者在这坠落之下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身体在地面上瞬间砸出一个大坑，喷出一口带着鲜血的内脏。这一幕令原本还在思虑着的众人不由得目瞪口呆。方才的一切发生的实在是太快了一些，快到只有嘉刑天这个斗皇巅峰能够反应过来一些。其他人哪怕是有着斗王修为，当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看到那道黑衣身影此刻已经捏住了那名老者的脖子，宛如提着一只小鸡一般将他提了起来。望着那灰尘当中的挺拔身影，众人都是有些忍不住的瞠目结舌。一位斗王强者何时变得如此脆弱了？唯有亚妃在看到那道模糊身影的时候，身体不由自主的微微一颤。当尘埃散尽，露出那道尘埃当中的挺拔身影的那一刻，一缕泪水终于是情不自禁的从他眼角滑落。那个看似单薄的身影，每次都是在他最需要的时候突兀的出现，无声的抹去他头顶的阴云。虽然每一次他都未曾主动要求，可这个家伙总是无声的出现。一时间，3年来的记忆开始不断的在他的心头浮现。第一次见到这个家伙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半大的少年，脸庞都是带着几分的稚气。可也就是第一次见面，
那少年大胆到令人哭笑不得的动作和那陌生又熟悉的古怪眼神，便是令他不由得印象深刻。再后来，这少年便是将一道泼天的财富递给了他，那时起，两人便是达成了一种近乎盟友却隐约有着暧昧的关系。之后，自己在米特尔家族的地位都是因为这个家伙的关系水涨船高。而亚飞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在今后的岁月当中，他竟然真的对那个12、13岁的小屁孩隐隐动心了。真正的承认这种感情，实在萧炎离开乌坦城前往迦南学院之前的那段时间。他心中终于是明白，自己心中已经有了这个小家伙的一席之地，可现实的残酷差距却让他总觉得自己很难与这个小家伙走在一起。他是万众瞩目的绝世天才，未来是有着称尊成圣可能的超级强者，而自己再如何算计，也终究不过是个小小的商人罢了。100年时光一过，不过红粉骷髅罢了。因此，这2年的时间里，他虽然心中也挂念着这个家伙，却从来未敢将自己的感情真正的表达出来。就算遇到方才的那种屈辱，他也未曾想过要找萧炎。可他不去找萧炎，这个家伙却总是在他最需要的时候站了出来。这一刻，亚飞知道自己这一生怕是都逃不出这个家伙的纠缠了。与此同时，在看到那张隐隐多了几分熟悉的面孔之后，嘉行天等一行人都是神色一正，思考了片刻之后，脸上才不由得露出了一抹震惊之色。同样感到无比震撼的，还有那坐在亚飞不远处的纳兰嫣然。虽然只是跟萧炎短暂接触过一段时间，可萧炎带给他的刺激却是终生难忘。当看到这张多了几分成熟和英俊的熟悉脸庞之时，纳兰嫣然先是有着一些茫然，最后在看到萧炎手中那如同死狗一般的斗王强者之后，才转化为了一抹震惊之色。此时此刻，什么老师身上的剧毒，什么3大帝国的冒犯，都在他脑中被暂时压下。他的心中只剩下了一个念头：这个家伙如今到底走到了哪一步？回应他的是萧炎接下来的动作。我不管你们这到底是不是你们的阴谋，既然敢动我的人，既然敢对我的人有念想，那你们这所谓的3大帝国还是灭了吧。望着那面色涨红，宛如死狗一般的斗王老者，萧炎嘴角勾起一抹森冷的弧度。下一刻，一道绚丽的火焰便是从他的手上升腾而起。这火焰出现的瞬间，整座大殿的温度都是瞬间升高了许多。紧接着，众人便是看到方才那名趾高气昂的斗王老者被包裹成了一道模糊的火焰人影。火焰人影无力地在空中扑棱了几下，然后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当中，砰的一声，化作一地漆黑的灰烬落在地上。一瞬间，整座大殿陷入了死一样的沉寂。这一刻，所有人看向那挺拔站立在原地的少年，都只剩下了满脸的震撼与迷茫。除了纳兰嫣然，3大家族的族长砝码、嘉行天，甚至是情绪有些激动的亚飞，都是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萧炎和那一地的灰烬。不是，这可是一位货真价实的斗王强者啊，怎么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被烧成一团灰了？从萧炎从天而降到一脚将这个家伙踹翻，到最后将这个家伙直接一把火烧成灰烬，整个过程只是用了不到2分钟的时间而已。对于在座的这些强者而言，2分钟的时间其实够他们做很多事，想更多事了。而是萧炎从出现到解决对方，一路之下所做出的事情，每一件都是让人有些懵逼，以至于当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那位落雁宗的斗王长老已经被烧成了一团灰。也正是因此，众人看向萧炎的目光则是更加的惊骇和不可思议。2年前这个家伙离开迦南学院的时候，他好像还只是一个斗师吧。就算他的天赋再如何的逆天，他背后的资源再如何的强大，算他1年提升1阶已经是足够可怕了吧。可是事实却是向他们残酷的证明，2年前离开乌坦城的那个绝世天才，如今回来的时候，已经成了足以令他们感到忌惮的真正强者了。能够瞬间重创甚至击杀一位斗王强者，无论是偷袭还是借助别的手段，都已经是在座的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的事情了。真要是严格的说起来，在座的众人当中，也唯有嘉行天这个斗皇巅峰在偷袭的情况下，才能瞬间杀死一位斗王强者。而若是正面交手，就算是嘉行天也要动用一些底牌，才能瞬间击杀斗王。可是面前这个看似成熟，实际年龄被众人所熟悉的少年，却是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做到了。能够瞬间击杀斗王强者，放在中州只能说是一位高手，但放在加玛帝国可就是真正的顶尖强者了。也就是在那么一瞬间，众人再度看向萧炎的目光，已经不再是看着一个极为优秀的后辈，而是已经将对方当成了比自己还要强大的强者。而在这些人当中，神色最为茫然与复杂的，当属那兰杰这个老头子了。早在当年在萧家被退婚的时候，他便是知道自己失去了一个人中龙凤的孙女婿。可仅仅2年的时间，他再度见到萧炎的时候，对方已经是可以令他感到无比忌惮的存在了。这家伙离开的2年里，到底得了怎样可怕的机缘？等到这些加玛帝国的强者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那跟随在阴鸷老者身后的2名斗灵强者，此刻则是直接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亲眼见证自家斗王级别的宗门长老被对方一招重伤，然后片刻间焚烧成灰烬。此刻的2人已经是陷入到了深深的恐惧当中，没有被吓尿已经算是他们心理素质不错了。回去告诉你们3大帝国联盟，所有跟这件事有联系的人都给我洗干净脖子等着。萧炎淡漠地瞥了2人一眼，却是没有出手击杀。对他而言，2名斗灵如今就是蝼蚁一般的存在，杀还是不杀，也只是看他的心情而已。是，多谢大人饶我们一条生路。2名斗灵在听到萧炎的话之后，便是赶快趴在了萧炎的面前磕头求饶。从方才的谈话当中，他们隐约地听出了这个青年或是少年的身份，但这都无关紧要。人家既然能够将斗王长老随意抹杀，那自然也可以随意地抹杀他们这些小喽了。当下2人疯狂地给萧炎磕了几个头，这才一脸狼狈地逃窜离开。等到这2个碍眼的家伙离开之后，萧炎才将目光扫过大殿当中的众人，嘴角缓缓地露出一抹笑容。诸位，好久不见啊！他笑眯眯地冲着众人点了点头，然后便是径直朝着亚飞的方向走了过去。没事吧？望着那俏脸之上神色不断变化的美丽女子，萧炎笑盈盈地替她轻轻抚平额头的青丝。这一刻，亚飞却是再也难以压抑自身的情绪，玲珑娇躯骤然从凳子上站了起来，最后狠狠地抱住了萧炎。好软！感受着身上传来的软玉温香，萧炎嘴角勾起一抹弧度，伸出手掌轻轻拍打着他的背部。没事儿了，我不是回来了吗？对于他的柔声安慰，亚飞却是没有过多的理会，只是紧紧抱着面前这个连青年都还算不上的家伙，感受着对方那熟悉的体温，内心却是从未有过的安宁。大厅当中先是陷入了一阵诡异的寂静，片刻之后，米特尔、藤山便是感受到一道道莫名其妙的目光朝着自己的方向传了过来。儒家刑天等人倒是还好点，只是有些羡慕嫉妒的神色，可当他与那兰杰对视的那一刻，却是发现对方一双老眼当中已经满是幽怨，甚至多了几分愤怒。那种感觉就仿佛被偷家了一般。我那兰杰的贤婿怎么就被你们米特尔家族的人给偷了？这恐怕是那兰杰心中最为难受的事情了吧。他想不明白，这萧炎为啥有那么多红颜知己，偏偏就是对纳兰嫣然不怎么感兴趣。面对纳兰杰那幽怨质疑的愤怒眼神，米特尔、藤山只能是回应给对方一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这种诡异的寂静，最终还是被另一种寂静给打破了。就在萧炎细细体会着怀中的软玉温香的时间里，一道娇小的紫发身影却是挥舞着背后的斗气双翼，从大殿上方的大洞当中飞了进来。见到又一位斗王强者出现，众人的注意力终于是从萧炎的身上转移了过去。只是当看到这斗气双翼主人的模样时，他们却是忍不住的再度陷入到了一阵凌乱当中。因为这斗气双翼的主人明显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可爱小女孩，那副粉雕玉琢的可爱模样，让每个人都有着想好好宠溺一番的冲动。可是望着那小女儿背后的斗气双翼，众人却是清楚的明白，这一头紫发的可爱小女孩竟然也是一位斗王强者。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这一刻，众人的大脑都是再度陷入一阵瘫痪。寻常天才人物能够在30岁之前修炼到斗王，已经算是天赋异禀了。极少数如同纳兰嫣然这种天赋的，或许能够在20多岁达到斗王。萧炎在离开之前就是公认的绝世天才，算算如今的年纪，大概也就15岁。这个年纪成为斗王，甚至拥有击杀斗王的能力，虽然有些匪夷所思，可也能接受。可面前这个小女孩，这他妈最多也就11、12岁吧，这才断奶了几年啊，怎么可能是斗王强者？如果紫妍是人类的话，哪怕是放在中州，都是惊世骇俗的天才了。而在这西北大陆，更是已经超过了这些人的认知。姐姐，萧炎，这就是你心心挂念的红颜知己吗？啧啧，果然是个我见犹怜的美人儿啊！紫妍一开口，就将沉默的氛围彻底打破。那副老气横秋的反派模样，配上她这粉雕玉琢的可爱外表，有着一种滑稽的反差感。而随着她这句话，原本一直紧紧抱着萧炎的亚飞，此刻也是终于惊醒，略带一丝慌乱的松开萧炎，还有些不好意思的看了纳兰嫣然一眼，一向沉稳的玉脸之上露出一抹绯红。纳兰嫣然小脸有些发黑，她觉得自己的道心又破碎了一次。2年不见，萧炎的实力强得有些超乎她的想象。自从乌坦城一别，她便是每天带着莫欺少女穷的心态去拼命的修炼，只为了让这个萧炎知道她到底错过了什么。可是2年的时间过去，她费尽心思才修炼到斗师巅峰，可萧炎已经可以击杀斗王了。这种越努力越巨大的差距，令她心中不由得绝望了。而且萧炎还跟亚飞也有一腿，这让她内心更不是个滋味。尤其是后面又突然出来了一个10来岁的斗王小女孩，更是成了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2年来好不容易凝聚的道心再度破碎了，不知道如今的萧炎能不能与老师交手了。纳兰嫣然心中微微叹了口气，以萧炎方才击杀斗王的速度和干脆利落，
他的战力肯定达到斗皇了吧？心中正如此想着，纳兰嫣然才发现自己好像忘记了什么。老师，对，老师。他忽然想起来，此刻的云韵还身中剧毒，无力地躺在云岚宗当中。当下，他那日渐成熟的高挑身躯也是骤然站了起来。望着这一幕，那兰杰和米特尔、藤山都是忍不住微微一怔，其余帝都强者也是一脸古怪地看着那快步走向萧炎的纳兰嫣然。不是，这不是要开撕了吧？卧槽，今天的节目怎么这么精彩？一群老家伙此刻都是双眼露出一抹光芒，似乎很期待接下来的表演。他们已经10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是没有见过这种令他们心潮澎湃的场面了。这一刻，就连紫妍那一双宝石般的眸子里都是微微发光。纳兰嫣然的颜值也是相当能打的，萧炎的众多红颜当中，也就薰儿和彩铃能够稳压他一筹，其余人也只能是大致相当而已。此时此刻，也只有藤山和纳兰杰有些不愿意看到接下来的一幕了。若是这两个丫头真的撕起来，那这两家的脸可就要丢大了。就这样，在众人期盼的目光当中，纳兰嫣然快步走到萧炎的面前，一把抓住了萧炎的手臂。萧炎，求求你救救我老师吧！纳兰嫣然紧紧抓着萧炎的手臂，说出的话却是令再多的无数人目瞪口呆，包括萧炎，此刻更是神色骤变。他怎么了？萧炎的神色瞬间阴沉，声音当中甚至隐隐多了些许的杀意。这声音令大厅的众人心中都是莫名的多了几分寒意。老师，他与万仙门的强者大战，结果被对方用毒术偷袭，现在身中剧毒，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医治，将来恐怕会有生命危险。纳兰嫣然小脸焦急，看向萧炎的目光满是哀求。云韵这次中的毒，可比他爷爷当年中的烙毒还要可怕许多。就算是有着古河和云山的帮助，此刻也只能是勉强的压制住体内的毒素，一旦进行战斗，就会迅速恶化。现在的云韵几乎是将所有的斗气都用在了压制体内的剧毒之上，就算是如此，也只能是令他大幅度缓解这种情况。但是随着时间的拉长，这种可怕的剧毒终有一天会威胁到他的生命。当听到云韵身中如此剧毒的那一刻，萧炎脸上的杀机终于是不再阻挡。一瞬间，那可怕的杀意就是在瞬间笼罩了整个加玛皇宫。而在这道杀机之下，整个皇宫的所有人都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感传遍全身。这种恐惧，就算是嘉刑天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至于其他强者，更是心生骇然之色。亚菲姐，我怕是要先去一趟云岚宗了，你们先回去等我消息，等我解决了那边的事情，我再回来找你。片刻之后，萧炎才收拢起那可怕的杀意，对着亚菲略带柔声地说道：“知道了，你先去救云宗主吧。”对于萧炎方才表现出的状态，亚菲也是有些疑惑，可看到萧炎这副冰冷和略带焦急的状态，也是连忙点头：“我在米特尔家族等你。”末了，他忽然有些脸色红润地对萧炎说了一句。换作平时，萧炎怕是会忍不住打趣他一番，可如今却也没了心情，只是温和地说了一句：“等我回来之后。”便是一把抓住纳兰嫣然的香肩，身体化作一道流光腾空而起。带我去见他。萧炎抓着纳兰嫣然再度冲破屋顶，很快便是消失在加玛皇宫当中。等到萧炎带着纳兰嫣然离开，那寂静的人群这一刻才缓缓地恢复了之前的状态，彼此面面相觑，最后都是无奈的苦笑一声。尤其是他们将目光看向纳兰杰和米特尔、藤山的时候，各自的眼神都是颇为的精彩。对于众人的这般目光，两个老头的表情却是完全不一样了。而这一切的改变，都只是因为萧炎的出现。此时此刻，唯一没有因为萧炎的离去而苦笑的，也只有亚菲和紫妍两人了。望着那凭空消失的萧炎，亚菲黛眉微微皱起，心中忽然有些诧异于萧炎对那云韵的重视程度。不过，他心中的情绪还没平静下来，便是看到那紫发小丫头蹦蹦跳跳地朝他走了过来，一双乌黑如同宝石一般的大眼睛就这么静悄悄地盯着亚菲。你就是亚菲姐姐吗？紫妍一脸乖巧地看着亚菲，那副可爱的模样顿时令亚菲心生几分好感，而她背后的斗气双翼更是不敢让人无视。我是亚菲，小妹妹，不知道你是？亚菲的注意力很快就被紫妍给吸引了过去，这丫头的模样的确是男女通杀。我是萧炎的妹妹，萧炎说你会带我吃很多好吃的。紫妍乌黑大眼睛满是期待地看着亚菲。亚菲姐姐，她说的是真的吗？呵呵，当然是真的。亚菲很快就被她这可爱的外表给俘获了，很快就是笑着带着紫妍离开了皇宫。同一时刻，天空之上，萧炎却是单手抓着纳兰嫣然的肩膀，任由周围的狂风呼啸，却未能在两人的身上造成多大的阻力。纳兰嫣然此刻瞪大着双眼，一脸不可思议地望着那脚掌踩在空间之上的萧炎，一脸的呆滞。你现在到底是什么境界？纳兰嫣然的脑袋越来越迷糊了，
他本以为萧炎如今能有斗皇的实力，就已经是他想象力的极限了。但他看到萧炎连斗气双翼都不用就能在天空行走的模样，还是有些惊悚。踏空而行，这可是斗宗强者的专属啊！不是，才2年不见，萧炎怎么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纳兰嫣然此刻大脑已经是一片空白，难以接受面前的事实。2年不见，他与萧炎之间的差距却是已经是云泥之别。可如此以来，才是对于他这2年日夜苦修的一个嘲讽。望着纳兰嫣然这副到心破碎的模样，萧炎也是有些可怜的看了他一眼，最后只是无奈的安慰了一句：“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其实你真的没必要跟我较劲的。即便是前世的自己，若是在12岁就遇到药老，怕是都能在3年之后达到斗师巅峰，甚至是大斗师，更何况是这一世开了超级挂的自己。跟萧炎比修炼速度，比进步之快，就算是斗帝重生都没有办法，何况是一个小小的纳兰嫣然。我知道了。”纳兰嫣然只是淡淡的吐出这么4个字，语气却是已经变得有气无力。看样子，这次见面真的是让他到心破碎了。在萧炎的面前，无论他怎样的努力，怎样的拼搏，二者之间的差距似乎都只会越来越大。这一点让纳兰嫣然彻底绝望。什么3年之约，那不是自取其辱吗？想到这里，纳兰嫣然只是惨然一笑。可怜的孩子。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此刻却是没有太多的心情安慰纳兰嫣然，而是主动询问起了云云的情况。老是他前不久与万仙门的现任门主交手，然后不敌之下被击退。说起云云，纳兰嫣然也是顾不得跟萧炎较劲，心思也是放在了自己的老师身上。那一战，我们本以为老师只是受了一些轻伤，可直到大战之后，老师便是直接闭关不出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中了那万仙门一种顶尖毒素，虽然有着古河叔叔和云山师祖的帮助，可也只能暂时压制这种气毒。一旦大量运转斗气，就会让这种毒素扩散到全身，而且这2位如今也只是暂时压制这种毒素，并不能破解。虽然老师现在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但是时间一长，想必也会遭受大难。纳兰嫣然神色有些担忧，这种情况，他小时候便是见到自己爷爷一直这样，没想到爷爷的毒才被解了2年的时间，自己老师又是陷入到了这种情况。万仙门，听到这个熟悉的词汇，萧炎的眼神渐渐变得冰冷起来。没想到这群家伙这次又主动招惹到我头上了，既然如此，也只能将他们灭了啊！感受到萧炎身上那再度涌现的可怕杀意，纳兰嫣然忍不住打了个冷战，最后却是神色有些复杂的看着萧炎。他不明白萧炎这家伙为何对自己的老师如此的重视，明明自己才是他名义上的未婚妻才对啊！抛开这一点，萧炎似乎也有好几个红颜知己吧？为什么这么多人里面，他就不能留给自己一个位置呢？如果今天受伤中毒的是自己，萧炎会为了自己这么生气吗？对于纳兰嫣然小脑袋瓜里的种种想法，萧炎没有丝毫的兴趣。他脚步闪烁之间，很快便是来到了云岚宗当中。而在他的身影来到云岚宗的这一刻，那座最为古老的宗门大殿当中，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此刻便是已经睁开了双眼。这是什么人？老者很快便是察觉到了那与纳兰嫣然飞在一起的年轻人。当看到对方那年轻的令人有些懵逼的面孔和那令他感到有些危险的气息之后，终于是露出了几分惊讶与诧异。就在他准备离开大殿会会这个年轻人的时候，他的身后却是有着一道漆黑雾气翻滚了起来。片刻后，那老者不知道是听到了什么，脸上先是露出一抹震惊之色，旋即便是有些沉默的点了点头。这名老者除了云山还能有谁？与此同时，萧炎的脚步却是已经落在了云韵所居住的宫殿当中。此刻的云韵居所面前，正有着2名云岚宗的女弟子静静的守卫在此处。当2人看到天空之上的萧炎和纳兰嫣然的时候，在前者那年轻的脸庞之上看了一眼之后，也是出现了片刻的呆滞。直到纳兰嫣然开口，那2人才终于反应了过来。2位师姐，这是我请来的一位高人，他或许有希望治好老师身上的毒素。